居然是五行同修，很好，你的身体本尊收下了。终于上当了，给我死！凌霄回来了，今天又打了一头鹿，真厉害啊！张大娘，晚上去我家吃鹿肉啊！不了不了，这鹿肉你还得留着卖钱娶媳妇儿用呢。我家大牛那小子要是有你这么勤奋能干，我就算做梦都能笑醒了。对了，大牛他们去哪里了？今天怎么没去打猎？差点忘了，今天好像村子里来了个什么仙人，就在大柳树下，你快点去看看吧。仙人？这世界还有仙人？我这就去。大娘，你先忙。无灵根，下一个。还是没有灵根吗？修仙乃是逆天而行，有灵根者百里挑一，没有灵根才是正常的。也只能盼着剩下的几个孩子成仙的福分了。凌霄，你这小子跑哪里去了？还不快过来见过张仙师！见过张仙师。叶哥，你先来测，据说有灵根的能成仙人。我还是去排队吧。你都来了，肯定你先来测呀。把手放上去就行了。那好吧。亮了亮了，凌霄这小子有灵根，他能成仙人了。无属性灵根还是下品下等。罢了罢了，你可能是这村子唯一一个有灵根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禀仙师，我叫叶凌霄。叶凌霄，这名字因果太大，你以后还是叫叶15吧。敢问仙师，这名字难道有什么含义？没什么含义，这小子是我这个月测出的第15个有灵根的弟子。雷灵根，还是下品上等。好，好，好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可愿拜我为师？我叫张大牛，拜见师傅。大牛，这名字平平无奇，欲成仙了道，自然得一个与之匹配的名字。以后你就叫万军吧，和雷霆万钧之意境。多谢师傅赐名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天黑前还要回到宗门。啊，不见了！好神奇啊！这就是仙法吗？好神奇，这就是仙人的手段吗？我真的也能成仙了？上来吧。这就是仙人吗？等我也会飞了，就来接我父母去享福。到时候我们一起来。万军天赋不错，用不了几年就能御剑飞行了。但是15不一样，这辈子都无缘御剑飞行了。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还请仙人解惑。你灵根太差，这辈子能达到炼气境界就已经是巨大的造化。然而想要御剑飞行，最少也得炼气5重天以上。师傅，这炼气境界又是什么？炼气乃是修仙境界，一共10重天，10重天之上就是筑基大能，可开山裂石。筑基大能就是仙人吗？和仙人差得远，不过对于凡人而言，和仙人也没区别了。那这天赋能提升吗？能提升天赋的，无一不是天地至宝。别说是你我，就算是我九灵宗宗主，甚至传说中的金丹元婴大能，也没资格享用。另外，还有一件事告诫你，仙师请赐教。
你的天赋到了宗门，只能从杂役做起。修仙界实力和天赋为尊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打杀。你届时好自为之。多谢仙师提点。张长老回来了。此子乃是我徒儿的好友，你给找个好差事。见过仙人。恭喜长老喜得爱徒，弟子了解，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好的差事。好好在此修炼。叶哥，等我安顿好就来找你。一切小心为上。哼，只是个外门长老，神气什么？有本事筑基呀！小子，这里的差事你选一个，这也是张长老交代才有的待遇，别说我没有照顾你。敢问仙师，不知道这3个地方是做什么的？灵兽堂自然是帮忙喂养灵兽的，灵矿场就是挖矿，属于苦活累活，而且这灵矿场有很多驳杂的灵气，稍有不慎，就有可能爆体而亡。那这灵药堂呢？至于灵药堂，你们杂役弟子就是负责试药，这些丹药可都是好东西，一枚都能抵得上你苦修几个月。怎么样，要不要去？试药？隔壁村刘郎中好像就是试药给自己毒死的。至于这养魔兽会不会把我吃了，怎么听上去最好反而是挖矿？这总管绝对有问题。弟子选择灵矿场。哼哼，你小子倒是聪明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随我来吧。赵师侄，这小子是来你们灵矿场挖矿的新人。你最近送来的人可是越来越少了。你小子就给3枚灵石，有人来就不错了。灵药堂可是给5枚。话说回来，这小子哪里得罪你了？你小子可是别胡说啊！我只是公事公办，给你输送人才。对对对，总管说的是。大虎，带这小子下去。好的，师兄。嘿，小子，随我来。小子，新人10天之后开始干活，1个月300车矿土，就算是累死你也得拉完。另外，挖到灵石必须上交，要是敢私藏，那些人就是你的下场。这是修炼功法，10天之后来矿洞报道。这就是修仙功法，居然还这么复杂。修炼了10天，居然才运转了20个小周天，1个大周天相当于49个小周天，而要修炼到炼气一重天，就需要1000个大周天。也就是说，我要5、6、10年才能达到炼气一重天。怪不得张仙师说我一辈子都无法御剑飞行。不过1个大周天就能将提升1公斤力量，只需要修炼几年，我就是武林高手了。先去矿场看看。以后每天来这里交矿土，另外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，师兄给你保管。我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。哼，没带？那这是什么东西？师兄，这是我父母留给我的遗物，不是什么宝物。哼，果然是垃圾货色。大虎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里是哪里？鸿蒙开天地，造化运乾坤。鸿蒙空间能炼化天地万物，这难道是仙人法宝？这空间可以提炼天地万物为纯净的灵气。修仙最重要的就是灵气，有了这个的话，我修仙有望了。只是我要怎么出去？
原来只需要在脑子里想想就能出来了。先去挖矿，炼化什么的，以后有机会了再说。这土怎么这么硬？按照这个速度，别说是10通，就算是1拖我都挖不完啊！你那凡俗的镐头可挖不动这里的土，我这里有更好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这镐子好厉害啊！嘿嘿，这可是下品法器，师弟你要不要租？1天只需要10车矿土就行。什么？10车？怎么这么贵？当然贵，可是你有的选吗？不要的话，你1车都挖不出来。好，我要。这就对了嘛！记住，多余的10车每天交给大虎师兄就行。师兄，我先走了。又是大虎，我懂了，宗门给的镐子就是这个。他用凡俗的糊弄我们，再拿出这法器让我们自己多挖矿来抵，多余的矿土就是他的了。这天杀的畜生！等等，这灵石矿的矿土据说蕴含灵气，可以用来种植灵药，那是不是能被鸿蒙空间炼化出灵气？成了，真的能炼化，就是太少了，先多弄点儿。不知道这1车的量能炼化出多少灵气。这1车矿土蕴含的灵气，居然相当于之前我修炼7、8天，而且刚刚消耗的体力又恢复了。按照这个速度，那我用不了1个月就能成功炼气了，比之前节省了几百倍的时间。修仙，这才是真的修仙啊！1天就修炼了40个大周天，而且因为体力能恢复，还挖了40多车矿土。我剩下的18车矿土交给大虎应该差不多了。要是第1天完成任务，后续肯定要找借口给我加工作量。师兄，这是第18车土，我实在挖不动了。第1天就挖了18车，很好，剩下的这个月补上就行。多谢师兄。这小子是个挖矿的好苗子，再养几年，怕是1天就能挖30、40车矿土了。有了这些功高，你小子每个月都能多兑换1枚灵石了。嘿嘿，那得多多亏了师兄你的照顾，这灵石有80%您的。不得不说，虽然平时的活累一些，但是这伙食是真的不错，而且还不限量。不过也是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挖矿嘛。师兄，给我再来5盆饭带走。1车矿土能炼化出2道灵气，这1大盆饭才1道灵气。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，这样下去用不了1个月我就能成功炼气了。先睡觉，明天继续干活。不过15天我就600多大抽天了，1周天1公斤力气，这挖矿速度比之前快了好几倍。1天最少7、80车矿土，这地方是别人的噩梦，但却是我的福定啊！你小子就是叶凌霄，听说你刚刚入门就1天能挖17、8车矿土。师兄有何指教？师兄，我叫刘宗宏，入门7年，功法已经520大周天了。以后每天你给我5称矿土，这样我就罩着你。不过你要是拒绝，不是我不想给你，我每天得给大虎师兄20车矿土。要是数量不够，他也不会放过我的。哼，大虎，20年才从杂役成外门的废物，也配和我比？况且，宗门任务是10车，剩下的都他小子贪污了。只要多余10车，最多挨顿揍。要是你不给我，最多挨顿揍，说的轻巧。1个月前，大虎才打死了1个师兄，这刘宗宏也不是人，明知道我会被打死，还要来打劫我。可恶的狗东西！
我也600多个大周天了，要不趁没人把他杀了。大虎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大虎在哪里？哼，就这实力还学人家打劫，得尽快处理了这废物的尸体，不然被人发现我就死定了。这一次怎么多了2个颜色的光球？这绿色和金色的难道不是灵气？不管了，吸收看看再说。这鸿蒙空间总不会害我吧？这是识海，这绿色的居然是灵魂之力，那这金色的是什么？火属性灵气，我的灵根不是没有属性吗？难道说这金色灵气是灵根炼化出来的？只要吸收，我就能获得灵根？那岂不是说我想要多少种属性，就能有多少种属性？而且，这灵根等级还能提升，那我以后别说是中品、上品，就算是传说中的极品灵根也能获得。看来我的目标不能是能御剑飞行了，是成为筑基大能，甚至金丹大能。这刘宗宏7年才500大仇天，大虎20年才炼气，我的实力提升这么快，若是被人发现我就死定了。看来以后能不离开矿洞就不离开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灵石，这是灵石，挖了15天，终于挖到灵石了，就是不知道这灵石一块蕴含多少的灵气量。炼化了那刘宗宏，只是获得了10几道灵气，这1枚灵石居然炼化出来了7道灵气，相当于几10车矿土了。这灵石周围的矿土灵气比其他地方的浓郁不少。对了，矿土的灵气来自于灵石，也就是说，我只要沿着灵气多的地方挖掘，挖出的概率就会大很多。别人无法感应矿土的灵气多少，但是鸿蒙空间可以啊。这附近矿土的灵气比周围的多不少，肯定有灵石。真的有灵石，寻常人几个月才能挖到1枚，我1天就能挖到好几枚。这样下去，我修炼速度能提升好几倍。炼气1重天，入宗仅仅1个月，居然就成功突破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不知道要吓死多少人。今天要结算矿土了，我还差80车，只能拿1/10单位的灵石凑数了。毕竟1个单位的灵石，据说能换1000车矿土，但蕴含的灵气只有50车等矿土的量。都来7年了，居然连600车矿土都挖不完。王成，编造40给他长长记性。哼，好的，师兄。师兄饶命！师兄饶命啊！小子，你这个月可是差了足足80车矿土，准备好和他一样受罚了吗？师兄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居然是灵石！你小子运气不错嘛，可惜小了点儿，不过也能抵100车矿土了。这个月你过关了。多谢师兄，那我先回去休息了。这个月来，除去修炼用的灵石，我还攒了25个单位的灵石。主要原因还是吸收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挖矿速度了。宗门的基础功法等级还是太低了。据说外门有个坊市什么都卖，看来可以去一趟买一部高等级的功法才行。
那大虎狗贼这个月克扣了我100多车的矿土，等我实力超过他，就想办法把他给宰了。这才是我想象中的宗门啊！果然，灵矿场不过只是杂役弟子才会去的地方。修仙界实力为尊，只有强者才会受到尊重。出售上品丹药，出售精品法器。坊市果然热闹，只是我身穿杂役弟子的衣服，要是拿出20多枚灵石，肯定会被盯上，得换一套衣服。出售上品丹药，出售精品法器。那是什么？魔修尸体大甩卖，价格实惠，需要宗门积分的，快来看！尸体都卖，这人不是邪修吗？师兄，你看那里，怎么还有人卖尸体？这是修炼魔功之人的尸体，被宗门弟子斩杀之后，可以去换取宗门积分，积分可兑换传说中的筑基丹。筑基丹？不错，正是炼气巅峰突破筑基需要的筑基丹。这丹药只能使用宗门积分购买，1000积分一枚，但是要是买魔修尸体换的话，需要2000灵石才够。什么？这么贵？我的傻师妹，这还是宗门福利了。要是拿出去的话，那些散修能花3、4千抢购。居然这么珍贵，那为什么宗门不多炼制一点？不多炼，那应该是缺少材料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筑基丹这么贵，怪不得张仙师炼气巅峰都20年了还没能突破。不想了，筑基丹离我太远，还是先找功法吧。这些功法怎么买？下品功法3块灵石，中品功法7块灵石，上品功法10块灵石。要的多可以优惠。上品才10块灵石，居然这么便宜。师弟应该在想为什么这么便宜吧？这些功法都是其他宗门的低级功法，而且还能拓印，薄利多销嘛。既然如此，我要3部上品，最便宜多少？3部上品，那就买2送1，只要20块灵石。太贵了，15块。哈哈，成交。可恶，价格好像给高了。师弟要哪3部随便挑。就要这3本了。过来瞧，过来看，报废法器便宜出售，10斤只要1块灵石。报废法器。对了，鸿蒙空间什么都能炼化，那这些报废法器应该也能。1块灵石10斤，这么贵，这价格都快赶上成品价了。就是，炼气师买回去重艺，就算成功，成本都回不来。我这是公道价，不要的给我走开！这位师兄，这些全部加起来5块灵石如何？5块灵石，我这里有100多斤，虽然便宜了点儿，不过还有的赚。哈哈，成交，5块就5块。操，价格又给高了。麻烦师兄给我包起来。好说。这藏心楼还真不错，宗门弟子都能随便隐藏自己的身份，这样也给我节省了不少麻烦。得快点回去把东西炼化，不知道这一次收获如何。炼化。法器里面居然也能炼化出金色的灵根之气，吸收。金属性灵气，我的灵根变成了金火双灵根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带有属性的东西，都能炼化出灵根之气。就是这等级太低，只有下品下等。不过这灵气居然炼化出来了几10道，相当于30枚灵气蕴含的灵气量了。看来这个月多挖一些灵石去换这些废料，直接吸收灵石性价比太低了。给我破！吸收了刘宗宏的灵魂之力，
居然让我几天的时间就把这拳法修炼到了大成，火灵诀和风灵步也修炼到了精通，就连境界也达到了炼气2重天，就是所有的灵气基本都耗尽了，得多多弄一些矿土和灵石了。最近邪门了，我换了几个矿洞，发现里面的深度比上个月深了好多米。我那里也一样，难道是那些快炼气的师兄最近都跑来我那个区域挖矿了？最近一段时间，挖矿挖的好像太多了，已经引起不少人的怀疑了。要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早晚被人发现我的异常，难道只能放弃挖矿？哈哈哈哈！叶师弟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不好，难道被发现了？要不现在就宰了他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也无法活着走出宗门。师弟，吴总管找你有大好事。吴总管，他找我做什么？你是不是有的朋友叫大牛的？大牛他怎么了？别着急，没事儿，就是他师傅成功筑基了。什么？张仙师筑基了？哈哈哈哈！不错，所以你兄弟也升为内门师兄了。吴总管来是要让你换个差事。这可是大好事啊！走，快随我出去。叶师侄来了，别来无恙啊。见过吴总管，弟子很好。本总管一看就知道你非池中之物，所以让你来这里历练几个月。现在正好可以委派你重任了。不知道是什么差事？走吧，我们路上说。嘿嘿，师弟，你到了外门，可得想着你师兄我啊。放心，师兄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就算死，也不会忘记了你。外门灵药堂的刘大师最近缺一个使唤弟子，正好我就想到你了。能成为他的使唤弟子，可是寻常外门弟子都求之不得的事情，你可是得好好干。弟子知晓。刘大师可在？我是杂役堂总管吴勇。原来是吴总管，大师正在闭关炼药，不知您来所谓何事？这位是新来的使唤弟子叶凌霄。多谢总管，刘大师可是已经催了好多次了。刘大师，这位小仙师是吴总管送来的使唤弟子。怎么就是个杂役弟子？大师息怒，这叶师侄可是我杂役院的翘楚，绝对能做好你给的差事的。哼，杂役能有什么翘楚？我看你们杂役堂就是看老夫境界只有炼气5重天，不把老夫放在眼里。大师说笑了，这绝对没有。罢了，你滚吧，人留下。那我就告退了。老王，带他熟悉一下，把差事交代清楚。叶小仙师别担心，刘琦大师性格如此，只要好好做事，不会有事的。那要是出错呢？那麻烦了。上一位使唤弟子就是被刘大师活活打死的。活活打死？不过那是因为上一位使唤弟子打扰了刘大师炼药，叶小仙师只要小心点就没事了。可恶，又被那吴勇给卖了。对了，这些是刘大师这3个月来炼废的丹药。这些废丹里面单独有6成，而且都是上品丹药，所以一枚出售价格在3枚灵石。废丹，那不是会毒死人吗？怎么还能卖钱？非也，废丹只能毒死同阶修士，但是对高阶修士没有太多影响。原来如此，废丹中有丹毒，那我要是用鸿蒙空间把丹毒炼化，只保留原本的药效，是不是就能变成正常丹药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废丹你怎么不去出售？叶小仙师说笑了，小人不过一介凡人，要是离开院子，就会被当场打杀。对了，你的衣物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在你的房间里，我带你去。环境倒是比矿场好很多。这一次也算多亏了大牛了，不然短时间内只能躲在矿场了。这就是废丹吗？蕴含的毒素果然多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炼化出其中的毒素。若说是可以，就能轻松赚取灵石了。
丹药的品质分为废丹、合格、良品和精品，丹毒越少，品质越高。可是这3枚丹药里面居然没有丹毒，难不成是传说之中的完美级丹药？宗门之中，即使是精品丹药，也没有几个人能炼制。这丹药若是被人看到，绝对是大的灾祸。看来以后要留一部分丹毒，剩下还有3枚废丹，不知道弄到良品的话能卖多少灵石。只要一次少出售一点，我就能赚取大量的利润。这可是比在矿场挖矿舒服多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去访视看看。不管如何，先把剩下的丹药拿去处理了。这刘琦一看就不是什么善当，别给他找到动手的借口。有鸿蒙空间的我，安稳提升实力才是王道。没有实力，所谓的尊严不过只是笑话。好多的灵药，这要是全部炼化了，得多少的灵气？不过真要是动手，怕是瞬间就被打杀了。九灵堂，按照老王说，出售丹药就在这里了。这位师弟不知要买丹药还是药材？这几枚丹药，你看看多少灵石？上品丹药，品质良品，价值30枚下品灵石1枚。居然这么贵！废丹的话只是3块灵石，也就是10倍的利润，而且单独炼化出来的灵气也有10多道，仅仅灵气就回本了。师弟觉得如何？好，那就这个价，给我全部换成废丹。全部换成废丹？师弟，你确定？自然确定。你这里没有废丹不成？有，就是这价格可能稍微贵点儿。同样上品废丹需要3枚灵石。等等，3枚灵石，这好像是出价，也就是说回收的话绝对卖不到3枚。可是刘琦让我1颗废丹必须卖3枚灵石，那不够的岂不是要我补？可恶，帮他干活没有薪水就算了，居然还要搭进来钱。这钱从哪里来？怕是得去找其他的事情干。就这稍有不慎，还要被打杀。那吴勇把我弄来这里，8成是要借刀杀人。到时候大牛就不会知晓我被他卖到灵矿场的事情了。师弟还要吗？需要什么废丹？换成能提升修为的就行，种类随便。没问题，师弟稍等片刻。这些丹药只能去坊市卖了，另外得弄个储物袋了。鸿蒙空间又不能暴露，在以后买的东西要是多，总不可能抱着吧？这使唤弟子的身份也挺好用的，一次性卖30枚丹药也不会被怀疑。只是这储物袋只有1丈的空间，但是居然得300块灵石。好在我这一次赚了900灵石。出售残缺灵药，价格只要正常灵药的3成价。残缺灵药？对了，丹药之中有灵气，灵药之中肯定也有，甚至量更大。你这里的灵药我全要了。全部要？那最少得300灵石。好，我全要了。师弟大气，这些灵药是你的了。刘大师，所有废丹都卖出去了，这是18单位的灵石。数量不错，没想到你实力不行，能力倒是不错。刘大师过奖了，我同乡的师傅是内门长老，就是再多的废丹也是他一句话的事情。你还有这层关系，那吴勇也算干了一件人事。既然如此，我这里还有10枚废丹，你一并卖了吧。这狗东西见我有利用价值，是一点也不客气。不过居然才10枚废丹，剩下的难不成都炸骨了？那弟子告退。下去吧。鸿蒙空间，炼化所有药材。木系灵根，而且直接达到了下品上等。若是我集齐5行属性的话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。所有灵气炼化之后，境界也已经提升到了炼气3重天。只要灵气足够，用不了1年，我绝对能达到炼气巅峰。这转化废丹简直就是暴利。不过以后量越来越大，还是得隐藏身份才行。叶小仙师留步，刘大师让你去采买一些药材，这是灵石和储物袋，另外里面还有上一位使唤弟子的笔记。
你可以看看。上一位使唤弟子的笔记。操，这特么不是卖功日记吗？还真的要自己补差价。这老王给我这个是在暗示我也去杂医院挖矿赚钱。叶小仙师手头若是紧张，也可以去试试。我知道了。还好我有鸿蒙空间，不然即使来到这里，怕是也要回去挖矿赚钱。这修仙界果然是人吃人的地方。客官来我珍宝阁，不知需要买些什么？这里有上品丹药10枚，你给估个价。品质不错，我珍宝阁愿意花150灵石全部收购。再加上我这里的300单位的灵石，全部给我换成上品和中品的废丹，种类随便。没问题，客官稍等片刻。每一家都卖一点丹药，的确不容易被人发现。虽然麻烦一点，但是却也收获不小。200多枚丹药卖了4000块灵石，绝对够我凑齐5行灵根了。这位师弟又来了，需要些什么功法？师兄，你认出我了？你没有修炼隐匿类功法，加之师兄我学了一些观气术，所以才能认出来。原来如此。所以师弟可以卖一部隐匿气息的功法，我这里可是有很多哦。好，那我要几部筑基法。师弟说笑了，筑基法只有炼气巅峰才有资格修炼，外门内门最高只能修炼炼气极品功法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给我来几部炼气极品的功法，多少钱一部？极品的即使最便宜也得50灵石一部。师弟要什么属性的？5行属性都要，另外还要一部剑法和一部隐匿气息的功法。5行都要？师弟你莫不是要5行同修？有何不妥吗？师弟有所不知，5行同修所需的灵气量是丹灵根的几10倍，所以一般拥有5行灵根的都只会修炼其中一种。师兄误会了，我就是借鉴一下。那就好，既然如此，师弟可以要这几本功法。师兄告辞。这位师弟，这里就是我九灵宗妖兽堂的屠宰场，这里的妖兽可都是最新鲜的，甚至连筑基妖兽都有。你看看你要多少？给我来3000灵石的。哎呀呀，原来是大客户，3000灵石的妖兽没问题，需要送到哪里？我给你4000块灵石，多余的1000灵石，你给我全部换成储物袋放进去。师弟稍等。这么多妖兽尸体，可惜我灵石不够，不然全买下来，怕是能炼化让我实力提升到筑基的灵气。师弟，你的妖兽尸体。多谢。这几千灵石购买到的物资足够我短时间内使用了，就是不知道5行属性的灵根若是凑齐，会有什么异象。这些5行属性的材料，再加上那些妖兽尸体炼化出来的灵根之气，足够我的5行灵根升级到中品灵根了。也不知道融合出5行灵根的决定是好还是坏。行。这就是5行之气，这强度至少是之前的7、8倍。还好我找了这个僻静的地方突破，动静这么大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人发现。不管如何，先试试看刚刚学会的剑法威力如何。刘大师，这些是您要的药材和出售之后的灵石，你看看对不对？很不错。小叶啊，你身上灵气怎么紊乱？难道你已经突破炼气境界了？不好，忘记这老东西是炼药师，肯定也修炼了观气法。对了，这刘琦肯定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入门，大概率也不会问。
我若是说我入门不到3个月，他定然会怀疑我有什么机缘。还是大师眼力强，弟子入门3年，勉强到炼气1重天。3年就炼气了，那你这资质可以啊！40岁之前进入内门绰绰有余。好了，下去吧。最近1个月别打搅我，我要炼药。弟子告退。这五行同修居然如此消耗灵气，这10天时间就将5000丝灵气全部炼化了，但是境界居然只是堪堪提升到炼气4重天。要是寻常人吸收同样的灵气，早就达到炼气9重天了。不过，这一次居然还从那赤炎灵石之中炼化出了赤炎灵火。据说这东西能大幅度提升火系术法杀伤力。先去测试一下我现在的实力如何，然后再去多弄一些灵气，不然这无底洞一般的消耗，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。8000公斤，居然这么轻！我的力量到底有多强？你们看，赵师兄和刘师兄打起来了，还有戏看！师弟，你输了。师兄果然好手段。谁还要上来挑战？此人的动作好慢，可是看气息似乎已经炼气6重天了，难不成我的实力已经远超他了？要不试试？反正这外门也没认识我。我来试试。师弟，你一个外门弟子，你确定要和我动手？师兄，我可是下手重。师兄不用担心，请。既然师弟不怕，那就拿出你的武器。我就用了火属性灵气，居然就把他秒了。要是用5行灵气，实力怕是要更加强大。这一次看来赌对了。收购各种废丹和损坏法器和损坏灵药，价格全坊市最高。上品废丹收购价3块灵石，这价格赶上店铺出售价了。是啊，这周围的店铺怕是都要拿过来卖了。还有损坏法器这些居然也收，这人不怕破产？师兄，你看看这丹药值多少？7枚废丹，都是中品，加起来2块灵石。真的这个价？那我也要出售。还有我的，我也有丹药。这位师侄，听说你收购灵土，你看我这些土能值多少钱？这是极品灵土，10升1块灵石，这里应该有3000升，那就300灵石。哦，师弟，你确定？我这可是用过的灵土，你看好了。什么？用过的灵土居然还能卖这么高的价格？是啊，我记得用过的灵土灵气量只有1/10，但是价格却是正常灵土的1%。自然看清楚了，用过的灵土按照正常灵土1/20的价格收购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这用过的灵土性价比可是比没用过的高很多，而且最主要里面蕴含的土属性灵根之气一点不比完整的少。此话当真？那师弟你在这里等我，我灵之峰还有很多灵土，马上给你送来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位好像是灵之峰的长老吴峰，炼气9重天的强者。怪不得有这么多的灵土，不过他又回去拿灵土了，这老板不知道吃不吃得下。哈哈哈哈！师弟，你看看这些灵土价值几何？这是黑金矿土，这可是筑基灵土，而且还有4000升。这样加上储物袋2000灵石，就这个价。不过这灵石嘛，自然是现在给，这里正好2000灵石，师兄你点点。师弟果然爽快，不知师弟下次什么时候来？下一次15天后我准时来，而且不仅是废丹，就算是炸炉之后的废渣也能拿来出售。什么？炸炉的废渣也收？真的假的？废渣可是没人要啊！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看来得去收购一些废丹和炉渣了。
不过别到时候花了大价钱收了一堆废品，到时候他不出现，我们岂不是亏大了？总不可能吴长老也和他一伙吧？难说。嘘，小声点儿。吴长老还在。此人气息连我也无法看透，但是从行事作风看，应该不是筑基修士。不是筑基，却有这么多的灵石，难不成有什么大机缘？还好老夫给他的储物袋上有印记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秘密。师兄，你跟着我这么久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？哈哈，师弟说笑了，我不过是正好顺路而已。师兄看我像是傻子？这小子实力看上去并不弱，师弟误会了，我这就走。这吴峰八成是想要黑吃黑，若非这里是宗门内部，将他杀了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罢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况且他下次还能给我带来不少的材料。炼气4重天巅峰，这实力提升起来越来越慢了。不过我3个月就达到了这个实力，若是传出去，怕是会引起轰动。到时候估计金丹修士都得来对我动手。看来这九灵宗也不能多待了，找个机会离开吧。换一个宗门应该会安全不少。叶小仙师，您回来了。内门仙师刘万丁来找您，现在刘大师正在接待，让你回来之后马上去找他。大牛来了，我这就去。没想到师弟你和小叶感情这么好，居然还跑来找他，这样的兄弟情不多见了。是啊，叶哥和我可是过命的兄弟，要不是他父母，我早就死了。对了，叶哥在这里还好吧？小叶很不错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师弟你脸悉数不错啊，我居然没有看出来你是炼气几重天。大师说笑了，我才刚刚入宗几个月，刚刚300大周天的入门功法，哪里能有炼气几重天？什么？刚刚入宗几个月？那小叶是比你早入宗不成？叶哥和我是同一天入宗的。大师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3个月，这怎么可能？小叶身上的气感绝对已经炼气1重天了。大师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就是想起一些事。那小子修炼这么快，绝对有问题，怕不是身上有什么秘宝，亦或者在矿场挖到了传说之中的上品灵石不成？而且从这万军的意思，2人入门之后就没见过了。那小子说他找万军出售丹药也是假的，他一个挖矿的杂役能炼出那么多灵石，绝对有问题，肯定是真的挖到中品甚至上品矿石碎片了。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大牛，叶哥，你小子怎么不说一声就来找我了？当然是给你一个惊喜啊！对了，我听说那个吴勇把你卖到灵矿场了，还好你没事，不然我宰了他。不说他了，你小子现在不错啊，壮了这么多。我师父说雷系适合炼体，就给我送到炼体峰了。天天锻炼不说，功法不修炼到入门不准我下山，不然我早就来找你了。那看来以后我就能靠你罩着我了。好，你们聊，老夫炼药去了。小子，希望你的秘密比我想象之中的好一些，可别让老夫失望啊！等一下让小叶来炼丹房找我。对了，这是我师父给我的一些修炼资源，虽然不多，但是你拿着，10块灵石和2枚上品丹药。不行，我不能拿太贵重了。大牛师傅刚刚筑基，肯定不富裕，这些物资至少也是大刘1个月的资源，加起来都30-40灵石了。和我还客气什么？你不拿我生气了？对，你我兄弟有福同享。你以后要是也发达了，可是别忘记兄弟我啊！那是当然。我先回去了，等下个月我再来找你。没问题。若是有时间，我去找你也行。叶小仙师，刘大师让你去炼丹房找他。有说找我什么事吗？回小仙师，没有。这刘琦该不会知道大牛和我关系不错，肯定会给我资源，所以准备勒索我吧？哼，希望他别做什么自寻死路的事情。大师，你找我？大师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
做什么？你应该很清楚。我还真不知道，还请大师明示。哼，还在装蒜。你的好兄弟已经和我说了，你和他同一天入门，可是有变异雷灵根的他才300大周天的炼体境界，而你却已经炼气。说吧，你身上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你觉得我有什么秘密？呵呵，你小子能修炼速度这么快，肯定是在矿场挖到好东西了，是上品灵石吧？只有上品石蕴含的精纯灵气，才能让一个下品灵根在短短3-4个月提升到炼气1层。没想到居然被你发现了，那你准备怎么做？居然被我猜对了，真的是上品灵石，太好了！即使只有1%单位的上品灵石，也价值100万下品灵石啊！放心，只要你交出来，老夫保证将你培养到内门弟子水准。大师是觉得我很蠢吗？上品灵石的价值，你以为我不清楚？怎么，你小子不交？那老夫只能将你的灵魂抽出来搜魂了。你这人虽然讨厌，但是我也不准备杀你。可惜，哼，杀我？老夫虽然是炼药师，但是却也是炼气5重天。你小子居然敢口出狂言，找死！五行同修，炼气4重天巅峰，这不可能！你说说你，非要逼我杀你，这又是何苦呢？都一把年纪了，就算给你上品灵石，你还能筑基不成？你必不能杀我！你杀了我，你也会被执法堂杀的。这你就用不着操心了。一个炼药师就好好炼药，又不是缺钱，天天剥削杂役弟子的那几块灵石做什么？有这算计的时间，多炼1枚丹药几10倍都能赚回来。你这种人就是纯坏，比大虎都要恶心几倍。这刘琦对别人抠搜的要死，对自己倒是挺大方的。这1丈的储物袋可是最少1000灵石一个。这储物袋炼化之后，居然能让鸿蒙空间扩大，而且这灵气居然比之前更加纯净了。御剑飞行需要炼气5层，我虽然才4重天，但是以我的灵气强度绝对达到标准了。之前也学了一部御剑飞行的法术，正好试一试。这一次的收获倒也不小，至少让我知道了鸿蒙空间的进化方法。看来我这个空间的潜力还有很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狗东西死了，怕是瞒不住多久。看来得尽快赚一些钱，然后逃走了。不过最好在走之前营造出我也被杀了的假象，不然会连累到大牛和村子的人。不过好在这炼药师几个月不出门，也没有人怀疑。见过师兄师姐，我是刘大师的使唤弟子，不知两位前来招待不周，还望恕罪。哼，老子用得着你招待？我的丹药呢？不好意思，师兄，大师闭关时候没有交代这个，这样3天后我给你送过去。3天？小子，你在逗我？让我等3天？你小子居然敢躲开！找死！师兄住手！师兄，这位师弟只是奉命行事，你用不着下杀手吧？不过是个外门弟子，杀了就杀了。我们今天还要去青云镇，你杀了他，执法堂肯定要来追究，那样就错过任务了。哼，小子，这一次算你运气好。哼，要不是师妹给你求情，看我不宰了你！3天之后我回来要见到我的丹药，不然你就等死吧，小子！多谢师姐救命之恩。我能救你1次，救不了你2次，你以后小心刘云。哼，这刘云和他爹刘琦一样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虽然嘴上说着给我3天时间，但是等3天后我真的去送丹药，绝对要为难我。到时候不动手被羞辱，甚至被杀；动手就会暴露，还是被杀。所以说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这3天内做了他。对了，他们刚刚说要离开宗门，那最好就是在宗征外解决了他，谁也不可能怀疑到我头上。恭送流云仙师。哼，凡俗的垃圾也来挡道。这畜生连个凡人都不放过。这件事我会禀报在执法堂的，只是执法堂可能不会追究。
这个我知晓，宗门自然不可能为了一个凡人追究封主弟子。这就是修仙界，他来到这里，估计也早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了。你自己好自为之。好一个吃人的修仙界，从上到下都只会吃人。也是，只有这样才能快速提升实力。看来我也得好好学学。先找一个地方问问看这青云镇在哪里，然后提前去镇子等着。仙人，这是仙人！仙人来我们镇了！谁知道青云镇在哪里？仙人，我知道，青山镇就在西边300里的地方，我去买一过货。多谢。多谢仙师，多谢仙师。前面就是青云村了，我的速度绝对比那两人快不少，还是等等他们吧。终于来了，这速度是真的慢啊！先看看这两人来这村子做什么再说。两位仙人，这里就是我们青云村闹邪祟的人家了。我们村的人都被里面的邪祟杀完了，就剩下一些老弱妇孺了。一个区区邪祟而已，看我如何灭了他！师兄，你小心，这邪祟的气息并不弱。别担心，师兄我可是很强的。给我滚出来！哪里来的两个小鬼？找死！可恶的狗东西，居然敢偷袭！找死！师兄，这邪祟是炼魂9重天，我们不联手不是他的对手。一起动手，只要拖他几秒，我就能制服他。就这实力，也来学人家斩妖除魔？哼，你上当了！哼，真以为我九灵宗的情报有误？大爷我敢来，自然有十足准备。上品镇邪符，没想到师兄你居然还带了这东西。任何事情都要做好十足准备。不错不错，没想到刘云你还有点脑子。你是谁？为何认识我？自然是杀你的人。本想着你被那邪祟杀了，就不用脏了我的手了，可惜了。想杀本大爷？大爷我先宰了你！师兄，你不要过来！这是镇邪符，好像坊市有卖已经封印了鬼魂的，都是那些魂熟或者炼药师会买。既然有鬼魂，那岂不是也能炼化出灵魂之气？这女的和我倒是没有仇怨，若她被邪祟杀了也就罢了，可是既然没死，那我也不好杀了她。好好照顾此女，若是她出了什么问题，你们全村都得陪葬。上仙饶命啊！小人一定好好照顾这个仙师。
这刘云的麻烦算是解决了。可是刘云好歹是封主弟子，他死了，宗门绝对会追查到底。最近和他接触的人都会受到排查，刘琦也不例外。我回去肯定会被盘查，到时候刘琦的死加上我的境界暴露，我就死定了。可是我若是直接离开，那也会被怀疑成为邪修混入宗门。虽然可能性极低，但是只要有一丝可能，就会连累大牛。看来只能这样了。吸收了这女鬼的灵魂之力，还有之前那些妖兽残存的微量灵魂，我的灵魂等级也提升到炼魂7重天了。不过这灵魂强度居然比功法描述的炼魂巅峰都不成多让了，应该是鸿蒙空间炼化出的灵魂之气太强的缘故吧。魂修境界比修仙境界更难提升，整个九灵宗达到筑基级别的魂修不到5。刘琦何在？宗门执法堂弟子前来，还不速速出来相见？这么快就来了吗？希望一切顺利吧。哼，这刘琦还不出来，不过只是个外门炼药师，也如此不知尊卑。师弟慎言，这刘琦虽然是外门炼药师，但若是他突破到6重天，那就是内门炼药师了。你我还是别得罪的好。见过两位师兄。你是什么东西？让刘琦出来，我执法堂找他。两位师兄息怒，大师正在闭关突破，正是关键时候，我也不敢打扰。不能打扰，他弟弟刘云死了，他是最大嫌疑人，不出来那就视同凶手。什么？刘云师兄死了？两位师兄稍等，我这就去叫刘琦大师。大师，你要做什么？别啊！哼，这小子也算倒霉，这就是杂役的命。不好，那刘琦跑了。区区炼气5重天的炼药师而已，也想在我们手下逃离？追！这刘琦速度居然这么快，看来应该是服用了暴气丹。这么说来，那刘云肯定就是他斩杀的了。师兄，你先回去禀报宗门，等他气力没了，我就弄死他，带他回去。你小子可别跟丢了，到时候剑锋房主追究下来，执法长老都护不住你。居然一个人来追我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5星灵气，这不可能！哼，炼气9重天，也不过如此。脏水算是甩到刘琦身上了，毕竟很多人都知晓他和他弟弟关系很差。这样一来，我也能安心离开九灵宗，去闯闯了。等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居然把我的神魂锁定了。若非我灵魂境界突破，还察觉不到。追魂印，只有宗门核心弟子才会有的追魂印，他居然是核心弟子，这下麻烦了。这追魂印据说会锁定凶手的位置，不过只能定位到方圆10里。我躲在某个城镇，应该就找不到我了。不对，若是那九灵宗丧心病狂屠城，我岂不是害了一座城？对啊，我可以躲回宗门方室啊，坊镇都是隐姓埋名的，谁知道我是谁？而且宗门弟子众多，想要大排查，基本不可能。等真的查到我，追魂印早就失效了。事不宜迟，得等宗门还没反应过来赶回去。你们是说，你们找到杀我徒弟的凶手，然后却让他跑了？此事的确是我的徒儿托大，这件事我执法堂会给封主你一个交代的。哼，若非看在你徒弟现在也死了的份上，今日老夫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那贼子杀了我徒儿，我徒儿已经下了追魂咒，只要我催发这追魂咒，老夫将会亲自去将他捉拿回来。追魂咒在宗门？好，好，好！这孽畜胆子不小，居然又回到我九阴宗来了，好胆！哼，回到我九阴宗了，这小子怎么敢的？孙长老，你执法堂能抓到他吗？难啊，追魂印精度不够，只能锁定在方圆10里。除非我们能将整个宗门全部排查一番，可是还没排查1/10，追魂印估计就消散了。不过封主放心，
我执法堂一定想办法尽快抓到凶手。这九灵宗虽然有弟子镇守山门，不过镇守的基本都是外门弟子。我敛身术已经修炼到了大圆满，想发现我基本不可能。对了，下面就是矿场了，先找老熟人算一算当初的账。你是谁？大虎师兄，这么快就记得我了？哎呀呀，这不是师弟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不是想师兄了吗？走，我请师兄喝酒去。喝酒吃饭，哈哈哈，那感情好。师弟你发达了啊！师兄说笑了，赚了点小钱而已，正好有大买卖和师兄你谈。我们走吧。师弟啊，你说有大买卖找我，是什么歹卖？自然是买你的狗命了。师弟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杀我？哼，当初若非我有大机缘，早就被你弄死了。放心，你只是第一个，还有其他人等着和你一起上路呢。师侄，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自然是报答一下总管将我卖了2次的恩情。师侄误会啊，这是宗门的规定，与我无关啊。我给你的可都是肥差。肥差？什么肥差是九死一生？杂役弟子就是这样。一开始灵矿场的确是我不对，可是后面跟着刘琦，那可是真的好差事。哼，那又如何？这吴勇的话或许也没有骗我，这杂役弟子在九灵宗也就是消耗品，这唯一的根源还是这修仙界的人太过狠毒，我只有比恶人更狠，才能在这修仙界活下去。这就是内门坊市。原本以为外门坊市已经不错了，现在看来外门和乡下也没区别，在这里估计更容易买到大量的废丹吧。不对啊，这里怎么一个摆地摊的都没有，都是店铺？难不成在内门收购东西只能去这些店铺，或者自己开店？可是开店的话，不会暴露我的身份吧？地气阁，难不成是开店用的？进去看看。道友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九灵宗内门坊市目前空吃的楼阁里面最大的了，绝对是坊市的核心地带。那价格如何？稍微有些贵，1个月500块灵石的租金，不过好处就是可以3个月一付。好，这是3个月的租金，我先租3个月。自然可以，契约什么的我下午给道友送来，道友可以把名字改了。这九灵宗也是奇怪，按照刚刚那地气阁管事所言，这内门坊市据是有不少隐姓埋名的外来散修，也不怕混入敌对宗门从内部破坏。不过想想好像也正常，九灵宗最强不过筑基7重天的宗主，这种宗门自然不可能拥有护山大阵。同时这些散修到这宗门也能贡献大量的灵石和材料，而且这样一来也就方便我了。先招几个伙计和掌柜吧，不然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。极品鉴定师月俸50块灵石，万柳阁的大掌柜的月历也不过只是60啊，而且这分红居然1300。月历50，比我之前的珍宝阁还高10块。可惜那珍宝归主是个蠢货，听信那周通谗言，竟然辞退了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来这造化阁试试。老夫乃是之前灵宝阁大掌柜，前来应聘。上品火灵丹，而且还是精品品质。若是拿出去出售，最少能卖1200块灵石，是寻常火灵丹的30倍价格。若是我造化阁的丹药不限量供应，而且只是70%价格，1个月你能卖出多少的流水？70%。若是真的不限量供应丹药的话，1个月最少能卖出5万块灵石的丹药。很好，既然如此，从今天以后，你就是这造化阁的大掌柜了。我不过问你如何管理。只要你按照70%的价格，尽可能的给我多卖出去丹药，并且把账目给我算清就行。好了，下去吧。阁主放心，我齐远一定将您给的差事做好。既然如此，属下告退了。造化阁，这是卖什么的？这店铺可是空置很久了，据说租金1年都得6000灵石，那不是能买好几枚筑基丹？诸位，
今日是我造化阁开业第1天，所有丹药市场价7折，3天以后恢复为8折。什么？同样的品质只要70%价格？真的假的？管它真的假的，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这要是真的，那我得买一枚之前买不起的驻颜丹。上品聚气丹良品，居然真的只要50块灵石！哈哈，250块灵石的良品火灵丹，有了这个丹药，我的火属性灵气能凝练1成。诸位买回去的丹药随便去验证品质，若是不对，全额退款。这生意还挺不错，这样我就能安心修炼了。阁主，这10天造化阁所出售的丹药总量为1241枚，总计出售灵石为35741枚。这是账目，请您过目。好强大的灵魂之力，这阁主居然是魂修，而且绝对是炼魂巅峰，甚至有可能达到阴魂境的魂修强者。不错，账目很清楚。这个月卖出的灵石若是能超过10万，我额外给你1000灵石作为奖励。另外，放出消息，造化阁大量收购废丹，高出市场价2成。多谢阁主，属下这就下去办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10天就出手了3万多的灵石，而且这些丹药都是我之前在外门坊市收购的废丹，成本不到1/10，得再去收购一些。哼，那小子居然骗我，这都1个月了还没见他，难不成我被做局了？我可是收了好多领土啊！这不是吴峰师兄吗？你也来了？哎呀呀，这不是师弟吗？你终于出现了，你可是让师兄我好等啊！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之前有事耽误了几天，师兄这一次又带来什么好东西了？这一次师兄准备的是1万升品质不下于黑金领土的筑基领土。这老东西之前跟踪我，这领土不会有问题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先验验货。师弟，你这是信不惯师兄我？师兄你说笑了，只是上次我买了你的领土，不少人说你是托，给我的是空袋子。今天就让所有人知道，你和我可没关系。师弟别！哼，师兄，你来卖领土，怎么3成都是石头？你是卖石头还是卖领土？师弟，你当真一点面子不给师兄我留？给你留面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小子，你找死！我可是灵芝峰长老。若非你是宗门长老，刚刚那一脚你就死了。可恶，这人居然如此强大，难不成是半步筑基的强者？好了，你这里领土有7000升，20升1块灵石，一共350块灵石。不对，不是10升1块灵石吗？爱卖不卖，我就出这个价。卖，这就对了。谁会跟钱过不去？哼，师兄下次还来吗？来。哼，贱皮子，要不是这里是宗门，直接斩了你。师弟，您看我的这飞剑，虽然是炼器极品，但是才买了不久，这500灵石的回收价是不是有点太低了？能不能给600灵石？我真的急用。这声音有点熟悉啊，好像是张仙师。他来造化阁出售飞剑，难不成突破筑基之后，准备换一个好点的？去看看。张师兄，这个价格已经是市面上最高了，毕竟你看这剑已经磨损这么严重。唉，罢了罢了，500就500吧，剩下的灵石老夫再凑凑。齐老，你先出去吧，张长老我来接待就行。原来是造化阁主，失敬失敬。张长老客气了，请坐。张长老出售武器是准备换一把筑基法器吗？唉，阁主说笑了，老夫出售这武器是为了应急之用。哦，应急之用。张长老为宗门内门长老，什么急事急策到需要出售使用法器？当然，我也就问问，若是不方便，长老可以不说。唉，不瞒宗主，是为了我那徒儿。你徒儿，他出什么事情了？
师弟我刚刚晋级筑基，需要在9封之中选1封加入。谁知道就是因为这件事，为我们师徒惹上了祸事。这和你徒弟有什么关系？当初9封封主当初都来拉拢我，其中就有剑锋，因为老夫修炼的乃是剑道，本应加入剑锋最为合适。只是我那徒儿是雷灵根，是炼体的好苗子，所以你加入了炼体锋，然后剑锋找你麻烦。不错，剑锋乃第1大锋，我的行为落了他们的面子。恰逢上个月，剑锋锋主的弟子被其哥哥所杀，我徒儿事发前去了他哥哥的院子探望好友，所以他们对你徒弟做了什么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剑锋大长老上门强行带走我徒儿，等我再见到他，已经只剩下一口气。我散尽家财，也不过勉强护住他的命。要让他活过来，除非筑基中品的通脉丹，不然这辈子就是废人了。哼，好胆！阁主，您这造化阁主好强的气息，他难不成是某一封主？他该不会和剑锋主是朋友吧？不好意思，张长老，本阁主一向对这种事情很厌恶，让你受惊了。你徒儿现在在哪里？造化阁主问我徒弟为何，这应该不影响我出售法器吧？我只是想要和你做个交易，你做我造化阁的供奉，1年我给你1000块灵石的报酬，你给我做10年，我再赠送你1枚通脉丹，你看如何？1000灵石1年，这价格对于筑基而言的确不算高，只是现如今谁也不想为了我得罪剑锋，我现在似乎只有眼前一条路了。多谢阁主，我们师徒一定报答阁主的恩情。好了，你去把你徒儿带到我这里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师弟我就告退了。剑锋，好一个剑锋！明知道大牛连炼气都没有入，居然迁怒于他。好，很好，我叶凌霄若是不灭了你剑锋，枉为人！道友不知是需要购买什么丹药？筑基中品的通脉丹多少钱1枚？我只要肺腑。那可是治疗经脉受损用的，这种丹药用废丹会起反作用啊。这个你不需要管，我只问有没有，有多少枚？自然有。通脉丹整个宗门只有我万柳阁的万柳大师能炼制，因此即使是废品也价格贵些，1枚要1000灵石，3枚的话您给个2500就行。我全要了，这是5000灵石，剩下的你给我全部换成废丹。道友稍等片刻，我马上来。这炼制丹药是真的暴利，即使是基本没用的废丹也这么贵。不过这筑基中品的丹药就只有这万柳能炼制，那筑基上品极品的丹药岂不是买不到？既然买不到，那我不如自己炼。客官久等了，这是您要的丹药，都在储物袋里面了。东西不错，告辞。此人的实力连我的鉴定术都看不穿，难不成是一个阴魂境的魂修？宗门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强者？这一次算你叶哥我害了你，放心，你的仇我会给你报的。这丹药之中，我充入了一些雷系的灵根之力，正好足够让你的天赋提升到中品灵根了，而且破后而立，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。你是谁？我这是在哪儿？这里是造化阁，你师父托我救了你。师父救了我。对了，之前我被剑锋的人抓走了。既然是您救了我，那您就是我的恩人，我万军一定报答您的恩情。交易而已，你师父已经付钱了，你在这里好好养伤，用不着担心剑锋的人会来捣乱。师父您来了。经脉全部好了，而且灵根居然还升级了，破后而立，大造化呀！对了，师父，之前剑锋的人说那刘琦杀了他儿子后跑了，那叶哥怎么样了？唉，都死了，整个院子
无一人生还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哎，你要想开点儿，修仙界就是如此，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出事。你我也是如此。剑锋、刘琦，我要你们死！这小子叫这么大声做什么？你叶哥我可没那么容易死。不过现在你我还不能相认，因为你我实力都太差了。这炼药师据说没有3-5年无法入门。不过我有鸿蒙空间的灵魂之气，这灵魂之气能大幅提升我的悟性，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尽快学会炼药。炼药有3个步骤，第1个步骤将药材提炼成为药液，纯度越高越好。第2个步骤则是将这些药液与融合，过程不能有丝毫偏差。至于第3个步骤，则是将融合药液提炼为丹药，成丹之后按照单独占比区分品质。不管是哪一个步骤，都需要炼药手法，还是先将所有的炼药手法学会再说吧。封主，坊市来了个造化阁主，居然胆敢收留那张道远和他徒儿，而且他徒儿已经被救了回来，这绝对是打我剑锋的脸啊！造化阁主，什么来头？他怎么会有通脉丹的？不知道，是突然出现在内门坊市的，有可能是外来散修。哼，我让你废了那张道远徒弟的经脉，就是为了让他去找万柳大师卖身买丹药。他一个外来散修，居然敢横插一脚！封主，我这就去给那所谓的造化阁主一点颜色看看。很好，让他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。若他真的是外来散修，直接斩杀。属下告退。弟子拜见师尊。吴峰来了，来这里有何事？我可是听说那造化阁主非同小可，有可能是丹峰峰主假扮的，为的就是打压万柳大师。绝不可能，其他人不知道，我可是了解丹烟子那老东西的性格，懦弱得很，真敢和万柳叫嚣。不管如何，我剑锋似乎也没理由得罪他。那万柳虽然嘴上说和我剑锋一体，实则不过只是左右逢源的小人罢了。这个我自然知晓。那师父，你还为了他得罪造化阁主？哼，那造化阁主敢落我剑锋的面子，不管他如何强大，都将是我剑锋的敌人。好了，这件事你别管。那林无涯不配为我九灵宗宗主，等为师我成为宗主，你就能获得金丹宗门的入宗名额。你是为师的骄傲，好好下去修炼才是你该做的事情。这个弟子知晓。不过即使没有这个名额，我也有绝对的信心，在百宗大比之中加入神霄宗。很好，这才是我柳如风的弟子。下去吧。弟子告退。在灵魂之力的加持之下，我的悟性提升了数十倍，对药材变化的掌控力也提升了数十倍不止。不过只是半个月，居然就炼制出了炼器上品的丹药。按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最多2个月，我或许就能炼制出筑基级别的丹药了。快跑！怎么回事？楼下这么喧闹做什么？难道有人来找事？给我砸！狠狠地砸！哼！住手！张道远，你敢对我剑锋弟子动手，这下神仙也救不了你了。此乃内门坊事，宗门规定，任何来店铺捣乱之人，可就地斩杀。哼！我剑锋弟子能和其他阿猫阿狗相提并论。就你这实力，还想阻挡老夫？
哪里来的废物，敢在我造化阁放肆？阁主，好了，下去吧。你就是造化阁主，敢坏我剑锋的好事，你是打算与我剑锋为敌不成？为敌？就凭你也配？你是阴魂境的魂修，你真的是单眼子？老夫是谁用不着你操心。废物一个，也来丢人现眼。实在抱歉了，阁主，这件事是老夫惹下的祸事，却让造化阁受到了报复。老夫这就带着徒儿离开造化阁。怎么，你想赖账？没有，阁主误会了。打扫干净，好好做事，其余的事情我会解决。阁主，那剩下的这2个小子呢？留一个活口让执法堂来带走，另外给执法堂的人丹药多打2折。属下知晓。师弟见过孙长老。这是剑锋的楚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是来我造化阁闹事的，所以被我造化阁主斩杀。放肆！楚长老可是我宗门长老，他怎么敢的？师兄息怒，我造化阁主说，执法堂弟子为宗门日夜操劳，所以嘱咐以后执法堂所有人来买丹药的话，价格打5折。什么？所有丹药都打5折？此话当真？师弟，你可是别骗师兄我啊！自然是真的，而且丹药管够，想要什么都能定制。那我就代表执法庭谢谢造化阁主了。这楚生他们交给我就行，下次有人闹事，直接给我传讯。孙清，你执法强敢动我剑锋弟子！峰主别误会，杀你剑锋之人的是造化阁主，我只是来送人的。你说杀？楚生他人呢？那自然是死了，尸体已经通知其后人认领了。什么？死了？那造化阁主呢？你们执法队没抓回来？哼！峰主是教我执法堂做事，你的人去闹事，按照宗门规定被杀也是找死。孙清，你什么意思？哼！刘如风，老夫叫你一声峰主，你别蹬鼻子上脸。我执法堂不是你剑锋的，你若是再让峰内弟子去造化阁闹事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那造化阁主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居然如此维护他，甚至不惜与我翻脸。没什么好处，不过只是给我执法堂所有丹药打5折而已。哼，5折？他能有那么多的丹药卖给你执法堂？别到时候没几天就说丹药没了，届时你还得去求万柳大师。这个就不劳峰主你操心了。万柳大师可没你这么小心心，只要给钱，他什么都卖。好了，话我也带到了，告辞。造化阁主，好，很好，等我掌控了宗门，就让你死。终于晋级到炼气8重天了，灵魂也达到了炼魂巅峰。只是想要提升到阴魂境，就需要融合铸魂材料。我的灵魂强度太高，这寻常的铸魂材料还无法承载我的神魂。也不知道齐老猜购到我需要的材料了没？见过阁主，我让你收购的筑基上品铸魂材料收到了没？唉，属下无能，这个级别的铸魂材料太珍贵，我只是打听到哪里有而已。有消息就行，哪里能买到？炼制铸魂丹的主要断魂草只有万柳大师有，因为他这些年都在研究如何炼制铸魂丹，虽然没有成功过，但是材料都被他垄断了。很好，那铸魂材料也有消息吗？据说几年前宗主获得了一块黑煞魂石，乃是筑基上品的铸魂材料。以阁主的身份，只要开口，宗主应该会卖个人情的。辛苦了。另外这个月卖了多少灵石？回禀阁主，一共卖了13万块灵石，其中7万换成了您要的材料，剩下的6万都在这里。只是按照行情，我们还亏了3万。丹药都是我炼制的，成本不过3万，何来亏本一说？
原来如此，是属下自以为是了。好了，我出去一趟，守好店铺。现在我虽然能斩杀寻常的筑基，可是对上林无暇这个筑基7重天的强者，还是差不少。希望别节外生枝。师尊，内门方士造化阁主来访。造化阁主，终于来了吗？冒密来访，还望宗主见谅。不知阁主前来，可是我九灵宗有何不捉到的地方？宗主客气了，老夫前来只是为了求那黑煞魂石而已。哦，黑煞魂石，难不成阁主准备重铸魂基？不错，不知宗主可否割爱？条件由宗主你提。既然阁主需要，送给阁主又何妨？无功不受禄。宗主若是需要丹药，尽管说，任何精品丹药都可以。什么精品丹药？那不知阁主可否能炼制精品筑基丹？筑基丹，可是你这徒儿需要。不错，我这徒儿已经炼气巅峰，因为底蕴不错，所以寻常筑基丹不足以让他突破。可是那精品筑基丹，就连万流也炼制不出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用精品筑基丹和你换。阁主说的可是真的？您真的能炼？自然是真的。阁主可有筑基丹的药材？有，材料都在这里，一共5份。很好，等我3个时辰。五行灵气，阁主居然是5行同修，怪不得我感觉他的境界似乎还没达到筑基。师傅，这5行同修很强大吗？非常强，即使是筑基1重天，也能轻松击败筑基5重天。真的是精品筑基丹，这是黑煞魂石，阁主收好。交易完成，剩下的筑基丹药材，老夫就拿走了。阁主客气了，这些药材怎么比得上一枚精品筑基丹来的珍贵？有了这丹药，我这徒儿就能完美筑基，届时在百宗大比上就能轻松加入那金丹大宗、神霄宗了，这可是大恩啊！哦。不知这百宗大比是怎么回事，还请宗主解惑。阁主不知，看来阁主应该是从其他域来的吧？这百宗大比是我神霄域的神霄宗举办的盛典，能在大比脱颖而出的弟子，皆可入神霄宗。我九灵宗每次有10个名额。哦，还有这等盛典，那不知老夫能否给我那不成器的弟子讨要1个名额？需要什么条件？宗主尽管提，10枚精品丹药都不是问题。阁主客气了，寻常精品筑基丹最少价值5万灵石，这价值就算是2个名额也不成问题。1个月后出发之前，阁主让你的弟子来这里集合便是。宗门大比都不用参加。既然还有宗门选拔，那就按流程来。我那徒儿可不想我给他走后门，这样一来，宗门内也没有人敢嚼舌根。果然不愧是大师风范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强求。此乃我宗门核心弟子令，阁主让高徒20日后带着令牌来内门演武场选拔就行。那老夫先告辞了。师傅，这造化阁主的炼药水准比起万柳大师如何？万柳，给这造化阁主提鞋都不配。这造化阁主绝对是筑基极品炼药师，不然不可能炼制出精品筑基丹。筑基极品，万柳大师才上品啊！这还是保守估计，寻常筑基极品也炼不出这等丹药，所以这造化阁主的实力远不止表面那么简单，他最强的应该是魂修。这造化阁主炼药水平如此强大，你刚刚为何不直接将他请入我九阴宗来？这等大师，我九阴宗可没有什么资源能留住他，
强求反而会起反作用。他只要多在我九营宗一天，对我九营宗就只有好处。还是师父你想的周到。好了，这丹药你拿好，回去好好突破。那李无风已经突破筑基，你得在大比上彻底击败他。师父放心，徒儿告退了。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这神霄宗据说老祖是半步元婴的大能，为方圆万里最强大的宗门。若是我能加入，就不会连区区筑基上品的铸魂材料都买不到。而且最主要的是，到了神霄宗就没有人认识我了，我也用不着和现在一样一直隐姓埋名的生活了。此地乃是藏经阁，可有宗门令牌？我乃造化阁主弟子叶萧，这是我的核心弟子令。原来是造化阁主弟子，老夫藏经阁长老赵玄，前2天还去你造化阁买过丹药。见过赵长老，我是来这里找几部修炼功法的，不知这里最好的功法在哪里？师侄稍等。这些就是宗门最好的功法了，居然都是中品和上品的功法，我能全要吗？全部要。师侄，你修炼得过来吗？而且玉简不能带走，只能在这里看。也就是说可以，没事，不过10部功法而已，最多几天也就入门了。几天？师侄真会开玩笑，几天最多只能记住内容。不过既然师侄这么坚持，那就请便吧，只要不把玉简带走就行。5天时间勉强感悟到精通，看来还是得回去多多修炼才行。师侄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真的修炼入门了？刚刚的气息居然同时有5种功法的运转路线，这怎么可能？师叔，你果然慧眼如炬，勉强入门。真的入门了？师侄，你没有和我开玩笑？自然是真的。好了，师叔，我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吸收灵魂之力修炼的话，应该能尽快将功法全部修炼到大圆满了吧？只要将敛息术修炼到大圆满，就算是面对筑基巅峰，他也看不出我的深浅。五行剑斩！这融合了5种属性的五行剑斩，威力果然强大。使用鸿蒙空间的灵气所凝练的炼气8重天真元催动的话，一招下去绝对能将寻常筑基3重天劈死。不过这灵魂也到了极限，是时候去找那万柳大师了。这万柳阁比那宗主大殿都要繁华不少，看来这万柳赚了不少钱啊！不愧是拉拢了宗门9成炼药师的人。这次来找他买药材，希望顺利，别给我搞什么幺蛾子。等大比之后就可以离开九灵宗了，到时候也用不着和现在一样一天换几套衣服。大师，你说好的要给人家筑基丹的，这都几个月了，怎么还没给人家？前不就刚刚给了剑锋主的徒弟1枚2品筑基丹，这段时间又在和那造化阁竞争，根本抽不出时间炼药啊！大师，你可是金丹大宗出来的炼药师，那造化阁主居然如此不识抬举，还敢和您抢生意？要我说，宗主就应该把他赶走。放心，他蹦跶不了多久了，等林无涯成为宗主，就是他的死期。可是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？就不能先教训教训他？不然再等下去，那些个炼药师都要跑造化阁去了。我也知道，可是这不是找不到机会吗？大师，造化阁主来访。他来做什么？下战书不成？说是来求断魂草的。断魂草？难道他要炼制铸魂丹不成？大师，这机会不就来了？
不管他要断魂草做什么，就告诉他本大师暂时没空，让他等我3个时辰。时间到了就说我没空，让他明天再来。属下知晓，这就去告知他。阁主实在不好意思，万柳大师正在炼药，你可能得等几个时辰。等几个时辰？我看是晾我几个时辰吧。这个大师没有这个意思。齐老你应该认识，上个月他的酬劳为3500块灵石，你若是到我造化阁，只多不少。什么？3500块灵石？我1年都没这么多啊！所以，你的选择呢？以后小人就是阁主您的手下。对了，这万柳阁的那些炼药师，你应该都认识吧？给我引荐一下，告诉他们只要入我造化阁，俸禄翻倍。呵呵，阁主放心，我一定将所有人都给您挖到造化阁。赵长老、吴长老，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此人是谁？万柳大师，不是说正在炼药吗？怎么反而在这里修炼？你就是造化阁主，吴长老，你们这是准备和他联合起来对付我不成？大师说笑了，人往高处走。造化阁主炼药水准比你强，给的钱比你多，我们自然知道该怎么选。好，好，好，很好。既然如此，都给我死！阴文境3重天，不对，5重天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原本我无意和你为敌，此次前来也不过是为了合作，只可惜你不识抬举。这怎么可能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只能是不给你面子。现在，可以好好谈了没？谈？老夫需要和你谈，给我死！筑基极品灵符，不好！这是金丹强者的攻击，而且来自于万柳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师尊不会造化阁主和万柳大师打起来了吧？他若是要重铸道基的话，就要铸魂丹。铸魂丹的材料只有那万柳大师有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在此地不要走动，为师去看看。怎么回事？那造化阁主怎么会突然消失了？空间法宝？你怎么可能有空间法宝？没想到你居然有2张筑基极品的符箓，也是以你的财力，有2张符箓倒是也正常。只可惜，还是杀不死我。阁主饶命，老夫之前冲动了，你放过我，我给你10万，不对，100万灵石。你死了，你的东西都是我的。这林无涯来得还真快。万柳大师人呢？被我宰了。什么？你敢在宗门行凶，找死！你就是柳如风了吧？早就想要会会你。大师，快住手！神魂化形，不可能！师弟，你怎么了？那万柳用筑基灵符想要杀我，被我宰了。你也准备杀我不成？大师息怒，我师弟只是一时冲动。看在宗主的份上，我饶他一命。多谢大师。只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万柳不肯卖我铸魂草，还想杀我。还好老夫有保命灵符，就是可惜整个万柳阁的所有炼药师都和他陪葬了。什么？炼药师全死了？那可是我九灵宗9成的炼药师啊！我原本已经他们全部招入我造化阁，还给了一共10万灵石的预付款，
现在好了，全被炸没了。这么多！好了，宗主若是不相信，大可来造化阁找我算账。这造化阁主居然有如此恐怖的神魂修为，如此强大的神魂之力，可是不能让他离开我九灵宗啊！哼，蠢货一个，整天就知道争权夺利。九灵宗若是你来管理，早就被灭了。原本正愁没有借口弄死你，既然师弟你这次找死，那就别怪师兄我了。师弟呀，让你不要招惹造化阁主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啊？剑锋峰主，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死了？师弟联合万柳要袭杀造化阁主，却被造化阁主反杀了。什么？你宗主你还不下通缉令？哼，此事错在我师弟，以后谁再敢说这话，如同叛宗处理。也是，能杀了柳如风，那造化阁主绝对非同小可。是啊，绝对不能得罪。这次万柳和宗门的炼药师都死了，不过好在造化阁主说了，造化阁的丹药折扣依旧。太好了，只要丹药供应足够，其他的都不是问题。那剑锋的要是闹起来怎么办？彻查剑锋和这一次事情有关的全部斩杀。使用燃魂丹，强行将神魂提升到阴魂境的副作用居然这么大，看来这一次宗门大比去不了了。不过算了，反正林无涯也会给我名额，还是先修复灵魂吧，顺带将神魂提升到阴魂境。这些炼药师的储物袋和资源就是多，这一次空间已经达到了30丈的宽度，这炼化出来的灵气也比之前的浓度提升了至少3倍不止。这样一来，我的修炼速度和灵魂之力带来的悟性加长都能提升3倍不止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去神霄宗之前，我的境界应该能提升到炼气巅峰了。不过，还是先将魂修境界突破了吧。筑基中品的完美品质铸魂丹，希望让我一次性突破阴魂境界。我的灵魂强度已经达到了阴魂境5重天的标准，魂修本身就能轻松越级杀敌。我现在就算对上筑基7重天强者，也绝对能将他的灵魂瞬间震碎。是时候离开九灵宗了。阁主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最后的一批丹药全卖出去了，一共13万灵石，其中8万灵石全部换成了资源，都在这里了。我闭关这1个月，宗门可有发生什么事情？回阁主，最近1个月宗门都在清理剑锋之人，其中最大的事情就是剑锋峰主的弟子李无风居然是邪修，打伤了执法堂弟子之后逃走了。据说这些年宗门失踪了很多弟子，都是被他血祭了。哦，那个李无风据说不是九灵宗大师兄，为人随和，对师兄弟很不错嘛，怎么会是邪修？是啊，李无风我也接触过，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，的确看不出他是那种人，着实没想到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好的，阁主，那我告辞了。那柳如风，我虽然将他重伤，却并没有杀死。那林无涯看来也不是什么善茬啊。这李无风风评那么好，突然变成邪修，怕是其中也有猫腻。罢了，一切和我也没关系了。百宗大战即将开启，我也是时候离去了。走之前，最后见一面大牛，给他留点东西。
阁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最近状态如何。另外，我要离开宗门一段时间，给你送些东西。这怎么能行？这太贵重了。阁主，您给我和我兄弟报仇，我就已经很感激了，怎么还能要你的东西？让你拿着就拿着，有了实力，日后才能为我做事。可是我怎么好意思？没有可是，好好修炼。多谢阁主，我一定努力修炼。失职就是造化阁主的高徒叶宵了吧？是的，弟子见过宗主。失职无需客气，这些是我九阴宗参加百宗大比的弟子，到了神霄城，你们可以相互照应。不好意思，宗主，老夫来晚了。吴长老来的正好，这些弟子就由你护送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出发了。是非洲啊！哇，真的是非洲，我还没做过呢。此番路上凶险，这一张护身符你拿好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用。我知道了，师尊，弟子去了，你保重身体。这符居然是筑基极品灵符，只是里面为何有着林无涯的灵魂气息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和我没关系。小雪也走了，接下来就没有需要顾忌的了。我本将你当做我九灵宗未来的宗门候选人，只可惜你跟错了师傅。造化阁主，你毁我九灵宗基业，那我就用你的神魂换取一些资源，这样你我就两清了。属下拜见黑魂使。你发来的消息可否属实？真的有阴魂境5重天的炼药师？千真万确，属下亲眼所见。这等神魂，本尊若是炼化，定能突破到煞魂境。你将他找来，若是属实，本尊将赐予你大机缘。黑魂使放心，我这就将他叫来。不好，那造化阁主已经离开了宗门。什么？离开了？一定是你这废物打草惊蛇了！使者饶命！我这就将那造化阁主交好之人叫来询问，肯定能问出他的位置所在。若是找不到，就用你九灵宗抵命！拜见宗主。宗主让我们师徒前来，不知所谓何事？张长老，那造化阁主离开宗门去了哪里？你们可否知晓？阁主离开宗门了吗？我们也不知啊。那造化阁主不是和你们师徒关系不错吗？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说？宗主有所不知，阁主只是为了对付柳如风才帮助我们的。废物两个，居然什么都不知道！和他们废话做什么？直接搜魂！
哼，人跑了都不知道，要你何用？使者饶命，他还有个徒弟，我知道他徒弟的位置。你没机会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，师傅？师傅，我杀了你！哦，紫云玄雷是个炼制傀儡的好材料。这小子有个失踪的好友叫叶凌霄，而那造化阁主的弟子叫叶萧。难不成这叶凌霄就是那造化阁主的弟子，所以他才对这一对师徒这么上心？可那叶凌霄才入宗不到1年，为何林无阴记忆之中已经炼气8重天？难不成那造化阁主早就收了那小子为徒，入九灵宗也只是想要借机加入神霄宗？这样就说得通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要在这里守着，那小子一旦知晓宗门出事，绝对会带着他师父赶回来，到时候就能将他们师徒的神魂都吞噬，正好还可以用这九灵宗所有弟子给我补充魂力。魔气，那是魔气！不知为何，总感觉心中有些不安。不会是要发生什么事吧？师弟，你在这里想什么？不去休息一下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这一次去神霄宗会不会顺利。对了，师姐，你应该也才17岁吧？居然就已经筑基了，这等天赋，就算是在金丹大宗也是顶尖天才了吧？师弟，你天赋不是也很强？我情况不同，我师父用了很多丹药才给我提升上来的。那也得有天赋才行。对了，我来就是提醒师弟你，别被那些师兄带影响。修仙者当以修仙为重。我对这些不感兴趣，不过恕我直言，若是九灵宗继续如此下去，距离灭亡也不远了。唉，我也和师父说过，但是不知道为何，师父从未在意这些事。只是一味让我修炼而已。话说，师姐和你师父关系很好吗？我从小就是师父养大的，自然很好。师弟问这些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问问而已。好了，师姐，我先去修炼了。这就是神霄城，好雄伟的城门啊！这神霄城筑基遍地走，金丹强者都有不下100人，到了城里都给老夫低调行事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站住！百宗大比期间，入城的宗门出示信物，以防止魔修混入。将军，我等是九灵宗之人，此次前来参加百宗大比，这是宗门令牌，请过目。还真是九灵宗的。你们宗门都被灭了，还有心情参加百宗大比？什么？宗门被灭了？什么情况？我们才出来几天啊！不可能，宗门怎么可能被灭了？是啊，我们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。将军，我们九灵宗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收到急报，你们九灵宗7天以前就已经被黑魂宗灭门了，无一人生还。黑魂宗？那可是我神霄域第1魔门呐！被黑魂宗盯上，那宗门肯定真的灭门了。我们现在成散修了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师父也死了？无一人生还，你的意思是，所有人都死了？小子，你在质问本将军不成？是又如何？这小子才多大？怎么会这么强？师弟，别冲动，
这里是神霄宗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宗门看看吧。要回去你们回去，我可不想回去送死。是啊，那可是黑魂宗，谁知道他们走了没有？就是，现在回去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没想到你们居然如此贪生怕死，宗门可是有你们的师傅和亲人。你说的轻巧，现在回去人都死光了，我们回去有什么用？这位长老说的不错，我神霄宗弟子已经前去查看，而且这一届百宗大比你们可以继续参加，并且有优待。什么？还能继续参加，而且还有优待？太好了！这样我们岂不是也有很大可能加入神霄宗？你们居然觉得宗门灭门给你们机会入神霄宗是好事？你们还是不是人？好了，师姐，我们当务之急是先回去看看。师弟，你等等我！道子殿下，用不用老夫代劳？不用，我亲自动手。师弟，能不能慢点？我有点跟不上你了。师姐，我赶时间，得罪了。师弟，你做什么？快抢！这些可都是我们散之平时买不起的好东西啊！良品丹药，这是良品丹药。老三，你为什么？这东西给你也是浪费，我就收下了。不好！那些宗门的人来了，快跑！可恶，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吧？我们散兽能搜到点东西就不错了。可恶，怎么都是废的？这九灵宗都没那么穷吧？那是你运气不好。不过这地方早就被九灵宗自己没死的那些长老搜过了。据说各宗宗主已经把九灵宗残存的长老围在宗主大殿了，等破了大殿阵法，可就发达了。大刀宗、灵水宗，好，连你们也敢来我九灵宗撒野了？哼，你们九灵宗都灭门了，徐长老你还在这里给我摆谱？哼，我们已经禀报了神霄宗，神霄宗的强者马上就到。你们现在如此趁火打劫，就不怕神霄宗的强者怪罪下来吗？只要我们在他们来之前把你们全部宰了，东西自然都是我们的。和他们废话做什么？直接上去破了他的阵法！所有人给我全部攻击！不好，阵法又碎了！师弟，没想到你还隐藏了实力。你五行同修虽然只是炼气9重，但是实力比我强太多了。你要是去神霄宗，肯定能直接成为内门弟子。现在说这些也来不及了，等我们从宗门回去，百宗大会也已经结束了。我们或许有别的选择。我九灵宗几千年前是金丹宗门，老祖和天灵宗老祖乃是至交好久。虽然现在九灵宗没落了，但是那天灵宗依旧每10年给我们一个入宗名额。那个有几十个金丹老祖的天灵宗，不错，就是那个天灵宗。可是现在九灵宗已经被灭了，你师父大概率也死了，我们要如何才能使用名额？宗门令牌师尊出发前就给我了，况且你我天赋都不错，天灵宗不会不认的。宗主令牌就在你身上。师弟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你刚刚说了，这名额只有一个，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，抢了你的宗门令牌？啊，师弟，你别开玩笑了。这也就是我，要是换做别人，我就知道师弟你是好人，和别人不一样。哼哼，要是换做别人，或许就放过你了。啊，师弟，你什么意思？开个玩笑，看把你吓的。哼，师弟你也不是好人。我要加速了，师姐抱紧我。师弟，你慢点儿。
师姐，我们到了。那师弟，你可以放了我了吗？自然可以。师姐，你站好。这些宗门速度还真快，也不怕那魔修没走。师弟，能不能帮我去救救那些宗门长老？这些人我倒是能解决，问题是，有人来了。什么？有人来了？在哪里？你自己看。各位，这些人的储物袋都在这里，要如何分配？依我看，平分。哼，平分？我大刀宗人数比你们加起来都强，凭什么平分？就是凭什么？我看我们大刀宗得拿一半。哼，人数多就要多分，你人数再多，筑基强者也只有4个而已。神霄宗，2位是神霄宗的大人。2位大人息怒，我们只是路过的。哼，路过？路过的话，这九灵宗的人会全部死了？你们当我们是傻子不成？大人息怒，我们没有那个意思。好了，别废话，把你们所有人的储物袋都交出来，不然全部给我死！大人息怒，我们交。算你们识相。我怀疑你们还有私藏，我要好好检查一下。我们没有私藏啊，都全部拿出来了。对啊，我们连自己的家底都全部掏出来了，2位大人还要怎么检查？哼哼，自然是检查你们的尸体。 2位大人，我们可是正道宗门啊！对，我们都是正道宗门。你们这样，要是被神霄宗知道，肯定会惩罚你们的。只要你们全死了，谁知道我们做了什么？况且我现在只是看到了一群黑魂宗魔修，哪里来的正道宗门？你们怎么能这样？我们可是登记的正道啊！是啊，我们怎么可能是魔修？哼，你们刚刚不也是这么对九灵宗的吗？好了，你们放心，我动作很快的，你们不会感觉到疼的。这大殿下面居然还有个通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兄，据说这九灵宗曾经是一个金丹大宗，最强者更是达到了半步元婴。难不成这里有那半步元婴大能留下的传承？什么半步元婴？这要是获得这个传承，你我师兄弟这一次可是就发了。只是就是不知道传承够不够我们2人分。师兄，你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师弟，你误会了，我就是说说而已。这传承自然是谁有实力谁拿，况且这里有没有传承都是两说，别为了没有的东西伤了和气。哼，按照师兄你的意思，若是有传承，你岂不是要杀人夺宝？师弟，这话说的就伤感情了。再说你我都有宗门追魂印，师兄我还不想被宗门追杀。这倒是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一起下去。那是自然。师姐，你知道那大殿下面的洞穴通往哪里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师父从未告诉我宗主大殿下面还有东西，难不成真的是老祖的传承？真要是老祖传承，那可不能让他们拿走了。可是这2位神霄宗的强者都是筑基后期，甚至巅峰，你我绝对不是对手啊！这个我也知晓，不过不试试怎么？不好，快走！黑魂宗，你是黑魂宗之士！可恶！神霄雷符，给我破！这黑魂宗强者居然是阴魂境巅峰的强者，那个神霄宗的筑基巅峰在他手里居然一招都没成住，应该是神魂受到重创了。他居然还没走，不过我们离这么远，他应该没发现我们吧？他已经发现我们了。好精纯的灵魂之气，如此精纯的灵魂，本尊还是第一次见。小子，你既然来了，
那就别想着离开了。给我看！小子，我该叫你叶凌霄还是叶萧？叶凌霄是谁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小子，你还在装蒜？你是不是忘记了本尊是魂修了？而魂修最擅长的就是搜魂。狗东西，你把大牛怎么了？自然是搜魂了。说吧，你师父造化阁主到底在哪里？只要你说出来，本尊可以考虑饶你不死。搜魂，你找死！吃我一招，无形剑斩！好强大的剑气，这怎么可能？死了吗？想杀本尊，小子，你再修炼500年吧。哼，命还挺硬的。尝尝本尊的攻击。你居然也是五行同修，而且如此年轻就已经达到了炼气9重天，如此身体简直完美。那又如何？与你何干？若是能夺舍你的身体，本尊日后就能成为五行同修的金丹强者，再加上煞魂境的灵魂修为，就算是金丹巅峰也不是本尊对手。你要夺舍我，你就不怕我师父来杀了你？他就算是煞魂境强者，到我黑魂宗也得跪着。小子，你的身体本尊收下了。终于上当了。可恶，这里到底是哪里？别费劲儿了，你在这里是出不去的。我宰了你！在这里我就是主宰。你要做什么？这个魔修到底是为什么来九灵宗将九灵宗灭门的？这是他灵魂炼化出来的精华，我特地留下了其中的记忆，不知道能不能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林无涯，居然真的是你！作为一个所谓正道宗门的宗主，居然和魔宗勾结了几十年，我就说这九灵宗怎么上上下下都和魔门一样，原来从根就坏透了。可惜你被杀了，不然我把你魂炼了。对了，大牛，这黑魂宗使者之前准备将大牛的身体炼成傀儡，所以把他的灵魂和肉体都收了起来。灵魂和肉体都在，不知道能不能把大牛救回来。去吧。
大牛的灵魂和肉体都在，可是要如何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复活？另外，就连灵魂也很虚弱。对了，鸿蒙空间的灵魂之力极为纯净，可轻松炼化，先用来修复大牛的灵魂。至于复活，只能慢慢想办法了。果然可行。这样一来，大牛的灵魂就能无限地保存下去了。等我再炼制一枚储存肉体的丹药，就可以慢慢地寻找让它肉体和灵魂彻底融合的方法了。那黑魂宗执事搜魂过林无涯，按照林无涯的记忆，这晴雪从小都是被他当作容器来养，所以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也是，一个能不要命跑回来救宗门弟子的人，也不至于是什么坏人。况且我还得借助他的手加入九灵宗。既然如此，先去看看那所谓的元婴老祖传承到底是什么。按照黑魂宗执事的记忆，若非他之前炸了宗主大殿，怕是到现在都没有人知晓大殿下面居然还有这等地方。希望里面的东西不要让我失望啊，毕竟好歹是半部元婴的传承。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材质？那黑魂宗执事无法留下一丝痕迹，周围的墙面也不是凡物，金丹下品的符炸过之后竟然一点事都没有。不管了，先全部弄到鸿蒙空间之中炼化了再说。鸿蒙空间，给我炼！道玄宗的令牌，这令牌居然是1000年前九灵宗的老祖救了道玄宗长老对方给的。拿着这令牌就能加入道玄宗，这道玄宗可是化神大宗，其实力几万个天灵宗加起来都比不上啊！只是要加入道玄宗，居然需要达到金丹才行。不对，这应该说的是只要达到金丹，什么天赋都能加入。但是我现如今已经中品上赠的五行灵根了，等吸收了这一次炼化的灵根之气，绝对能达到上品五行灵根。五行灵根本就比寻常灵根强大不少，能达到上品更是比极品灵根好吸收。小宗门养不起，但是大宗门也绝对可以。先看看这九天灵诀到底是什么功法。这九天灵诀居然是道玄宗的功法，虽然是基础功法，却也直达元婴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所有属性都能修炼。放在道玄宗或许烂大街，但是在神霄域绝对是顶级功法了。先提升我的灵根等级吧。上品中等五行灵根，这五行真气的质量居然提升了3倍不止，也就是说我的实力比之前强大了3倍。不过这消耗也多了不少。不过好在这一次我炼化出来了70万道纯净的灵气，足够我修炼到筑基后期了。而且现在的1道灵气，比之前的10道灵气蕴含的灵气量都要多，相当于700万枚灵石的灵气量。修炼的速度也是之前的10倍，只要1个月，我绝对能成功筑基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师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是夜宵师弟？自然是我。你之前被震晕了，好点了没？师弟居然这么帅，也不知道有没有道侣。不对，晴雪在想什么呢？师姐，你怎么了？头还有些晕吗？不应该啊。灵魂没事啊。我没事了，师弟。刚刚有些晕，现在已经好了。没事了，那就好。有什么问题和我说就行。对了，师姐，你师父之前给你的符，可不可以借给我看看？师弟，你要符做什么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师
父，这是师父的残魂。这可不是残魂，是分魂。我说的对吧，宗主？这是我九灵宗，果然还是被灭了吗？托宗主你的福，若不是你把那黑魂石找来杀我师父，九灵宗也不会被灭。什么？师弟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师父，师弟说的是真的吗？那黑魂石真的是你找来的？哼，逆徒，你这是在质问你师父我不成？没有，师父，我只是……好了，事已至此，我也用不着再隐瞒了。那黑魂石的确是我找来的，而找他来为的就是吞噬了造化阁主的灵魂，然后他会赐予我九灵宗大量的资源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九灵宗从快灭门变得再次强大，就是靠的黑魂使大人。只是没想到你师父居然提前离开了九灵宗，导致我九灵宗被黑魂使迁怒灭门。不过也好，你的天赋很强，晴雪，你助我抓住这小子，为师我只要夺舍了他，就能再次复活。师姐，你真的要抓我吗？师弟救过我，若不是他，我也被黑魂使杀了。师父，你要夺舍，就夺舍徒儿我吧。哼，逆徒，你居然为了这小子忤逆我，很好，反正为父把你养大也是为了夺舍用，今天就成全了你。哼，师父，师姐，若是你想报仇，我随时在。我的仇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黑魂宗。师弟，你也是自卫而已。师姐理解就好。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我要去天灵宗拜师，提升实力。等我实力足够，就灭了黑魂宗，为师父和宗门报仇。你师父刚刚说要养你这么大，就是为了夺舍，你还要为他报仇？我不相信，师父从小待我如同亲生女儿，怎么可能是为了夺舍我？或许吧。不管如何，我和他的恩怨也清了，我也是时候离去了。天灵宗就不陪师姐你去了。师弟，你不去天灵宗了，你要去找你师父吗？我师父刚刚为了救我们，已经和黑魂使同归于尽了。什么？你师父也死了？对啊，我还记得之前黑魂使已经追上我们了，原来是造化阁主救了我们。师弟对不起，若不是我师父……你用不着道歉，这件事与你无关。可是师弟……好了，有什么话路上再说，还得赶路好几天呢。路上再说？师弟，你的意思是……自然是先送你去天灵宗。你一个女的，万一遇上劫修把你打劫了怎么办？师弟这话说的，我有那么弱吗？走吧，再不走，神霄宗的强者就要来了。师弟，你等等我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林霄，我小看你了，居然连传说之中的空间法宝都有。你倒是淡定，不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吗？我早就死过一次了，又有什么好怕的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丫头是不是恨死我这个师父了？她不信你会夺舍她。哼，这丫头怎么还是如此单纯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想求我饶了你？我知道你就是造化阁主，还请阁主高抬贵手放过晴雪。那丫头什么都不知晓，只要你能放过她，阁主可让我承受100年、1000年的灵魂灼烧之苦。放心，用不着你说，我也会让你受尽折磨。那晴雪那丫头，原来你也害怕亲人被灭。可是这些年被你献祭的宗门弟子，还有我的好友大牛和张仙师，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他们也有家人，也有朋友兄弟？我自然知晓，可是为了宗门我没得选。当初我接手宗门的时候，宗门已经弱小到只有3个筑基，若非我用换取的资源招揽来大量筑基强者，九灵宗早就灭了。哼，九灵宗灭不灭，与我何干？好了，你可以去死了。好好在这里享受吧，或许有朝一日我会给你一个痛快。对了，师姐，你可否知道天极州在什么地方？师弟，你问天极州做什么？你想要去天极州吗？不错，据说那里有很多元婴和出岫大宗，我想要去试试能不能加入，毕竟师父没了，
我也得找个宗门。以师弟你的天赋，若是去天极州加入出窍大宗，怕是都没有问题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的天赋加入个元婴宗门或许都难。师姐，你天赋也不弱，用不着妄自菲薄。师弟你就不用安慰我了，我还是先和你说说天极州吧。师姐请赐教。我们皇朝的版图一般分为州、域、城、县几个等级，而我们神霄域属于玄天州。那天极州呢？天极州是距离我们玄天州最近的大州之一，可是即使如此，要抵达天极州，也得横跨千万里才行。千万里？那不是得御剑飞行好几年才能抵达？那还是师弟你的飞行速度快，寻常筑基飞行几十年都到不了。不过也用不着飞行，只要去神霄域花钱，就能乘坐传送阵去到其他的域。只要这样转几十次，1、2个月就能到了。原来如此，这就好。唉，真羡慕师弟你财大气粗，这可是得花几十万的灵石啊！要是我，把我卖了都出不起这么多钱。师姐，你要是也想去，我们一起也行。算了，我和师弟你去就是累赘，等我实力强大了，一定来找师弟你。若是师姐你来，就直接来道玄宗找我，我准备加入道玄宗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天灵宗果然比九灵宗强大不少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师姐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师弟，你也保重。先去神霄城看看能不能找到能让大牛灵魂肉体如何的丹药，若是不行，就直接去道玄域。问了10多家丹药店都没有我要的丹药，若是这神霄药房也没有的话，那整个神霄域大概率都没有了。先去看看吧。贵客，你来我神霄药房算是来对了。我神霄药房可是神霄宗丹峰峰主亲自开设的药房，你要的融魂丹，整个神霄域只有我们这里能买到。这融魂丹价值以何？另外效果如何？融魂丹乃是筑基极品丹药，而且极为珍贵，所以价格得40万块灵石才能买到。至于效果，完全足够寻常的筑基修士使用了。哦，40万吗？那给我来1枚。贵客，你确定？这可是40万灵石啊！而且得等半年的时间，因为这丹药只能我丹峰峰主炼制，最近他都没时间。什么？要等半年？我出60万灵石，能不能请丹峰峰主现在帮我炼制？什么60万？贵客，你莫不是开玩笑吧？我说真的。贵客息怒，这真的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峰主真的没时间。既然峰主没时间，那能不能把丹方卖给我？丹方？贵客是准备找别人炼制吗？恕我直言，整个神霄域能炼制这丹药的不超过3人。你就告诉我丹方卖不卖就行。这丹方其实是可以卖的，不过这价格最低也得50万块灵石。50万？怎么比丹药还便宜？丹药无法复制，但是丹方可以，很多地方都能买到这融魂丹的丹方。不过我们这里附带有我神霄宗峰主的笔记。原来如此，也是。这丹药之所以贵，是因为炼制的方法困难，就和那些寻常功法一般。哈哈，贵客说的不错，这也是为何炼药师高贵的原因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要1份丹方和1份对应的药材，一共多少钱？一共55万灵石。贵客要不多买2份药材，1份怕是不够。一般金丹炼药师的成丹率在3成。也好，这里是100万的灵石，给我来3份药材和1份丹方，剩下的全部给我换成废丹。没问题。贵客稍等片刻，我去备货。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灵石，怕是少不得麻烦。不过只要我神魂修为也提升到阴魂境5重天以上，寻常筑基巅峰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李长老，来大鱼了！一个散修居然拿了100万灵石来购买丹药。100万灵石？什么修为的散修？确定是散修？肯定是散修。连融魂丹的丹方都还要花钱买，背后绝对没有金丹宗门。我坑了他50万灵石，几万灵石的东西，你让他50万灵石买？周掌柜，你是越来越黑了。不过既然是散修，能拿出100万灵石也绝非常人。王长老说的是，这不是有王长老你在吗？您筑基巅峰的修为，区区散修还不是手到擒来？给他的东西你做好标记，等他离开神霄城再动手。毕竟若是被宗门发现，
这大鱼可就没我们的份儿了。属下知晓，我已经下好千里追魂引了，只要在神霄宗附近，都逃不过我们的追杀。做得不错，下去吧。属下告退。贵客，这是您要的东西，都在这里了。好，钱货两清，那我告辞了。贵客慢走。这神霄药坊居然也干杀人越货的勾当，看来这宗门和那九灵宗也没有什么区别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罢了，先修炼，等筑基之后，让他们知道我敢拿出100万灵石，是因为有足够的实力。厉长老不好了，千里追魂引的标记消失了！消失了？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筑基极品灵符，除非是阴魂境后期的魂修或者金丹强者，不然不可能发现，更不用说是抹除了。现在的灵气比之前纯净了7倍，居然10天不到就达到了炼气巅峰，是时候炼制筑基丹突破了。差点把你忘了，罢了，看得心烦，给你个痛快吧。我要突破筑基的话，需要的筑基丹1枚可是不够。那黑魂使灭了整个宗门，获得的筑基丹足足20枚，全部提炼成完美品质的话，绝对足够我突破了。完美品质的筑基丹足够了，那就是筑基材料了。我要铸就一个强大的道基，仅仅只是这些筑基上品的材料绝对不够，得用灵根之气升级一下。金丹上品的筑基材料铸就的道底居然如此强大，这随便一拳的威力绝对比寻常筑基7重天全力一击还要强。现在我若是全力爆发，怕是能和寻常筑基9重天甚至10重天战斗了。既然如此，也是时候炼制融魂丹了。吸收灵魂之气，提升悟性的同时炼制丹药，居然一次性就炼制出筑基极品的良品丹药，用鸿蒙空间炼化成完美，绝对能让大牛成功复活。好好睡一觉吧，等醒了就是新的人生了，到时候要过什么样的日子，你自己决定。不知不觉，距离离开已经快1年了，村子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到家了，大牛。这修仙界尔虞我诈，没有背景和实力，最终逃不过死亡的命运。这里的金银足够你衣食无忧一辈子，
还有几千灵石，未来的路如何走，看你自己了。我这是在家里，什么情况？这是叶哥，你果然没死，没想到你居然是阁主的弟子，怪不得阁主对我们这么照顾。可是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你还活着，害我担心那么久？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活着，等着见到你的那一日。只是我不甘心，为什么师父这么好的人会不得善终？为什么？我要为师父报仇！就算魂飞魄散，我也要灭了黑魂宗所有人！让我看看，是神霄宗的什么人，居然敢来打劫我！等一下见到他直接斩杀，不要节外生枝。那是自然，这肥羊能拿出那么多的灵石，手中肯定还有存货。这次我们怕是发了。终于来了，这么快的速度，看来实力不弱。贵客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掌柜的不远千里来找我，不会是因为多收了我的钱，准备来退钱吧？哼，牙尖嘴利的小子，不过只是个筑基一重天，居然如此嚣张。长老和他废话做什么？直接杀了他不就行了？正好用你们来试试看，我现在的实力到底有多强。神魂法相，阴魂境巅峰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自然是杀你们的人。阴魂境巅峰又如何？本长老先灭了你的肉体！死！什么？筑基巅峰，也不过如此。我的神魂境界达到阴魂境3重天，对付不修炼灵魂的寻常筑基巅峰修士，已经足够了。至于术法境界，刚刚爆发全力，也只是勉强挡住对方的攻击。对了，这人的雷系天赋很强，不知道能不能把他的雷灵根也融合了。五行灵根居然和雷电灵根完美的融合了，灵气强度比之前翻了1倍不止啊！现在我的灵根得叫做五行雷灵根了，虽然等级依旧是上品中等，不过比寻常的极品灵根凝聚出的真气都要强大。不过这神霄宗居然坑了我几10万灵石，离开神霄域之前得把这个仇报了。不好，李玄长老死了。前不久他的师弟才刚刚陨落，大长老气还没消，这下麻烦了。这衣服不合身还真是不舒服。黑魂宗、神霄宗，一个神霄域最强大宗门，一个最强大魔门，不知道若是打起来会是什么场景。雷系果然不愧是寻常元素之中对魂体杀伤力最强大的，这一招下去，黑魂宗估计得死上1000个弟子，
也是时候走了，不然就走不了了。甄小纣，好，沈孝宗，你们居然胆敢对我黑魂宗驻地直接出手，找死！魂主，属下请求出战，属下也请求出战，杀！听说了吗？黑魂宗率领大军要攻打神霄宗。当然听说了。现在2个宗门在那黑山涧对峙，这要是神霄宗输了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逃命啊！黑山涧吗？去看看。魂主，你我2宗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何要攻打我神霄宗？哼！你神霄宗敢炸我黑魂宗，今日不给个说法，你我少不得一战！哼！那我2个徒儿被你黑魂宗执事斩杀的仇，又该如何？那又如何？我黑魂宗杀人，还要请示你们不成？你什么意思？等等，不对劲！我神霄宗的确没有炸你黑魂宗，我们正在百宗大比，断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对你们动手。哦，你的意思说有人想要我们2宗打起来？不错，很有可能。你我相争2败俱伤，对于很多宗门可都是好事。不如你我现在退去。什么？撤退？哼！不想退的可以留下。哼！这件事本魂主会回去好好查查。若是真是你们神霄宗干的，我届时还会再来。这人是谁？好强啊！是啊，这么强大，没见过啊！黑魂宗所有人撤退！怎么撤了？这黑魂宗被打怕了。这么多尸体，要不是天空之中还有那些金丹强者，我把他们全部炼化，应该能凑齐我突破到金丹的灵气了。师兄，原来是你！我刚刚看到你杀了好多魔修。你们是准备回去了吗？是的，师兄，我们准备把这些师兄弟的尸体先集中起来，然后一起送回去。就是现在还没找到护送的长老。为何没有长老护送？那些长老和实力稍微强一些的师兄，都还要清点自己的战利品，怕被别人冒领了功劳，一个个都推错。可是我们实力低微，万一路上被邪修盯上，我们都得死。我师兄为了宗门战死，没想到宗门竟然连送他回宗入土都要推脱。原来如此，既然这样，不如由我护送这些师弟回去吧。是啊，我刚刚也看到了师兄的英姿，有师兄护送，那绝对没问题。好了，你们去把其他师兄弟的尸体都送到我这里，等一下我就出发，尽快送他们回家。好，师兄，我们这就去。师兄，麻烦你等等。好了，我先回宗门了，剩下的东西就交给你们了。嘿嘿，我就说来找这些师兄哭诉，他们肯定会心软。这师兄要是知道我们算计他，会不会生气？哼，他们这些核心弟子拿着宗门最好的资源，给宗门做事也是应该的。就是，凭什么杀敌时候我们冲在前面，打扫战场拿攻击的时候他们来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师兄走了，他的功绩岂不是没人认领？对啊，那我们岂不是可以把功劳冒领了？对，反正他也不可能知道是谁抢了他的功绩。对，快点去，不然等登记结束，可是就轮不到我们来冒领了。虽然储物袋都被拿走了，但是这些尸体可都是筑基境界的。
上品上等5行雷灵根，而且无限接近极品灵根。哼！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些弟子还真以为我看不出他们在演戏，一个个演技那么差，真以为我在九灵宗被骗这么久是白过了。现在2大宗门估计都猜到是有人捣乱了，估计很快就要开始排查整个神霄城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趁现在离开神霄域，等达到金丹之后再回来灭了黑魂宗，希望别出什么变故吧。这位前辈，我要乘坐传送阵，麻烦帮忙开启一下。我神霄宗的传送大阵已经关闭，要传送的话1个月后再来。为什么关闭了？能不能通融？我真的有急事，可以多花钱。哼，这一次正邪大战，宗门高层怀疑有人暗中挑拨，导致我神霄宗死伤惨重，再多钱也别想走。怎么这么急着走？难不成你有问题？前辈说笑了，您看我有那个实力吗？我看你问题大得很，先给我回宗门说清楚。前辈息怒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传送一次价格是3000灵石，这里2万灵石，多余的就孝敬前辈你了。小友看来真的有急事，既然如此，我会行一个方便。多谢前辈，我去青木域。青木域嘛，可以，小友去阵法之中等着就行。这小子一个筑基1重天，为了离开竟然舍得花这么多钱，难不成真的有问题？可恶，早知道要他3万灵石了，要少了。管他是不是有问题，让执法长老去抓回来。只要有问题，我还能混个功劳。到时候就说这小子是宗门消息下发之前就离开的，就和我没关系了。这样，要是这小子隐藏底牌什么的，我也不会有事。师叔，既然那小子有问题，为什么不当场拿下？哼。要是我拿下了，那灵石还有我的份儿。况且，万一他有什么强大底牌，你我都得死。还是师叔你想的周到。这就是青木玉，据说是建在一株生长了足足10万年的古树灵植之上。不过这灵植据说除了单纯的大一些之外，没有任何的神异之处，不然的话早就被那些元婴甚至化神大能带走了。这青木玉炼药师众多，正好把这一次收获的法器和丹药全部处理了。虽然那些个神霄宗弟子的储物袋都被其他同门搜刮了，不过我斩杀黑魂宗的那些魂修的时候，可是爆出来了不少的物资。正好这青木玉灵植很多，多买一些废弃的药材，提升实力。贵客，我是万木阁筑基极品鉴定师，你有什么好东西都可以拿出来。那个，我要出售的东西都在这里，你给我估个价。好的，贵客，我这就给你好好看看。好多的法器和药材，贵客您稍等，我得好好看看。请便。筑基极品雷系长剑，品质良品，价值30万灵石；筑基上品丹药，价值5万灵石；筑基上品法器，价值6万灵石。所有东西全部加起来255万灵石，算260万灵石，您看如何？这个价格已经是整个青木域能拿出的最高价格了。这个价格还算公道，就个价格。多谢贵客的理解。对了，我们万木坛今天晚上有一场拍卖会，贵客您要是参加的话，我给您留一个贵宾室。拍卖行都有些什么好东西？这一次不仅有各种金丹材料，甚至还有一张破戒符哦。破戒符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贵客有所不知，最近我们玄天州和天极州的交界处出现了一片虚空乱流，据说是某位大能路过导致的，所以传送阵已经用不了了，寻常飞舟也过不去。只有使用破戒符才能安稳横渡。传送阵用不了，那绕着传送呢？或者绕着飞行也不行吗？贵客真会开玩笑，要是绕着飞行，最少几十年；绕着传送的话，多花上百万灵石，还得多花1年时间，还不如直接买几10万的破戒符呢。原来如此，那就麻烦给我留一个位置吧。好的，贵客，
这是令牌，您今天晚上准时过来就行。天字1号房。好，我晚上一定来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万木阁10年一次的金丹拍卖会。我们万木阁将会为你们献上35件金丹级别的拍品。这第一件物品就是这狂言刀，乃是金丹下品良品品质的法器，起售价10万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0。我出11万，老子出15万，我出20万。贵客除了破剑符，也可以看看我们这里的法器哦。金丹级的魂系、雷系法器有的话，我可能会要。至于其他的就算了。那贵客您算是来对了，我们这一次还真的有。你看，这不就上了？接下来是我们的第13件拍品，乃是魂修之中的念师专用的飞刀类武器——紫霄七星雷刃。金丹上品级别，蕴含强大的雷属性，底价50万灵石。什么？蕴含雷属性的魂刃？好东西，我出60万。已经60万了，还有没有人加价？魂修的雷属性武器，这东西还真是特地为我准备的。我出80万灵石。老夫出85万。我出100万。100万？谁呀？这么有钱啊？100万，已经100万了，还有没有人加价？可恶，哪里来的小子居然坏我好事？这可是100万啊！老夫出105万。我出120万。120万，肯定是有钱的主，不然怎么可能天字1号房？老夫不要了。恭喜天字1号拍下这件珍品。接下来我们拍卖下一个拍品——冰魄剑。哼，别有命买，没有命用。公子，你花这么多钱，就不怕破戒符被炒得太高吗？你不是说破戒符只要几十万吗？是几十万，不过只是起拍价。而且这一次铁木家的少主铁心可是都来了，他家有半步元婴的强者。这一次为了让铁心去道玄宗拜师，怕是准备了不少灵石。哦，去道玄宗拜师？难道公子你不是要去道玄宗拜师？是去道玄宗，不过我不一样。你和我说说他们去道玄宗怎么拜师的。公子真逗，拜师还能有什么不一样？既然公子好奇，那我就和公子说说。这道玄宗乃是天极州最强大的宗门之一，每隔10年会有一次收徒大典。而这次大典正好是在2个月后，所以这破戒符的价格才会水涨船高。原来如此，那看来我得多花点钱了。公子财力雄厚，肯定能拿下这破戒符的。或许吧。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件拍品，也是这一次的重头戏——破戒符。此符的效果可以让诸位在虚空乱流之中存在1个月的时间，足够诸位横渡虚空乱流了。起拍价50万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万。终于来了！我出60万。哼，才加10万，你不如别加。我出80万。可恶，我出90万。长老，你有种根啊！110万。铁心少爷出110万，有人加价吗？他就是铁心，看上去也没你说的那么有什么实力啊。那是自然，比起公子差远了。公子，你准备出多少钱？我不拍。什么？公子你不拍？不错，这东西在我眼里不值那个钱。那公子要如何穿过虚空乱流？这个是秘密。另外，这里有200万灵石，给我全部换成废丹和废弃药材。200万，全部都换？怎么？没有？有，公子您稍等。好，既然没有人出价，那110万第一次，110万第2次，第3次。恭喜铁心少爷夺取破戒符。刚刚天字1号怎么没出手吧？有可能，毕竟刚刚才花了120万。可能对方就不是冲着破戒符来的。刚刚那小子怎么没加价？看他样子似乎很有钱啊。那还用说，肯定是没钱了呗。不对，这小子该不会打着要黑吃黑的主意吧？不会吧，少主，真要是那样，我要不要叫老祖来？怕什么？小爷我可是觉醒上品上等兔木灵根的筑基巅峰，寻常金丹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对啊，少爷这么强，家族都放心让你一个人来。这小子若是敢来，直接宰了。对，就是如此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直接去找他，他手里的飞刀送给我娘做礼物，正好。没错，这种好东西让他拿着，可是暴殄天物啊！少爷，到时候我打头阵。公子，你买的东西，包括那武器都在这里了。东西不错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走了。
公子慢走，有空就来玩哦。那是自然。既然来了，就别鬼鬼祟祟的躲着，出来吧。既然找死，那就成全你。小子，你应该也认识本少。既然如此，交出储物袋和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，本少可饶你不死。认识你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我认识？哼！宰了这小子！2个筑基7、8重天的废物也敢对我动手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木属性。怎么回事？地面怎么了？不好！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木属性灵气。小心，这里不对劲。5行属性的木质灵气，你居然是5行灵根！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小子，我可是铁木家族的少主，我爷爷是半步元婴的强者，你别过来！半步元婴，那也得找得到我再说。我有坠魂印，你杀了我，你也跑不了。是吗？那我可得好好试试。前辈看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出现了吧？5行同修，若是寻常修士，怕是10个筑基巅峰也不是你的对手。前辈不也一样？阴魂境大圆满，40、50个筑基巅峰都不是你对手。小子，你居然能看穿老夫的修为，不简单呐！看来对付你得用一点手段了。不巧，晚辈我也略懂一些魂修的手段，前辈赐教。前辈可还好？要是没死，我再送你一程。臭小子，没想到你居然也是阴魂境大圆满，而且已经快要杀魂境了。所以，前辈，你准备好受死了吗？小子，你虽然强，还是太年轻了。你没有发现周围一切都有些不对劲吗？看来小看前辈你了。小子，老夫给你上最后一课课，想要黑吃黑，就得做好十足的准备。多谢前辈赐教，只是前辈这一课应该给自己上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开！前辈，你这阵法还真是不简单。若是几天之前的我，还真的挣脱不了。这位小友，恕才相戏耳，老夫只是和你开个玩笑。你看你的脑袋像不像玩笑？像的话，我也给你开了。小友饶命啊！老夫修仙不易啊。修仙哪有容易的？破戒符，金丹上品灵符，怪不得价格这么贵。有了这个，横渡那虚空乱流就简单多了。居然只有2个人找我麻烦，我离开万木阁的时候可是一点都没有隐藏啊！看来这万木城的民风比神霄城好一些，还想着多来几个送死的。罢了，先离开吧。这铁木家族可不简单，别被他们的老祖给抓到了，那就死定了。这老东西居然还有个藏宝图，居然还是1000年前青木域最强大的无敌元婴强者玄雷尊尊的秘境。怪不得泽老东西非要买那把飞刀，估计是和这个秘境有关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去看看。不过，走之前，正好七铁木家族的秘密藏宝库逛逛，正好手里的钱都花完了。
果然不愧是一个金丹家族的秘密宝库，这么多的东西，加起来得几百万灵石了吧？这下算是便宜我了。动静这么大，铁木家族的人应该已经堵住出口了，看来只能先去鸿蒙空间躲一躲了，正好处理一下这一次的所有收获。可恶，到底是谁？果然不愧是半步元婴的家族，居然让我的灵根提升到了上品上等5行雷灵根，去那遗迹也有更多的保命手段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？这小子哪里来的？一个金丹3重天，2个筑基巅峰吗？还好。不好！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道裂痕绵延数万公里，好像剑痕，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存在才能砍出来？这里就是运雷秘境了吗？把秘境建立在这种地方，这陨雷尊者的实力果然非同凡响。就是不知道这所谓的传承是什么，希望别搞什么夺舍的戏码吧。金丹级的傀儡吗？看来得用全力了。五行雷灭！神霄九雷灭！这些材料虽然只是金丹中品的材料，但是数量却极为庞大，全部炼了不知道能给我提升多少的灵气。这门这么大，要怎么才能打开？这东西居然还能听话，好大的剑啊！这得多大的力气才能拿得起来？小子，实力不错，连我的密罡傀儡都能击败。前辈说笑了，那傀儡不过只是金丹3重天的实力而已，击败他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若只是单纯击败那傀儡，的确不是什么难事。但是你可知道，那傀儡的实力是按照比你高一个大境界来定的。按照我的境界来定，那就是我得越级一个大境界才能击败他。这能有几个人能击败？不错，所以我这个传承数千年了还没被人获得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而且我这里设置了阵法，只有20岁以内的筑基才能进来。前辈要求这么高，就不怕自己的传承断绝？哈哈哈哈！断绝又如何？总比把本尊的传承留给废物来得好。这倒也是。所以前辈准备给我什么传承？小子，你就不怕我夺舍你？前辈说笑了，自然怕。不过我相信前辈不是那种人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小子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善类，应该是有什么底牌吧？
不过你放心，本尊若是想要夺舍，就不会把传承要求设置的这么高了。所以我才说我相信前辈，毕竟要夺舍得趁着刚刚死的时候灵魂之力最强盛的时候夺舍，几千年之后再强大的灵魂，怕是也很虚弱了。是啊，还好等到了你，不然我这传承就真的失传了。好了，废话也不多说了，本尊先和你说说本尊的传承有哪些。此乃陨雷剑，乃是元婴极品法器。你认主之后，可调节其重量，最高可达1000万吨。1000万吨，这么重，寻常元婴巅峰怕只能勉强拿起来吧？不错，所以这就得需要修炼我的另外一个传承秘法了。神魔之躯，这是什么功法？修炼到第3层，居然能以元婴巅峰的修为击败出鞘。本尊在玄天州被称之为无敌元婴，靠的就是这强大神通。只可惜遇到了那主修邪术的血魔老祖，被他阴了一手。虽然灵魂逃离，但是肉体估计已经被他炼制成傀儡了。血魔老祖吗？晚辈有机会一定为前辈报仇。那老东西现在要是还活着，最少都是出鞘境，再加上本尊的肉体炼成的傀儡，寻常出鞘后期都不一定能拿下他。你日后能达到那个实力的可能性并不大。那是自然，打不过的话，也就只能对不起前辈你了。你小子倒是一点也不客气。好了。我的时间也到了，你以后就是这剑的主人了。陨雷剑，元婴极品法器吗？好强大的威力，我就调动了一点点的寻常雷属性而已。这要是使用5行雷属性，威力还能提升数倍。陨雷前辈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的多的资源，但是这些顶级法宝和秘法，就算是几百亿下品灵石都买不到。这一次算是赚大了。先去道玄宗，一路上修炼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提升到筑基5重天以上。这就是虚空乱流，居然如此恐怖，怪不得寻常人无法穿越。还好我去了青木域，弄到了这破戒符，不然的话，要横渡这一片虚空乱流，绝对必死无疑。这破戒符虽然等级不高，似乎专门克制这等乱流。这一片区域据说是强者出现导致的，可是什么级别的强者，仅仅只是路过就能弄出如此恐怖的动静？这沿途上死亡的人加起来，怕是有1000亿不止了。这些雷似乎都不是寻常的雷霆，越发强大的雷霆越适合炼体。既然如此，这段时间就用来修炼一下我的神魔金身。仅仅只是第1重天，我的肉体力量居然足足提升了3倍不止。现在的我最少拥有300万公斤的力量，而且这20天的修炼，境界也提升到了筑基5重天了，神魂也阴魂境大圆满。不过，这也快要到天极州了。等加入道玄宗之后，再想办法突破煞凡境吧。果然不愧是化神大宗所在的驻地。这次来对了，我有鸿蒙空间，在这种地方才能快速成长起来，而且也用不着杀人越射。不过道玄宗的收徒大典还有几天的时间，正好去买一些材料，把我的灵根提升到极品。极品5行雷灵根，这个等级的灵根，即使是参加考核不使用令牌，也能加入道玄宗了。若是能考进去，自然比走佛门好不少，也用不着受人白眼。
这就是大宗门底蕴吗？这测灵石居然这么大一根，另外，周围的人实力居然都是筑基7、8重天以上，我的修为反而是最低的。居然是不到20岁的金丹境界，是萧天，萧家大少爷。据说他是传说之中的地灵根，看来这一次的道子位置非他莫属了。道子位置，那是什么？此次收徒大典，天赋最强者可成为道神宗道子。这道子是什么东西？道子就是可以直接成为道玄宗老祖的弟子，这种机会千年不遇。若是寻常要想成为道子，得在宗门核心弟子大比之中拿下第1才行。多谢兄台解惑，不知兄台高姓大名？断剑宗洪剑，我看师弟你应该也是剑修吧？身上剑意如此强大，等加入了剑锋，希望和你有机会一战。倒下的人全部淘汰，剩下的人一个个来测试灵根，上品灵根者留下，上品以下的灵根若是单属性可入外门，剩下的全部淘汰。一群废物，大爷我给你们打个标。火属性地灵根，而且还是单属性的，和传说之中果然一样。是啊，果然不愧是萧家大少。很好，火属性地灵根，资质顶级。哼，好了，下一个上来测。上品上等木属性灵根，资质中等，可入下一轮。下一个，上品中等金属性灵根，资质下等。下一个。变异雷属性灵根，这好像是紫霄玄雷啊！紫霄玄雷，5品异种雷霆，有意思。哼，极品下等灵根，就算变异又如何？也是垃圾。哦，居然是异种雷霆，这天赋相当于寻常单属性普通灵根的极品上等，很不错，资质顶级。哼，就他也配和我一样顶级？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！极品上等变异剑灵根，资质顶级。哼，这位长老，你该不会是老年痴呆了吧？极品上等的剑灵根是顶级也就算了，刚刚那小子不过只是极品下等，凭什么也是顶级天赋？你莫不是收了人家好处？是啊，这地灵根也只是顶级，极品下等凭什么也是顶级？对啊，对。哼，尔等是在质疑老夫不成？那剑灵体本身就是变异属。比寻常单属性灵根地灵根攻击力还要强大，而这变异雷属性灵根，则是因为雷属性本就比寻常属性强大，而这变异的紫霄玄雷更是雷属性之中王者，其攻击力虽然不如地灵根，却也差不了多少，因此老夫将它定位顶级天赋，有何不妥？哼，那又如何？都是2个废物。本次收徒大典成功晋级的人数为3000人。晋级者全部随我来。简直是鬼斧神工，这得消耗多少的人力才能建出如此雄伟的天梯？果然不愧是化神大宗啊！此乃道玄天梯。有化神神念镇压，这第2轮只是考核道子标准，只有走到我们面前，才有资格成为道子。只要超过1000层天梯，可直接入内门；3000层可直接入核心。区区9000层的台阶，本大爷直接登顶给你们看看。
不错，今年我道玄宗可是出了3个天才，多亏了宗主您想的好办法，用道子名额吸引天骄。殊不知这道玄天梯，我道玄宗从未有人能登顶。还是宗主你骗人技术强，就是有点不地道。是吗？那这里面那个变异雷属性的天才，我可是就分给术法峰了。什么？变异雷灵根？宗主你说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一个炼体的，把这么好资质的天骄给你，岂不是误人子弟？来我术法峰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放屁！我虽然主修炼体，但是我惊雷峰可是属于雷属性大峰，炼体只是我的个人爱好而已。好了，霸品主修雷法，这惊雷峰又有先天雷罡之气，这小子去惊雷峰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还是宗主你好，这小子我要定了。玄法，你小子要是想抢，就和我打一架。当然，就算你赢了，我也不给你。和你这个疯子打架，我脑子还没出问题。罢了，这小子就给你了。但是那萧天，你们可是不能和我抢了啊！那小子嘴那么臭，要是我弟子，怕是早就被我锤死了。这性格配你正合适。那红剑我要了，谁想要可以和我一战。那是自然，这天生剑体和师弟你天生契合，只要日后好好培养，或许就是我道玄宗的剑锋下一任峰主了。这些废物连1000层之前都这么费劲，到了宗门也是打杂的命，也不知道来做什么。可不是谁都和你一样投了一个好胎，你的天赋去那些渡劫合体大宗照样也是废物。我要是废物，那你就连废物都不如，还是一个被灭宗的丧家之犬而已。小子，你又是哪里来的？神霄玉。神霄玉，那个连元婴都没有的穷乡僻壤，果然是个废物。你要是再聒噪，我不介意送你回第1层。废物！你居然敢和本大爷如此说话，找死！我操，好强的肉体力量！这小子也是体修，还有这萧天也太废柴了吧！不是，你哪里看出来废柴的？我们纯术法的被你们体修近距离偷袭，被秒了不是很正常的事情？去，就算如此，金丹3重天被筑基6重天秒了，就算是被偷袭的，那萧天也还是废物一个。霸天这话不无道理，不过不能说萧天废物，只能说这孩子不简单，他的真气强度甚至比肩你我。什么？真气质量比肩出阙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才筑基啊！除非他是传说之中的天灵根，不然绝对不可能。是啊，宗主，你该不会想要和我抢徒弟，所以特地编出来骗我的吧？如此离谱的事情，你当我们傻啊？师兄说的不错，而且这小子还有强大的剑意，即使是比起红剑那剑灵体，也弱不了多少。等等，唐风，你小子什么意思？是要和我抢徒弟不成？若是他愿意拜我为师，我不介意和你一战。可恶啊！长风，你有种不用剑，真男人就是要拳拳到肉的战斗才爽。好了，师弟，你已经有红剑了，就别和霸天抢了。况且，到时候拜谁为师，还要看那小子自己的决定。小子，我要你死！他可是萧家少主，家族之中有出鞘强者，师弟就不怕得罪了他？他萧家再强，还能比道玄东强大不成？这倒是，不过你还是小心，宗门之中可是有好几个萧家的元婴级别长老，另外他还有一个哥哥，实力非凡。多谢提醒，接下来就要进入3000层，得小心了。这么快就3000层了，这叶灵风和红剑的肉体不错，只是第300层之后，考核内容就变了，考核的真元强度，肉体反倒没有那么重要。道玄天梯9000层，想要走到顶端，需要同时肉体、真气、灵魂同时超越同等级的寻常修士至少7个大境界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以往能达到6000层的人，每一届不过1人而已。师兄刚刚不是说了，我这徒儿真元强度比肩出阙，绝对是第一个达到6000层。叶兄，你先走吧，用不着等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在顶层等你。顶层，我怕是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那我先走了。哈哈哈哈！你看，
我就知道我这徒儿绝对是最强的。那洪剑小子都差点不行了，他和没事人一样。不过这最后3000层才是最难的，这里考验的是神魂和心境，只有性质坚定且神魂足够强大，才能走到我们面前。废物一个，让你2000层也爬不过我，看我怎么追上另外那个小子。萧天终于追上来了。作为法修第2阶段，对他而言很简单。哼，你懂个屁！那洪剑主修意境，一旦踏入6000层以上，如鱼得水。到时候你那徒弟，连他的屁都闻不到。给我开！怎么，走不动了？刚刚不是很狂吗？有说话的力气，不如多走2层。叶兄都已经8000层以上了。为什么师傅你不来救我？是你害死了我，害死了宗门所有人。害死你们的人，不是林无涯吗？就和你当初带入宗门时候教导我的一样，修仙界实力为尊，稍有不慎被人打杀也只能认命。当然，话虽如此，若是真的有朝一日我有逆转阴阳的实力的时候，我会复活先师你的幻境魔，居然让我都无法挣脱，只能依靠心境才能破除。宗门手段果然强大，不过若是只有这等水准，那这97层的天梯不足为惧。8500层了，这已经破了我道玄宗的记录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8800层了！完了，8900层了，马上就上来了。登顶难道不好吗？当然是好事，可问题是，登顶他就得成为道子，拜入老祖门下呀。啥玩意儿？我这徒弟没收成，反而成我师弟了？等等，老祖必死关，这件事他老人家并不知晓吧？是啊，我为了招到其他大洲的天才，特地放出的消息。本想着没有人能走通道玄天梯，谁能想到失算了。嘿嘿，要不这样，反正老祖闭关，我们先忽悠这小子一手，让他先拜我为师，等老祖出关，再让老祖收他为徒，如何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霸天，你哪里来的多余的智慧？师兄，你什么意思？那个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先这么办吧，总不可能让老祖出关吧？这就是最高层吗？风景果然不错啊。好小子，知道你强，没想到这么强。体修、魂修、法修3系统还能到如此高的水准，相当于同时拥有3者的地灵根水准了。前辈说笑了，晚辈只是稍微有点机缘罢了。你也不必过谦，萧家小子用了秘宝，也没有达到你的成就，足以说明你的天赋之强大。不过现在需要和你说一下道子的问题。前辈请讲。按照我道玄宗的规定，你能到这里，可直接拜我道玄宗老祖为师。只是老祖恰逢闭关突破，他老人家不在，收你为徒只能暂且等等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的待遇依旧是按照道子的待遇来计算的。所以你现在要在我们这些人里面选一个封主，暂时当你的师傅。当然，你选谁都可以，看你自己想法。不过我可是整个道仙宗最强大的体修，还是雷属性的。你不用有压力，想要选谁都行。我是剑锋封主，所有人之中战力最强。我是术法封封主，来我这里你能学到最强大的雷系术法9天神霄咒。放屁！那咒法我惊雷锋的才是正版。还有无风，你除了剑还会什么？会什么不重要，我有一剑足矣。放屁！若是有剑就够了，那还要其他封做什么？宗门设立你一个剑锋不就够了？那也可以，倒是我赏你一个长老当当。你们2个够了，我说过一切以林霄自己的选择为主。叶小子选我呀！我二徒弟是整个道神宗最漂亮的，多少核心弟子为了见他，可是天天在惊雷峰下等着。到时候我把他介绍给你做道侣。前辈说笑了，
弟子暂时还没找道侣的想法，不过拜前辈为师倒是可以。正好我最近主修肉体和雷法。哈哈哈哈！好，你拜我为师，我一定把最好的雷法传授给你，绝对让你的实力比现在强几倍。既然凌霄你已经有了选择，那自然最好。你别看霸天粗鲁，但是他手下的2个弟子可都是我道神宗最顶级的天骄。宗主，你终于说了句人话了。当然，缺点就是有可能被他的臭嘴连累，然后被打死。好了，既然决定了，我就先带我的宝贝徒弟先回惊雷峰了。好徒儿，这里就是我惊雷峰了。我惊雷峰人数不多，只有不到1000人，而住在山顶更是只有我们师徒几人。你还有一个师兄和师姐，人少一些好。我这人不喜欢热闹。哈哈哈，所以说你来对了。我操！师傅，你还真的骗来了一个师弟啊！你小子会不会说话？什么叫做骗？师傅，你看看周围，不骗谁会来我们这里？你小子懂什么？修仙之路艰难，只有吃了足够的苦才能成为强者，和你们师傅我一样。是啊，吃了苦就有吃不完的苦。废话这么多做什么？红绫那丫头去哪里了？居然又失败了！这金丹中品的法器怎么这么难？红绫，你来的正好。这小子是刚刚入门的师弟叶凌霄，以后就麻烦你带带了。以后就麻烦师姐你了。师弟用不着客气，我惊雷峰终于来了个长得像人的男人了。师弟不应该我这个做师兄的来带吗？红绫他一个就喜欢练气的人，能带什么人？让你带？我们惊雷峰已经有你和师傅2个肌肉男了，我不想再看到第3个。红绫说的没错，你会带个锤子的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师弟你对练气感兴趣吗？师姐我可以教你哦。练气没有学过，不过炼丹倒是会一点点。会炼丹？那可太好了！我们惊雷峰最缺的就是丹药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么少的人，怎么还会缺丹药？说起这个，就要问问我们尊敬的师傅了。问师傅？什么情况？有一次丹峰给我们丹药只有不到1成，师傅就把丹峰峰主和所有长老揍了一遍。丹峰放出话，我们惊雷峰要丹药只能自己买，宗主都没办法。还不都是那群废物炼丹师自己炸炉多了，损耗量大，就照着我们惊雷峰人少的欺负，也不看看老子是那吃亏的人吗？原来如此，这样的话也怪不得师傅。哈哈哈哈！不过徒儿你别担心，你是道子，他们还不敢克扣你的丹药。我操，师弟你是道子？不对啊，师弟是道子的话，怎么会拜你为师？师弟该不会是你骗来的吧？嘿嘿，你们师弟的确是道子，只是老祖闭关，所以我暂代师傅一职，而且还是你们师弟主动选的我，所以说天骄的眼光都是毒辣的，一眼就看出我的不凡之处。没想到还真的是你骗来的。死丫头，废话这么多做什么？好了，这是9天神霄咒，你好好教教你师弟，等学会了就带师弟去万雷池，你们3个一起去。哟，师傅你终于舍得开启万雷池了，我入门这么久就去过1次。那是我不让你去吗？是你自己承受不了好吧？你看看你师兄，只比你早入门10年，都去5次了。那还是算了，我可不想和你们一样全部变成肌肉男。师弟你也悠着点儿，长这么帅可别练毁容了。我知道了师姐，我会小心的。不过这万雷池是什么东西？这万雷池乃是我惊雷峰数千年来的祖师爷聚集无数雷属性天才地宝，再加上这一片雷池之地的雷霆洗炼才凝结出来的至宝，地位仅次于宗门的悟道池。好了，师傅你就别吹了，我先带师弟去到处转转，师傅你们继续在这里撸铁吧。师弟，这是9天神霄咒，你先修炼看看，我就住在你隔壁，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就行。等你入门之后，我带你去万雷池。麻烦师姐了。这惊雷峰人虽然少，不过倒也都很热情。那万雷池似乎是个好地方，等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多弄一些属性的灵根之气。现在先修炼吧。这9天神霄咒一共3层，最低的都是金丹极品法术，
第3层的九霄雷动居然是初雀极品的法术，只要学会第1层，我的战斗力都会提升好几倍。天雷灭！什么情况？红莲那个死丫头又炸炉了吗？这次炸了什么？怎么动静这么大？什么？我操！天雷灭的气息！凌霄，刚刚那天雷灭是你打出来的？你把第1层的9天神霄咒学会了？这才几天啊！我学东西比较快一点，勉强学会而已。这叫比较快？这速度比寻常人在悟道池修炼都快了。师傅，你不是说我学会了就可以去万雷池吗？我现在可以去了吗？哈哈哈哈！当然可以。等我叫上你2个师兄师姐，我都有些好奇，你能在万雷池里面坚持多久？这万雷池越深的地方，压力越大，同时承受的雷霆洗礼就越发恐怖。凌霄，你肉体虽然强大，但是境界太低，到时候小心为上。是啊，别学大师兄，差点给自己电死在里面。好了，你们先下去，记住我的话，量力而行。要是坚持不住出不来了，就立马使用我之前给你们的保命符。师傅放心，我可不会再犯同样的错。嘿嘿。我就在这里了，师弟，你还能坚持吗？还可以。哈哈哈！师傅说师弟肉体强大，没想到这么强，才筑基6重天就能承受这么强大的雷霆。好，那我就在这里停了，你别把师弟给弄丢了。那师妹你小心，我先带着师弟下去了。师弟你还行不行？这里都100米了。还可以，没什么感觉。我操，师弟你这肉体怎么淬炼的？这都没感觉？可能是我对雷电免疫能力强大吧。毕竟我是变异雷属性。这倒也是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向下。师兄，我身体到极限了。终于到极限了吗？好家伙，你这肉体比我金丹3重天的时候都要强大了。我先停下了，师兄，你就不用管我了。好，你小心一点，要是承受不住就向上游，游不动就捏碎师傅给的符纸。好的，师兄。这里的雷霆之力虽然强大，但是真的只是单纯的吸收的话，速度还是太慢了。看来还是得用鸿蒙空间炼化才行。才一次就总等到了30万道灵气，这么多的雷属性灵根之气，这要是把整个雷池抽干，我的5行雷灵根怕是能达到极品上层，甚至地灵根了。一次的收获就这么多，不过真的把雷池抽干的话，肯定很麻烦。当然，若是只抽取一部分的话，肯定没问题。怎么回事？雷池的水量怎么消耗的这么快？这1天的消耗量比我下去修炼1个月都多了。铁塔那小子又突破了不成？不可能，就算突破也不至于变化这么大。等等，难道是凌霄那小子吸收的？这怎么可能？吸收了1/3的雷池精华，炼化出来的雷霆之力，足够我把神魔金身修炼到第2层。臭小子，这一次居然待了足足1个月，不错啊！嘿嘿嘿，那是当然，我惊雷体已经3层巅峰了，现在寻常金丹上品的法器都伤害不到我。都1个月了，凌霄怎么还没出来？师兄，不是让你看着师弟吗？他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下到一半，师弟承受不住就和我分开了。我出来时候没见他，还以为他上来了。
只是半个月的时间，居然就达到了神魔金身第1层巅峰。虽然只是第1层巅峰，但是现在寻常金丹后期的强者全力一击都无法伤害到我，就连肉体力量也达到了金丹7重天的体修水准。等我成功达到金丹境界，寻常金丹巅峰，怕是都能碰一碰。不能出去太早，毕竟这一次消耗了这么多的雷池之水，肉体又提升了这么多。要是出去太早的话，反而麻烦。正好把境界提升一下。1个月筑基9重天，还算不错。师傅，小师弟不会出事吧？他的魂牌还在，人没事。我下去看看吧，没事的话我再上来。不好意思让你们担心了。哇，师弟你这身形怎么练的？居然没有练成大快户。我就是正常的修炼，可能个人体质特质不同吧。话说你小子跑哪里去了？我适应了100米深的位置后，就去了更深的地方。金身境界，你小子肉体境界居然已经达到了金丹中品，已经快和铁塔这小子都差不多了。我操，金丹中品，师弟你吃仙丹了？你才多大呀？师兄问这个做什么？我今年刚刚17岁。才17岁？我17岁的时候炼体修为才刚刚筑基巅峰啊！师弟，你简直是个怪物！师弟，你这天赋，怪不得能当道子。以后你发达了，可是得罩着师姐我啊。好了，你先换套衣服吧，这可是道子才能穿的。好。师弟，你简直帅爆了！天天对着2个大块头，终于能让我养养眼了。哈哈哈哈！师弟，你这颜值，再加上是道子，以后追求你的人得排到宗门脚下。师兄师姐，你们就别逗我了。不好意思，师傅，这一次多消耗了一些雷池的水。雷池的水本来就是给你们修炼用的，别说就用了这么点儿，就算用完了也没问题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啊，师傅虽然大大咧咧的，但不是小气的人。好了，为了奖励你们这一次的出色表现，师傅我请你们去玉女峰吃大餐。走！师傅，你等等我。去玉女峰？你是去吃饭还是看女修？师弟，我们也走吧。终于达到筑基巅峰了。上一次去万雷池弄到的灵气数量太多了，短时间内根本用不完。不过雷池的水被我用了这么多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对了，都快2个月了。我作为道子的资源怎么还没发下来？去问问去。师傅可是说我的资源每个月有1万中品灵石，那可是1亿枚下品灵石啊！原来是道子殿下，不知道子您前来所谓何事？我的资源为何2个月还没下发下来？资源？您的资源不是发给你师傅了吗？难不成被他贪没了？你是在找死吗？道子饶命啊！道子，我就是开玩笑的，资源我没动，是被术法峰的长老萧长风拿走的。他是元婴巅峰的萧家强者，我得罪不起呀！你得罪不起区元婴巅峰，就可以得罪我师父一个出岫强者。看来还是我师父脾气太好了，让你们这些狗杂碎居然连他都不放在眼里。小人鬼迷心窍，道子饶命，道子饶命啊！晚了。哼，萧长风，那不就是萧家了？看来应该是那个萧天授意的，连我的资源都敢动。原本不打算和你计较，既然你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我去，这才是核心弟子该住的地方吧？怪不得傅叔说惊雷峰留不住人，对比其他峰能留得住人才怪了。得找个机会多赚点钱，改善一下居住环境。萧天敢动我的资源，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。那叶凌霄成了道子又如何？拜了一个只有蛮力的傻哥哥为师，资源照样不还是到了我手里。我师父现在是术法峰峰主，他能怎么办？他敢怎么办？叶凌霄，你敢来我的大殿闹事，你不怕宗门执法堂吗？本尊现在是道子，乃是所有核心弟子的大师兄，有权随意进出任何人的府邸。倒是你，见到我
不下来行礼，不怕宗门执法堂吗？你什么东西，居然敢让我行礼？真以为你一个假的道子名头就能吓唬住本少？本少的师傅也是封主。封主，那又如何？你私自冒领我的资源，按照宗门规定，我杀了你，你师傅也拿我没办法。想杀我？先和我这8个手下比划比划吧。这8人乃是我萧家暗卫，每一个都是金丹3重天的强者，联手之下，寻常金丹5重天都不是其对手。给我上！宰了这小子！一群废物，居然连一个筑基9重天都打不过。在我看来，你和他们一样，都是废物。哼，认不清楚自己的蠢货。既然如此，本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地灵根。哼，火卷残云。火，不巧，我也会一些火焰法术。五行之火，这不可能！动我可以，动我的资源，找死！这些储物袋都是指元婴法器级别，可都是好东西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萧天怎么没有守护法器？这种大家族天骄不都是各种守护法宝吗？对了，这里是他的府邸，有阵法守护，能破开阵法最少都是出窍级。要是真的出窍进来了，他的那些护身法宝也没用，而且这些法宝还会无时不刻消耗真气。不如先藏起来，这样说来，反而让我捡漏了。雷霸天，把叶凌霄给我交出来！雷蛮子，你敢动我！凌霄是我的徒弟，而且是宗门道子，杀他一个冒领资源的废物，还轮不到你玄法来管。能管他的只有宗主和老祖。下次敢再来找事，别怪我无情。哼，敢来我惊雷峰闹事，真以为我脾气好？对不起了，师傅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臭小子，和我还客气什么？再说了，这件事也怪我，居然不知道你的资源被人冒领了。多谢师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师傅你之前说过，我们惊雷峰缺丹药，具体缺多少？缺多少嘛？这得好好算算。正常内门弟子1个月10块中品灵石的丹药配额，我们得花30块中品灵石买。整个惊雷峰1250人，相当于每个月得多花3万多中品灵石。那不就是3亿块下品灵石？这还是现在人少，最开始每个月缺口50-60万的中品灵石，这就是为何100年时间我们惊雷峰的人数从上万掉到1000的原因。当然，这些和你没关系，是我这个峰主该考虑的事情。我知道了，师傅。等等，那好像是道子的衣服。我去，真的是道子！据说前2天他杀了术法峰主弟子，术法峰峰主去惊雷峰讨要说法，也被打了一顿。清理毒丹剑，毒丹是毒素超过70%的丹药，这种丹药服下之后，不仅无法炼化出任何药力，反而会损坏身体和腐蚀真元，对身体损害程度极大。所以这种丹药一般都是外包给火属性修士焚烧的，只是焚烧过程之中产生的毒气极为庞大，稍有不慎吸入几口，比吃几枚毒丹危害都大，所以一般没有人接这个任务。不过对我而言，这任务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，能炼化一些灵气，还能解决惊雷峰丹药短缺的问题。师弟，你这造型是怎么回事？谁给你打成这样？还能是谁？就是那雷蛮子啊！他纵容徒儿杀了我徒儿萧天不说，还打我！你是说萧天冒领了凌霄丹药的事情吗？宗主，你知道这件事？我自然知晓。原本我想看看你这个师傅知道之后该如何处理，只可惜你让我失望了。宗主息怒，
我一开始也不知道。可是你后来知道了，你不会不知道，我道玄宗戒律冒领弟子资源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一律死罪吗？他萧天不知道，你这个师傅还不知道，他的死完全是你害的。好了，这件事就此作罢。当然奉劝你，凌霄天赋强大，你若是不想得罪一个日后的化神强者，就去赔礼道歉。下去吧。多谢宗主提点，我这就去。道子殿下，这里就是废丹县了。周围的丹药都是宗门积攒了几十年没有处理的废丹和炉渣，有大量的丹毒。您贵为道子，没必要以身试险啊。无妨，我修炼的灵火极为强大，正好需要丹毒来淬炼灵火。既然道祖您决定好了，那老夫也不多言了，只是您千万小心为上。好多的丹药，不过却也不能明目张胆带走，还是先烧吧。好多的灵气啊，居然一下子就炼化出200万道纯净的灵气。按照现在的灵气质量算，已经相当于5亿枚灵石的灵气量了。而这仅仅只是整个毒丹县里面不到1/10的毒丹。若是将整个毒丹宴的毒丹全部炼化，相当于白嫖几十亿下品灵石。这还只是宗门最近几十年的存货，宗门存在几万年，浪费的毒丹太多了。当然，最主要就是还能炼化出大量的2品以上丹药。等清空了这毒丹县，获得的丹药足够惊雷峰使用几十年了。不过坐吃山空可不行，得把这些丹药换成灵石，再用灵石换取更多的药材和资源。红绫，你们2个怎么来了？师弟有好消息告诉你。师弟，你快讲讲。有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？说来听听。师傅，我惊雷峰不是缺丹药吗？所以我这一次炼制了一些丹药，可以按照成本价出售给惊雷峰的弟子。哈哈哈，那感情好。有多少丹药，师傅我买下了，也用不着成本价，就按照市场价就行。师傅，你确定全买？我怕你没那么多钱。臭丫头，你师傅我还没那么穷，寻常几十万中品灵石还是能拿得出手的。几十万够了，那我就拿出来了。师傅，你退后点。退后？不就是几枚丹药吗？我操，好多的丹药！凌霄，你打劫丹峰去了？师傅，这些丹药你看看价值多少钱？你的钱买不买得起？都是2品以上，而且都是筑基级别的丹药，这么多全部加起来得价值几百万中品灵石了。凌霄，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丹药的？不会真的抢了丹峰吧？师傅，你想什么啊？丹峰连你都抢不了，师弟这实力怎么抢？嘿嘿，这倒也是哈。不过师弟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多丹药？这些丹药都是我自己炼制的。什么？都是师弟你炼制的？这怎么可能？哈哈哈，凌霄，你小子还挺会开玩笑的。你看，把你师姐都给骗了。我没有骗你们，都是真的。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师傅，你们让让。你小子不会要炼丹吧？可是一个人，就算炼药技术再高，也不可能短时间内炼制出这么多的丹药吧？别人做不到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我操！5星雷属性灵气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操！
凌霄，你这是炼药还是炒菜？怎么全部倒进去了？我虽然不懂炼药，但是这好像不对吧？师傅，师弟这么多金丹药材一起炼制，这要是炸炉，不会把我们炸死吧？我也不懂，我又不会炼药。不过我肯定是没事的，你师弟可能也没事，你就难说喽。师傅，你又吓我！你在这里还能让我出事不成？知道你还怕什么？好好看不就行了？还算成功，一次性炼了100丹药。师傅，你看看。我了个操！你小子给我来真的呀！真的成了！师弟，你是怪物吧？师姐，你这怎么还骂人啊？还不是你太变态了！这一次性炼制100枚金丹下品的丹药，这要是被丹封的人知道，还不得吓死？你师姐说的没错，你就是怪物。好吧，你们要这么说，好像也没毛病。对了，师弟，你现在1个时辰就能炼制100枚丹药，岂不是说1个月就能炼出几万枚？1枚金丹下片丹药的利润最少10块中品灵石，你1个月就能赚几十万了。啥玩意儿？1个月顶我干10年？哪能炼制那么多？不过要是有足够的废丹的话，我用来回炉，我1炉能炼制几千枚。那我们惊雷峰岂不是以后都不缺丹药了？死丫头，你要让你师弟耽误修炼吗？惊雷峰的丹药是我的问题。师傅，你不用担心。我炼药的过程中需要大量消耗真元，从而加快修炼速度，而且还能淬炼神魂，对我而言其实是好事。对，我炼体的时候也是能提升炼体速度。既然如此，丹药的出售和药材的购买就交给我，你安心修炼就行。那就多谢师傅了。我要废丹，大量的废丹，还有药材，另外毒丹也可以，我用来淬炼我的灵火。至于丹药的价格，我准备市场价7折。7折？那不是亏大了？是啊，师弟。那萧天冒领我的丹药肯定是丹峰授权，不然萧天绝对拿不到。而且他们既然针对我惊雷峰，那就砸了他们的饭碗。再说了，我成单率很高，大不了少赚点。不愧是我徒弟，那就干他们！对，干他们！本峰主召集各位来，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宣布一件大事。从今天以后，我惊雷峰的所有丹药恢复正常供应。恢复供应？难不成丹峰和我们惊雷峰和解了？太好了！这样一来就用不着峰主天天去猎杀妖兽赚钱养我们了。可是丹峰有这么好心？废话，总不可能是峰主一个人供应全额丹药吧？不用猜了，丹峰的那些蠢货自然不可能给我们丹药，所有的丹药都是道子炼制。今后惊雷峰所有人每月丹药配额为30块中品灵石，而且购买丹药一律市场价5折。什么？每个月30块中品灵石，而且还所有丹药5折购买？道子哪里来的这么多的丹药？你操心这些做甚？道子殿下和峰主大人敢说，自然是有足够的丹药。道子万岁！道子万岁！峰主万岁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来买丹药的人都去哪里了？人都不见几个。是啊，平时的话都卖出去几万块中品灵石了，今天到现在居然还不到1000灵石。难不成去其他峰的店铺买了？难不成其他峰敢和我们丹峰抢生意？哼，真要是这样，这个峰就等着丹药配额降低吧。惊雷峰的丹药是真的好啊，价格还只有丹峰7折，以后再也不去丹峰买了。死贵就算了，还得看他们脸色。惊雷峰，雷麻子的峰，可恶！他居然敢和我们丹峰抢生意！好，这惊雷峰胆子越来越大，得罪了术法峰，还敢来得罪我们丹峰，他就不怕以后1颗丹药都买不到？走，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所有丹药一律7折，而且都是良品丹药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别抢啊，人人都有。先给钱那小子，你钱给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师姐，太开心忘记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所有人一起来！峰主，那雷蛮子不知道哪里用来大量丹药，正在和我们丹峰抢生意，还是7折的价格。这种事情还来打搅我？他雷蛮子能有多少的丹药？让他卖几天家底掏空了不就行了？他无非就是想要给我们施压，让我们降价，他好暗中收购。这么低级的套路，你们都看不清楚？我们原本也是这么想，
可是他已经卖了1个月了。什么？1个月？他这1个月卖了多少丹药？大约500万中品灵石的丹药，是我们3个月的销售量。500万银石，难不成他去其他宗门买的低价丹药？可是哪个宗门敢坏规矩？不管如何，不能降价。另外，他除了卖丹药，还做了什么？还收购废丹，还有药材，赚的钱都买这些了。看来他是把这些废丹和药材全部拿出去宗门之外卖给散修赚取差价，再用钱来搞我们丹峰。传令下去，把丹峰所有的废丹都给我卖给雷麻子，看他有多少钱能卖出去多少。峰主英明啊，我们这就下去办。对对对，等他那些废丹卖不出去，看他压那么多怎么收场。师姐，你这么神秘干什么？这一次的丹药到底卖了多少钱？师弟，你绝对猜不到。不过你可以往大了想，应该是300万中品灵石吧？按照计算，大致就这个价格了吧？你猜错了，师弟，是500万。500万？怎么会这么多？还不是丹峰那些老东西，他们上个月刚刚以原材料涨价为借口，所有丹药价格涨价50%。我们虽然7折，但是价格比之前还贵。原料涨价的话，丹药涨价倒是也合理。哪里涨价了？都是那些丹峰老东西为了抬高价格找的借口而已。事实上，不仅没有涨价，反而压价，药材成本比之前低了30%。这些丹峰的老东西是真的黑啊！果然，这些炼药师都是一个德行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宗主不管吗？宗主也不敢过多插手，毕竟这些炼药师都抱团，宗主一旦管得太狠，他们一个个都摆烂不干活，宗门直接停摆。要我是宗主的话，给他们全收拾了。师姐说的不错，这种人就该好好收拾。对了，这是师傅收购的材料，说起来也多亏了丹峰压价，所以师傅多给了1成的钱。灵芝峰的弟子都抢着出售。居然这么多！师姐，你们忙活了这么久，我给我们分一部分酬劳。你给惊雷峰弟子了那么多丹药，我们不过只是帮一下忙而已。这要是还要拿钱，我们师徒还有在道神宗混吗？你好好修炼，尽快突破金丹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我就不交情了。师姐放心，有这些资源，10天之内我绝对能突破金丹。那正好，1个月后就是宗门大比，到时候前10能入宗门悟道池修炼，进入悟道池修炼1天，抵得上在外面修炼1年哦，你可得抓紧了。1天抵得上1年？这悟道池什么来头？这悟道池可不简单，是我道玄宗一处连接了天地法则的天地裂缝，有法则巨献能大幅度提升人的悟性。可惜了，你师姐我是没实力进去了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悟道池我必须去看看了。师姐，那我先走了。师弟，这么晚了，要不直接在师姐这里休息多好。那个，师姐别开玩笑了，我先回去修炼了。这一次收获的资源比之前所有加起来还要多10倍，足够我将灵根等级提升到极品之上的地灵根了。升级灵根所带来的强大力量，不知道能不能助我突破金丹境界。是时候了，鸿蒙空间，给我练！我去，师弟这是突破金丹，怎么比别人突破元婴动静还大？对啊，这气息，我感觉能一拳打死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惊雷峰的漫天玄雷都被震散了，这不是亏大了？哈哈哈！这些紫霄玄雷可不是天地异象变成的，而是这一座惊雷峰凝结而成的。只要惊雷峰还在，这雷就永远都在。
师傅，我成功突破了，就是不小心炸了一座山。只要你能突破，别说炸一座山，就算是10座、100座也没问题。师弟，你突破动静那么大，到底凝结的是几品的金丹？极品金丹，这要怎么看？有什么区别吗？金丹等级一共9品，每提升1品真气凝练1倍，9品金丹同级比1品金丹强大9倍。你只需要看金丹之上的道纹有几条就可以了。1条道纹1品，我的怎么是10条道纹？难不成是10品？可是师傅不是说只有9品吗？师弟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的应该最低都7品，甚至可能8品吧？我的4品金丹可没那么强大的气势。臭丫头想什么呢？还8品金丹？就算是那些合体甚至渡劫大宗都难以出现一个，你怎么不说9品？我想想都不行吗？万一是真的呢？其实，我的金丹的确是8品。我操，真的是8品！师弟，你没开玩笑吧？那可是8品金丹啊！你也是和我们开玩笑吧？等等，要是真的是8品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小子现在的真气强度相当于金丹4重天？再加上你是5行雷属性，原本就是一种极为逆天的强大属性，这战斗力不能和金丹巅峰差不多？不是，师傅，你怎么也开始开玩笑了？我哪里开玩笑了？不信你让你师兄和凌霄打一场试试看。那个，其实我能感觉到师弟的实力远比我强大得多，我可不想被师弟揍。师兄，你说笑了，我揍谁也不会揍你啊。所以你现在的实力已经有了争取你悟道池的资格，不过你得小心一个人，就是被你杀了的萧天的哥哥萧玄，他有可已经突破到元婴了，还是极品上等灵根，实力非凡。师父放心，我一定小心。老祖，您安排我们的事情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已经买通了宗门的任务堂长老，那叶凌霄就算是道子，也必须完成这一次的任务。我们安排的人，绝对能够让他悄无声息地死在神霄域。很好，不过要记住一件事，那小子怎么说也是道子，安排的杀手一旦失手，第一时间离开，千万别被赶来的宗门强者抓到。老祖放心，我是一鸣找的血砂堂的天字号杀手，绝对能不留痕迹。那要是还失手，我们不是白花钱了？只要能拖延那小子一段时间，让他赶不上宗门大比就行。作为道子，即使是到不了前10，也有机会进入悟道池。他天赋本来就强，若是让他再进入悟道池，萧儿很快就会被追上。原来如此，老祖英明啊！好了，下去吧。记住这件事必须把我萧家摘干净，我萧家的人一个不能和血砂堂的扯上关系。老祖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一切了。宗门任务还是强制任务？我都道子了，怎么还有强制任务？等等，这个任务是去神霄域，还是神霄宗发来的求援？需要协助他们剿灭黑魂宗。有意思，这任务怕不是宗主故意给我发的吧？也好，我和黑魂宗的仇怨也是时候清算了。见过道子殿下，老夫乃是宗门派过来协助您完成任务的护道者。那我的安全就麻烦长老你了。道子客气了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出发了。好，那就出发吧。想好了没？九灵宗弟弟的传承到底是谁拿走的？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是黑魂宗的黑魂使带走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冥顽不灵。既然不说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不好，这血有问题！快跑啊！吴长老，
这一次宗门要接待什么强者？居然连宗主和老祖都来迎接。据说是化神大宗道玄宗的上仙前来，很有可能是传说之中的元婴大能。我们能跟着见一面，已经是天大的机缘了。什么？道玄宗？那可是化神大宗啊！我们居然能见到这等存在。是啊，是啊，还好当初我们没有和叶宵和晴雪那两个蠢货一起回去，不然现在骨灰都找不到了。那是自然，跟着老夫肯定没错。就是道玄宗的强者吗？好气派的非洲，我的非洲在他面前简直就是垃圾啊！不知道这一次来的是不是传说之中的元婴大能？要是来一个年轻的宗门天骄，看上我的话，我岂不是发达了？别说话了，小心惹得上仙不开心。强大的气息，仅仅只是走路带来的气息都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。这位天骄才多大呀？等等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位天骄有点眼熟，特别是那双眼睛。师兄，你是不是想要说像夜宵的眼睛？像是夜宵？你小子魔怔了！你看谁眼睛像，难不成就是那夜宵？夜宵才什么境界？这位天骄可是最少金丹巅峰的强者。我也觉得有点像是夜宵的眼睛，那种感觉简直就是同一个人。见过两位道玄宗上仙。拜见道玄宗上仙。这位是我道玄宗道子，老祖亲传弟子。这一次剿灭黑魂宗，由道子殿下出手解决。什么？道子殿下？传说道子可是道玄宗未来的宗主啊！居然是这等大人物，我道玄宗这一次可是走大运了。宗主，还不快请两位上仙去大殿？居然是吴峰他们，没想到他们居然还加入了神霄宗。说起来，九灵宗除了他们，也就只剩下我和晴雪，还有大牛还活着了。道子殿下大驾光临，我道玄宗三生有幸，还请道子殿下去我神霄大殿稍作歇息。说说吧，你们是如何和那黑魂宗打起来的？据我所知，你们和黑魂宗之前不是已经和解了吗？没想到道子连这些都知道。您说的没错，原本我们的确是和黑魂宗和解了，可是没想到那黑魂宗居然撕毁协议，劫杀了我神霄宗运送尸体的天才。运送尸体的天才，那不就是我吗？说说现在的情况。回禀上仙，我神霄宗的那位天骄被劫杀，数百个宗门天才弟子的尸体被劫走，宗门的弟子自然不答应，毕竟谁也不想为了宗门还身首异处，我们只能和黑魂宗开战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我会处理，你们不用理会，区区几个金丹巅峰而已。多谢道子殿下，多谢道子殿下。对了，道子殿下，我神霄域的天灵宗前不久被灭门的事情，小人想要和你汇报一下。什么？天灵宗被灭了？哼，一个区区金丹宗门灭了就灭了，这等小事你们怎敢来叨扰道子殿下？上仙息怒，上仙息怒，只是那天灵宗被灭的极为蹊跷，所以小人才想要和上仙说一下，绝对不是叨扰上仙。哦，被灭的蹊跷，说来听听。回禀道子殿下，这天灵宗是一言间被冻结成寒冰的，而且据一些天灵宗幸存弟子所言，天灵宗远远看去，宗门内有一个至少1000米高的寒冰巨蛋，肯定是某种化神甚至合体大妖的蛋。什么？1000米高的寒冰巨蛋？这个大小的蛋绝对是化神级大妖的蛋，那蛋现在还在天灵宗？小人后面去看过，的确有一个蛋存在过的冰晶痕迹，但是那蛋已经不见了。不见了？不过也是，这等蛋肯定有大妖守护，你们没被杀都算是幸运了。道子提点的对，刚刚是老夫有太过激动了。这等大妖的蛋，除非老祖前来，不然老夫的实力还没有资格染指。对了，你说天灵宗有人幸存，幸存者在哪里？已经被玄天宗的出破上圣带走了，小人也没见过人，只是听说而已。好了，多余的事情用不着再多说，时间紧迫，我们这就去解决了黑魂宗。之前说好的供奉在哪里？多谢两位上仙，这是早就准备好的灵石，一共中品灵石5万，道子殿下请过目。不用看了，区5万灵石而已。好了，今天内我会解决黑魂宗的事情，黑魂宗的地盘你们明天去接收就行。走吧，张长老。没想到时隔半年，我又回来了。哦，道子殿下，您和这黑魂宗有恩怨不成？的确有点，不过都是小问题。好了，你退后，我要动手了。
怎么回事？我感觉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在我黑魂宗之上。魂主大人，您多虑了吧？我黑魂宗的阵法那可是金丹极品阵法，就连寻常的元婴强者都不能一下子打碎。话虽如此，但是这一道气息总感觉没那么简单。怕什么？就算是这阵法能破开，我黑魂宗内可是还有那3位大人。这倒也是。不对，这气息是元婴大能。好恐怖的剑！这剑怎么好像是传说之中失传的陨雷剑啊？哦，长老认识这陨雷剑？当然认识。那陨雷尊者乃是你的师父雷霸天的好友，只可惜1000年前被人所害。陨雷尊者居然是师父的好友。这陨雷剑不是雷峰主给你的，难不成是道子殿下从陨雷尊者的遗迹之中得到的？这也太巧了吧！那遗迹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在哪里。机缘巧合罢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才是真的生死之战，长老你可得准备好了。生死之战？道子殿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这黑魂宗不是被道子殿下你灭了吗？黑魂宗的确被灭了，但是黑魂宗之中可不仅仅只有黑魂宗之人，若非我神魂等级不低的话，还真的发现不了。看来是有人想要我死。血砂堂，是谁让你们暗杀道子殿下的？既然知道我们是血砂堂，那就应该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告诉你们任何消息的。哼，不过一个元婴一重天，2个金丹巅峰而已，真以为老夫是吃素的？我们不需要击杀长老你，只需要拖住你，再将这小帅哥杀了，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。你们血砂堂就不怕我道玄宗老祖出关灭了你们？我血砂堂虽然没有化神，但是出鞘杀手也有数十人。况且你道玄宗可没那么大魄力，毕竟你们老祖到现在还在闭关，谁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关？你们居然连这个都知道，到底是什么人告诉你们的？好了，不是要杀我吗？那就试试看，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。这老东西就交给你们了，那小帅哥我亲自解决。给我站住！张长老，你的对手是我们，要去追，得先杀了我们。你们这些杂碎，找死！小帅哥，你的速度还挺快的，可惜只是金丹1重天，姐姐我可是金丹巅峰，你是逃不出姐姐我的手掌心的哦。是吗？你能追上我再说吧。不见了，怎么可能？你去哪里了？怎么一瞬间就不见了？又是这一把元婴法器，你要是金丹后期还能杀了我，可你只是金丹1重天。这是元婴极品法器，不可能！你的实力怎么会调动如此强大的元婴法器？不要！金丹巅峰果然不俗，居然能在我的攻击之下坚持这么久，看来不能小看任何一个修士啊！也不知道张长老那边如何了。好强大的波动，道子出事了吗？张长老不过只是拿1个月几千块的俸禄而已，用不着如此拼命吧？哼，废话少说，老夫和你们追求的不一样。老东西，给我们死！不好，是血砂杖！哼哼，这老东西。该不会以为我们2个拿他没办法吧？和他战斗的时候，我们早就在他周围布下了足够的血砂杖。
什么？血珠那个废物，居然连一个金丹一重天都杀不了。他的确是废物，不过在我看来，你们也差不多。小子，你该不会以为我刚刚救不了血煞吧？我不过是想着少一个人分钱而已。不愧是杀手，果然狠厉。是萧家派你们前来杀我的吗？除了他们，我得罪的人里面，也就他们会请你们血砂堂的人来杀我了。你既然知晓我血砂堂的强大，那还不乖乖受死？既然你们血砂堂做的是生意，那我出更多的钱买我的命，你觉得如何？哼，小子，你以为我血砂堂是见钱眼开之人？在杀手界，信誉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就算出2倍、3倍，甚至5倍的钱，也必须死。那若是我出20倍呢？什么？20倍？不错，就是20倍，不管他们出多少。小子，你可知道20倍是多少？是足足200万中品灵石。寻常出鞘强者所有积蓄都没这么多。20倍才200万，也就是说，我一个道子的命只值10万。我说，你们血砂堂穷疯了吗？小子，你敢侮辱我血砂堂？侮辱你又如何？回答我，若是我给你200万中品灵石，能不能买下我的命？若是你真的能拿出这么多灵石，我饶你一命又如何？所以说嘛，都是为了钱而已。说什么原则？难不成为了原则，连钱也不要？哼，小子，说这么多，你拿得出那么多灵石吗？我说了，区区200万而已。萧家难不成没有告诉你，现如今整个道玄宗的丹药都是我供应的吗？什么？都是你供应的？我血砂堂的情报居然是真的！好，你快点给我灵石，我拿到钱马上离开，甚至可以护送你回到玄宗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这里面有200万灵石和一些材料，记住你的承诺。小子，你阴我！200万我就算有，也不可能给你啊！作为一个杀手，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，还元婴杀手，能活到今天，也算是你运气好，没有早点遇到我了。也不知道张长老死了没？中毒了，看样子不是寻常的毒素，不然张长老一个元婴3重天的强者，也不至于差点被毒死。你运气还算不错，我手里正好有一枚之前收购到的元婴下品驱毒丹，提炼成精品之后，正好能解了你的毒素。要是没有的话，即使是我现在炼制也赶不上了。道子殿下，是您救了我。我刚刚好像中了传说之中的血砂杖，恰好手里有一枚解毒丹而已。你别忘记了我是干什么的。多谢道子救命之恩，老夫无能，没想到居然还要道子殿下救我。对了，那些杀手人呢？我手里正好有师傅给我的护身符箓，他们被我杀了。原来如此，那就好。对了，这一次我出来的事情，萧家是如何知晓的？道玄宗保密手段这么弱吗？萧家？难道血砂堂是萧家请来的？若是萧家的话，一切就说得通了。那任务堂的执法长老乃是萧家之人，这任务大概率是他发布的。看来萧家在道玄宗的势力不简单啊。萧家老祖曾经乃是我道玄宗老祖的师弟，只是在争夺宗主位置后闹掰了，所以独立了出去。虽然独立了，但是只要有天骄，都会送到我道玄宗来。不管他们势力有多厚，既然要杀我，那我也不可能让他们好受。萧家请杀手，一来有可能是为了杀道子殿下，二来有可能只是想要拖延时间。毕竟马上就要宗门大比了，他们肯定不想你进入悟道池。悟道池吗？既然他们不想让我去，那我还真的得去一次。对了，他萧家不是还有个天骄吗？正好在这一次宗门大比之上宰了。道子殿下别大意，那萧玄怕是已经元婴了，其实实力怕是连我也不是其对手。这么厉害吗？那我更加得见识见识了。好了，走吧，先回到道玄宗再说。唉，这道子殿下和他师父一样，也是个冲动的人啊。可惜了，最强大的那个元婴级杀手炸成渣了。不过要是不炸的话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还不一定能拿下他。
居然炼化出这么多的灵气，粗略估算，大致相当于7万中品灵石的量了吧？看来他们把所有的钱财都放在自己身上了。也是，作为杀手，怕是连自己亲爹都信不过。这血砂堂实力强大，看来以后出门要小心了。师傅，我还好好的活着，叶哥救了我，你放心，你的仇我一定会给你报，就算是粉身碎骨，我也绝对会给你报仇。当初我被那黑魂使攻击的时候，这玉牌好像亮了一下，虽然不明显，但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没一下子和师傅一样被杀。而且，我身上多出来的这雷霆之力，似乎也是这玉牌给我觉醒的。这玉牌是当初师傅送我的拜师礼，据说是他家传的宝物，难不成真的是什么强大的法宝不成？你在想什么啊，大牛？所谓的仙家法宝，哪有那么容易获得？不管如何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就算是妄想也要试试。你是何人？本尊乃是陨雷尊者。小家伙，是你唤醒了本尊。你和张家是什么关系？张家？师傅的家族吗？我师傅是张家的人。原来如此，那你也算是我后人的弟子了。这么说来，这坟墓里的就是你师傅。我感觉到了他身上属于我张家的血脉。什么？您就是师傅曾经说过的那位张家老祖？不错，正是老夫。当初老夫为了后人安全，将他们隐藏于九营宗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族人还是灭绝了。唉，天意呀！晚辈张万军拜见师傅的老祖，老祖节哀。修仙，修仙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本尊已经看透了，毕竟我也只是一道残魂而已。不过既然还没彻底死，那也得做些什么。小子，你能觉醒我藏于养魂牌之中紫霄玄雷，雷系潜力也绝对不差。你刚刚说要报仇，本尊可助你。老祖，您若是能助我灭了那黑魂宗，我大牛就算是粉身碎骨，魂飞魄散，也绝对报答您的恩情。哈哈哈，好，你小子能说出重情义的人，你师父没有白收你为徒。有本尊教导，在这神霄域还没有报不了的仇。师父，这神霄宗真的有我要的东西吗？这神霄宗乃是当初我一个记名弟子建立的宗门，里面有我当初留下的一道紫霄玄雷本源。吸收之后，你的紫霄玄雷威力能提升数倍，运气不错的话，甚至有可能灵根升级。灵根升级我就不想了，能提升境界就行。我现在才勉强炼气9重天，还是太弱了。3个月的时间达到这个水准，仅仅凭借我的指导基本不可能。你那兄弟留下来的丹药帮了大忙啊，居然都是精品的丹药，而且还那么多。那是当然，我叶哥的师傅可是炼药大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考核好像也没那么难。废话，修炼了我的神魔金身，虽然距离入门还很远，但是你的肉体寻常筑基3重天也不是你的对手。对了，师傅，你之前说感应到你的法器的气息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神霄宗有弟子获得了您的传承？神霄宗弟子的天赋，就算再强大几个等级，也不可能获得我的传承。应该是被玄天州的某位天骄获得之后来过这里。你且小心行事，多谢道子殿下出手，为我们解决黑魂宗这等邪魔宗门，还我神霄域一片净土。我神霄宗上上下下所有弟子感激不尽。好了，我们也要离开了。对了，还有件事得麻烦一下宗主你们。道子殿下请讲。能为道子殿下做事，是我们神霄宗所有人的荣幸。我有个朋友是九灵宗的，听说九灵宗被灭了一些长老和弟子，到了你们宗门避难，还劳烦宗主稍微照顾一下，也用不着特别优待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道子殿下您亲自前来。殿下您放心，他们既然加入我九营宗，那就是我九营宗弟子，绝对不会厚此薄彼。那就麻烦宗主了，走吧，张长老。没想到在这神霄域还能碰到其他我九灵宗的弟子，你小子居然也活了下来，不简单啊！放心，到了这神霄宗以后，我们就是自己人，有什么事情和老夫说便是。多谢吴长老。对了，吴长老来这么久，可否去过神霄池？你小子懂什么？那神霄池，别说我等，就算是核心弟子要进入一次，都得排几十年的队。什么？得排队几十年那么久？我说的是核心弟子，
你小子想什么呢？是宗主和各位长老。拜见宗主，拜见各位长老。两位可是九灵宗来的？是的，您是宗主大人。不错，正是本宗。你们九灵宗的老祖曾经和本宗那可是生死之交，没想到多年未见，九灵宗居然落得如此下场。放心，那黑魂宗已经被我们请的强者灭了，也算个给九灵宗复仇了。什么？黑魂宗被灭了？不错，是被道玄宗的道子殿下亲自出手灭杀。尔等可得念着道子殿下的好啊！道玄宗，那不是化神大宗吗？没想到居然是道玄宗强者灭的，太好了，宗门之中的师兄弟也能瞑目了。对了，你们现在可否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提出来，能满足的，我们神霄宗自然都能满足。宗主说笑了，我们能加入神霄宗已经是莫大荣幸了。用不着客气，让你提要求就提。那个小人，我现在也100出头了，还没有个道侣。不知道宗主您能否给我介绍一个？是有点唐突哈，是有点唐突哈。这小事而已，本宗主会给你撮合。多谢宗主。那少年，你又有什么需要我们神霄宗给你做的？若是可以，弟子想要去神霄雷池，弟子愿意进行考核。这神霄雷池可是我神霄宗至宝，怎能如此轻易进入？少年，你可知道这神霄雷池只有核心弟子才能进入，而且还得排队几10年。若是不行的话，就当弟子没说过。既然本宗说了你们可以便提，那自然可以。不过神霄雷池可不简单，你的实力下去可不一定能上来。多谢宗主能给我机会，弟子只要能下去，生死不论。既然如此，3天后你来宗主大殿找本宗就行。小子你糊涂啊！吴长老，你这是何意？你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宗主他们只是客气一下，你怎么能提出这等无理的要求？宗主不答应你，这么多人看着多没面子。这要是答应你，心里肯定不高兴。没办法，我总不可能真的等几10年吧，只能赌一把了。他们就算真的要迁怒我，也得等我从神霄雷池里出来再说。罢了，你小子到时候多说几句好听的就行。对了，话说回来，这宗主他们怎么突然对我们九灵宗来的弟子这么好？我九灵宗不过只是个筑基宗门，什么样的老祖能和宗主当生死之交？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。猜测？什么猜测？道玄宗的道子殿下昨天降临我神霄宗，你没赶上。那神霄宗可是化神大宗，其道子就是日后的宗主。只是我看他的长相很像我九灵宗的一个人。他长得和谁像？造化阁主的弟子叶宵。你说什么？造化阁主的弟子？不错，就是造化阁主的弟子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张道远的弟子，曾经在造化阁当差。那刀子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对我们照顾的。应该不是，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里。毕竟，若是叶哥知道我在这里的话，绝对会来找我，绝对不可能就这么走了。看来我的传承是被这个所谓的道子给带走了。对了，大牛，你和那所谓的道子认识？是的，师父，叶哥和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。我之前其实和师父一起死了，好在和肉体都在，是叶哥求他师父才救下的我。原来如此，那等这一次从神霄雷池之中出来，我们就去道玄宗去找你好兄弟罩着，顺带我也去见见我的好友。好浓郁的寒冰之气，这到底是什么妖兽的蛋？居然能冰封方圆千里的大地，不得了啊！这蛋给我的感觉远比寻常的化神大妖的蛋还要恐怖，难不成是合体大妖？而且破壳应该不久，难不成是被玄天宗带走了？只是没想到这天灵宗的人竟然都死了，不知道师姐如何了。道子殿下，难不成有熟人在这天灵宗？不错，有个好友前不久刚刚到天灵宗，我本想这一次来接他的，没想到还是来晚了。罢了，既然没有活口，那就先离开吧。那之子，我们就先敌。不好，有危险！
这巨蛋居然主动守护我们。不管如何，这一次怕是麻烦了。来人至少都是元婴8重天以上的强者。萧家3长老，没想到你萧家居然真的敢暗杀我道玄宗道子，难不成要和我道玄宗开战？萧家3长老，元婴大圆满。血砂堂的那些废物果然靠不住，还好老夫留了个心眼，没有听萧郎峰那个废物的话，不然的话，还真的让你们活着回去了。老东西，今日我若是不死，萧家我必灭之。小子，你的天赋虽然不错，但是日后撑死也就是个出鞘。而我萧家老祖在你的这个年纪已经快元婴境界了，况且你就算天资更加强大，也得活下来才行。更金符，给我护！没想到你小子体魄还挺强，那元婴的老东西都快死了，你一个金丹竟然还活着！狗东西，要杀我还没有那么简单！给我死！就这。这下总该是死了吧？嗯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神之子，这不可能！那老东西人呢？我刚刚身上的衣服发出金光就晕了，居然连进入鸿蒙空间都没有机会。看来以后不能冒险了。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宗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是你的身外化身，你是化神强者。本宗距离化神还差得远，这不过只是一种神通罢了。没想到那萧家居然真的敢派人来杀你。等等，宗主，你早就知道萧家会派人来，你也早早做了准备。他们搞的小动作，我要是都不知道，就没必要当这个宗主了。放心，你作为宗门道子，要是这么容易就被暗杀，我道玄宗早灭亡了。吓我一跳，差点以为这一次死定了。你小子也是够胆子大的，区区金丹3重天，竟然敢和对方一个元婴大圆满动手。那个级别的强者，就算你手上的陨雷剑也无法破防。可是我这个陨雷剑不是元婴极品的法器吗？怎么这么弱？的确是元婴极品，但是你太弱了，连他1/10的能力都无法发挥出来。当然，就算发挥出全部力量，也不是对方的对手。不管怎么说，至少我也算是活下来了，而萧家却是损失了一个长老。的确如此。好了，我的力量耗尽了，你尽快回宗门。若是再出现什么变故的话，我只能在宗门给收尸了。这一次的伤势有些重啊，还好可以用木属性灵根之气快速修复伤势。这摊子的衣服也能去自己修复和清洁，还挺方便的。这蛋壳这么好的东西，居然没有人拿走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便宜我了。萧家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长老，那叶凌霄回来了。回来了？那血砂堂的都是废物不成？这大比都还没开始，居然就让他赶回来了？好像是宗主大人将他的非洲给叶凌霄用了。还有玄机子的事情，可恶！看来这玄机子早就看穿了我们的伎俩。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很快宗门就会出现针对我萧家的行动。长老说的没错，刚刚宗主已经下达法令，撤除了任务堂长老的所有职务。另外什么？另外就是，不仅是您，我萧家所有长老的职务也都被撤囚了，而且停俸10年。什么？全部被撤除，还停俸10年？他玄玉子疯了不成？长老息怒，宗主把这一次我萧家和血砂堂合作的事情公之于众了，我们没被逐出宗门就已经不错了。都怪那叶凌霄，若非是他，
我们也不会被玄机子找到把柄。大少爷怎么说？大少爷说让我们别再干这种蠢事了，他会在宗门大比上光明正大的杀了叶凌霄。要是我们再敢惹事的话，大少爷怎么说？大少爷说我们再惹事，他会亲自动手解决了我们所有人。看来我们的确是操之过急了，给大少爷添麻烦了。好了，传令下去，停止一切行动。我知道了，长老，我这就传令下去。我知道了，长老，我这就传令下去。叶凌霄，好，好得很。就算你能回来又如何？照样得死在大少爷的手里。你这臭小子，出去做任务也不告诉你师傅我，害得我担心了好几天。可是宗主的飞舟太快，我想要去追也追不上。虽然遇到了几个血砂堂的杀手，不过有惊无险。什么？遇到血砂堂的杀手？师弟你没受伤吧？特别是这脸没事吧？你可是得靠脸吃饭的。师姐放心，我没事。那萧家一群穷鬼，就花10万中品灵石，能请到什么像样的杀手？全部被我宰了。哈哈哈！其实也不是萧家穷，而是花太多钱的话，宗门很快就能查到他们的头上，所以只能拿出10万灵石。当然了，他们不知道玄机师兄早就在注意他们的动向了。他们估计也没想到宗主会帮助我对付他们吧。对了，师弟，明天的宗门大比你就不要参加了。你作为道子，能直接进入悟道池，这可是宗主颁发的法令。不错，那萧天已经成功突破，据说还掌控了出阙级异火。真的打起来，你没有胜算的。什么？出鞘级别的异火？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想去，看来必须得去了。我的好师弟啊，这萧玄可不是那些寻常的元婴，你就算是8品金丹，也不可能打得过金丹7、8重天的他，别说是元婴级了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况且我也不是金丹1重天，而是已经金丹3重天了。什么？金丹3重天？师弟你开玩笑吧？你突破才不到1个月啊！你克仙丹都没这么快吧？我操！真的达到了金丹3重天，而且根基如此之稳固。凌霄，你小子真的克仙丹了？你们忘记我是炼药师了吗？最近炼制了一批精品丹药，再加上正好功法有所突破，所以境界提升快了。就算快，也不至于这么快吧？好了，既然凌霄你决定了，那就去干那小子。师傅，我相信你。不过这块令牌你拿好了，必要时候可以保命。我去，师傅你连惊雷令都给师弟了！哈哈哈哈！放心，你和你师兄也有，反正大比成绩什么的无所谓。你们的目标就是给我好好活着回来。多谢师傅，我肯定会活着回来。诸位，今日是我道玄宗10年一次的宗门大比。本次大比一共分为3轮，第1轮为淘汰赛，只有前1000的弟子才能进入第2轮的擂台战。擂台战一共10个擂台，只要能成功守队，皆可入我道玄宗的造化池修炼1个月的时间。居然还有3轮，就是不知道考核内容是什么。这一次若是我能成功进入无道池，并且感悟1个月，我必将彻底掌控那幽冥玄火。届时等老祖出关，我就是真正的道子了。现在我就为各位介绍一下第1轮的大比内容。7天之前，青云州遭福大变，出现兽潮，被妖族入侵。为首的妖兽乃是一尊出窍境界的大妖，以及数百个元婴妖族，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金丹级妖族。你们的任务就是猎杀足够的妖族，猎杀的越多，积分越高。当然，所有人需要携带一块留影石，全程记录你的猎杀过程。不记录在册的，将不计入成绩范围。居然连出窍级别的大妖都有，宗门也不怕我们全部被妖兽杀了。就算我们再强，也不可能对不了出窍大妖吧？宗门肯定有他们的计划，我们大概率是见不到那个级别的存在的。但是元婴级别可就不一定了。师弟，你可是得保护师姐我啊！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就是不知道我们被传送过去之后还能不能在一起。不过我们都有传讯符，等到了之后，大不了我去找你们。那师姐我就等着被师弟你包养喽。红绫，你好歹是师姐，居然还要师弟保护，你害不害臊？哼，不叫师弟保护我，难道让你吗？遇到金丹巅峰甚至元婴级的大妖，你打得过吗？这倒也是哈，那师弟到时候你可是也得保护保护师兄我。好了，所有人准备好，本长老这就开启传送大阵。
诸位，此次妖兽来袭，上面已经禀报给了道玄宗，我等一定要守护到援军到来。这一段时间，就劳烦各位再努力一下。希望道玄宗援军能早点抵达。居然这么多的金丹妖兽，这一座城怕是死的差不多了，得尽快将这些妖兽斩杀，这样还能少死一些人，同时这些妖兽也能全部炼了。元婴异重天的蛟龙，这才有挑战性。受死！九天神霄咒，万雷灭！你们看，好像是援军到了，有人正在和妖兽战斗，那黑云蛟已经被斩杀了。真的有人在战斗，好强的气息！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这绝对是一个元婴大能，我们云海城有救了！哈哈哈！各位随我出去协助强者杀敌！多谢前辈！雷鸣炎狮，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异种。元婴三重天的实力果然强悍，元婴一重天的城主在他手中一招都撑不住，想要杀他可不简单啊！这掌控变异雷属性的妖兽，实力比同等级的妖兽至少强大数倍。若非我的陨雷剑乃是元婴极品，根本不可能破防。就是不知道他的妖核能炼化出什么好东西，就是可惜他的尸体基本都炸成渣了。原来是道玄宗的大人降临，真的太感谢大人了！要不是您的话，我们这座城怕是都要被灭。无需客气，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剿灭这些妖兽。对了，城里还有多少的妖兽在肆虐？回禀大人，城内的妖兽已经被大人一人灭了70%了，剩下的都是一些小妖兽，不足为虑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们这一座城虽然有救了，但是还有很多城都被妖兽侵犯，特别是百里之外的永天城。那永天城的城主是我好友，3天前就发来传讯，永天城已经破了，他估计已经战死，还请大人前去搭救。我知晓了，既然这座城已经没事，那剩下的交给你们了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！等结束之后，小人定当去道玄宗求见大人。多谢道玄宗大人！用不着说什么感谢的话。你们现在去把我斩杀的所有妖兽的尸体给我带来就行。好的，大人，我们这就去，绝对不会漏了大人您的妖兽尸体。这些金丹妖兽的尸体蕴含的能量，最少也相当于100万中品灵石。希望那永天城的妖兽也能多一些。
送道玄宗大人！恭送道玄宗大人！这永天城居然没有一个修仙者的气息，看来修仙者都被击杀了。可是还有很多普通人没死，我要是大规模攻击的话，会误伤很多的凡人。看来只能将所有的妖兽引出城了。果然，所有的修仙者都已经死了，只是把所有妖兽引出来。看来得给这些妖兽单独炼制一颗能吸引他们的丹药才行。万兽血丹，这东西集齐了大量妖兽的精血，一旦催发，方圆100里之内的妖兽都能闻到，到时候肯定能将所有的妖兽都吸引过来。届时斩杀这些妖兽的时候，也用不着担忧普通人的死活。终于来了。给我收！3头元婴级妖兽，几十坨金丹级妖兽，一次性居然炼化出来了这么多的灵气和灵根之气。这一次的考核时间应该最少1个月，这1个月内足够我的境界提升到金丹5重天以上了。等等，不对劲！看来刚刚的万兽血丹似乎引来了不得了的妖兽了，而且还不止1头。难道要离开？不行，离开的话，这一座城的人全都得死。罢了，等他们来了看看，打不过再跑也来得及。趁着这个时候将所有的妖兽全部炼化，正好我的灵魂马上就要达到相当于金丹7重天的煞魂境7重天了。突破之后对上这些主修肉体但是却不修炼灵魂的妖兽，有先天的克制，到时候要击杀他们也容易一些。仅只是2座城，就已经炼化出来了相当于300万中品灵石的灵气量。这些妖兽每一头所蕴含的能量都比同等级的修士庞大太多了。这还是因为大多数是金丹，若是元婴妖兽多一些的话，灵气还能更恐怖。而且这些妖兽的血脉之中同样能炼化出灵根之气，只是要提升到中品地灵根还是有些不够，还是先突破神魂境界吧。3位，声音这么大，也不怕扰民吗？人类，刚刚我们闻到的那一股血食气息在哪里？交出来，饶你不死！老大和他废话什么？连他一起吃了！要吃我，先追上我再说吧。速度还挺快，既然如此，尝尝我这一招。元婴妖兽
然强大，就算有陨雷剑也打不过。三位，要不商量一下，你们放我离开，我给你们万寿血丹。人类，你当我们三兄弟蠢不成？杀了你，那什么万寿血丹也是我们的。没错，你现在把那丹药拿出来，我给你一个痛快。好，我给你们丹药。好香啊！这是什么丹药？居然这么香！小子，快点把丹药给我们！可以，只是这丹药我只有1颗。只有1枚，那自然是给本老大了。凭什么？这小子要不是我拦住，早跑了。这丹药该给我。嘿嘿，两位哥哥，我最小，实力也最弱，你们就当做照顾照顾弟弟我了。这丹药给我如何？放屁！我们只是拜把子，又不是亲兄弟，凭什么让着你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提升实力的丹药，你小子吃得明白吗？还得老大我来。哼，废话少说，既然只有1枚，那就打一架，谁赢了谁吃。好，好，好，为了1枚丹药，你们2个小子竟然要和老大我打架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自量力！这巨象虽然强大，但是太蠢了，连装死都看不出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万寿血丹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，看来以后得慎用。操！被那小子阴了！也算是捡漏了。这3头元婴级的妖兽实力都不是一般的强大，若是我动手的话，铁定是打不过的。不过可惜失去理智了，再强也没用。这一座城的妖兽死的差不多了，不过这里每一座城都有元婴级妖兽，得先去找到师姐他们。他们的实力，若是遇到元婴级妖兽，必死无疑。一头元婴异重天的妖兽是1万积分，我现在总积分已经24万了，应该是第1名了。哼，这独孤云之前被称之为第1天骄，现在还不是在我之下。只要他不达到元婴，那就永远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叶凌霄，杀了萧天那个废物的叶凌霄，他不是才金丹3重天吗？怎么会突然多了这么多的积分？对了，这惊雷峰最近弄到了大量丹药，看来是这所谓的道子用丹药请人给他冲分。怪不得境界能提升这么快，原来是嗑药。这种吃药的速度，怕是用不了几年根基就废了。估计是为了在悟道池能多吸收一些悟道之气，同时能在大比上露露脸。哼，只会依靠外物的废物，就算积分冲到第1名，那又如何？照样是一个废物而已，不足为惧。我只需要小心那独孤云就行。叶凌霄，和师弟一起入宗的那个。师弟说他们入宗的时候，这叶凌霄不是才筑基7重天吗？这才多久，居然就已经金丹3重天了？这积分居然超越了我，实力肯定强大非凡。只可惜我被这元星6重天的蛟龙拖住了，浪费了不少的时间，得加快速度了。
不然回去师傅又要说我了。我去，这里怎么这么多的妖兽尸体？难不成是排行榜前几的人刚刚在周围杀了妖兽？对啊，也就只有这些参加考核的弟子不需要尸体，毕竟他们都是为了积分而已。那岂不是说这些尸体都便宜我了？这么多的妖兽，比我之前杀的所有妖兽加起来数量都要多，而且这里还有异火的气息，看来动手之人80%就是那萧玄了。元婴级果然强大。对了，我可以跟在这些天才后面捡路啊！我一个人再强，杀妖兽速度也比不上所有人加起来快。这样一来，我积攒灵气的速度将会提升至少3倍以上，而且我的积分也足够我进入下一轮了，用不着再猎杀妖兽。收获不错，炼化出相当于700万中品灵石的灵气量，那可是700亿下品灵石啊！那萧天刚刚是从西方离开的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追上去捡漏。咦，下面怎么好像还有一头妖兽？下去看看。居然是元婴6重天的蛟龙，这些剑痕，难不成是红剑的师兄独孤云杀的？这么多年来，独孤云对上萧玄的每一场战斗都是胜利，我还以为这萧玄晋级元婴之后能碾压独孤云，现在看来还是独孤云强大一些。若是他能在这一次的大比之中突破到元婴级别，那实力绝对甩萧天几条街不止。算了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捡漏就行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好像是血脉，那一条蛟龙的血脉，而且如此纯净，里面的杂质已经被彻底炼化了。没想到鸿蒙空间居然连妖族的血脉都能提纯出来，这能力还是第一次见。不过，能让鸿蒙空间主动炼化出来的绝对是好东西，先吸收了再说。好强大的力量，居然在我神魔金身的基础上让我的肉体力量提升了3倍不止。要是再遇到那3个元婴级妖兽，凭借这单纯的肉体力量，我怕是都能和他们一战了。而且似乎还有别的能力，出去试试。这一次收获太大了，尤其是这蛟龙精血，让我的肉体强度比之前强大了数倍。而且好像还有一种特别的能力，试试看是什么东西。好快的速度，这速度至少就是我人类形态之下的数倍。我现在的血脉应该是最纯净的神龙一族血脉了，就是量太少了。不过也是，刚刚的蛟龙不过只是元婴而已。看来以后要是可能的话，可以多弄一些蛟龙一族的尸体，全部炼化之后，用来强化我的龙族血脉，能大幅度提升我的战斗力。只是这神龙形态还是别轻易使用，毕竟这可是神龙哦。要是被人当作神龙幼崽抓了，那可是就倒大霉了，怕是还会被契约成兽种，甚至有可能会被抽筋扒皮给炼了。终于达到金丹5重天了，灵气充足的情况下，修炼速度就是快啊！这1个月来，我猎杀妖兽的同时，跟在宗门天骄后面捡妖兽，让我收获了1000多万道纯净的灵气。现在的灵气浓度一道抵得上2块中品灵石的量，相当于白嫖2000万中品灵石，这收获巨大。不过因为一直在修炼，排名已经跌到第7名了，距离第1差了足足10万积分。罢了，能到前10就不错了，正好隐藏一下实力。那是什么？好大的鸟，居然是元婴7重天的金翅大鹏。这要是杀了的话，我的积分能直接达到第1名。不过杀了它就得使用神龙血脉，而要把杀做我的积分就得全程留影。罢了，这积分不要了，但是这妖兽可不能放过。
这个月来，我炼化了几头蛟龙一族的血脉，这神龙血脉已经达到了半步出鞘大妖的血脉水准，对实力的增幅强大了很多。这金翅大鹏若是我动手的话，要杀难度很大，但是化龙之后居然如此轻松，只可惜不能人前使用。不过若是真的遇到生命危险，好歹也算是有个保命的底牌。对了，这考核时间也到了，先回宗门吧。师弟你好厉害啊！我看你都排行榜第5了。这算什么？第一天的时候，师弟都第2了。运气好罢了。对了，我之前问你们在哪里，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？我还准备去找你们的。我们之前也就和师弟你开玩笑，考核这东西要是都让你来带的话，那我们日后还怎么成长？红玲说的没错，你师兄我还没那么菜。那你们也得给我回个消息啊，我还以为你们出事了。我这不是怕你顺着传讯符的踪迹找来吗？哈哈，师妹，你和我想一块儿去了。哼，只有废物才需要别人保护。你说的不错，只知道让家族保护的人，的确是废物。小子，你说谁靠着家族保护的？谁破框，自然就是说谁了。怎么，师兄这么着急？难道被我说中了？也是，整个道玄宗也就只有你家族势力最大了。说你废物倒是也不错。小子，你找死！怎么，师兄你准备现在就和我打一场？师弟不回到底。不想淘汰，你们可以动手。玄法，你这2个徒弟怎么都和疯狗一样喜欢骂别人废物？是家族传承吗？还是你这个师傅教的？我应该说你那徒弟吧，已经把我小徒弟杀了，现在怎么又来招惹他哥哥？我就这一个徒弟了。切，关我徒弟屁事！不是你徒弟主动惹事吗？这叶凌霄的境界怎么会提升如此之快？仅仅4-5个月，居然从筑基7重天提升到了金丹5重天，如此快突破到金丹，他的品级肯定不高吧？哈哈哈哈！我这徒弟的金丹品质可是比你的6品金丹还要强大的多，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哦，难不成是7品金丹？若是真的能有7品金丹，那用不了1000年。或许我道玄宗就能多一个化神强者了。师兄，你等他们决赛就知道了。哼，就算7品金丹又如何？雷霸天你养得起吗？之前和我们丹峰打价格战，把你底裤都赔光了吧？供得起一个7品金丹的天才吗？赔光？丹匣子，你老糊涂了吧？赔光不是你们丹峰吗？这几个月怕是赔了至少1000万中品灵石了吧？我还好，小赚。雷麻子，你到底哪里来的那么多丹药？真的要和我丹霞峰鱼死网破不成？鱼死网破？你太看得起你丹霞峰了，最多你死我活。当初你克扣我惊雷峰丹药的时候，可是比现在嚣张多了。我还是喜欢你嚣张的样子。好，好，好，雷麻子，你等着，我就不信你真的还能继续坚持。好了，你们两峰的事情不要再说了，大家都是为了道玄宗发展，别伤了和气。宗主，雷蛮子可是在损害我道玄宗长远的利益啊！长此以往，炼药师没得赚的话，都没炼丹的动力了。到时候没有了丹药，宗门弟子去哪里买丹药？倒也是，师弟，你这丹药价格确实是过于低了一点。哈哈哈哈！没事，我惊雷峰的丹药管够，给了他丹霞峰，我们也有足够的丹药应整个宗门。可恶的雷麻子，我看你能供应多久？今天起，我们丹霞峰不炼丹了。哼哼，不炼最好，我惊雷峰还能多赚点，你丹霞峰别到时候哭鼻子就行。哈哈哈！好，我丹霞峰等着那一天。你们啊，都几千岁的人了，怎么还一个个和小孩子一样？就不能成熟一点吗？师兄，你说这话就不觉得害臊吗？他们两峰打价格战，最开心的不是你吗？你看这几个月来宗门的整体实力水准提升了多少？唉，师弟，你小声点不行吗？我就算再开心，也不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啊！诸位，第一轮大比已经出了结果，排名前3000位可直接参加第2轮的擂台赛，其余弟子退场。擂台赛规则很简单，一共10个擂台，每个人有3次挑战机会。最终大比结束之后，能留在擂台上的人获得进入悟道池的资格，同时获得进入第3轮的资格。
时间限制为每一场战斗1炷香，若是1炷香的时间内无法战胜对手，则守擂者胜利。3天时间结束，即使是还有挑战次数，也算作淘汰。擂台赛吗？有意思。那我先战一个。小子，有种就上擂台和我一战，输了可就没有机会进入悟道池了。要是不敢，以后见到师兄我就夹着尾巴做人。哼！师弟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这萧玄明摆着是激将法。这个我知晓，不过他这么嚣张，我有点看不惯啊。师姐，你放心，我还有3次机会的。虽然有3次机会，但是师弟你要是被杀或者重伤，可就无法再战斗了。是啊，师弟，你杀了他弟弟，他绝对不可能放过你的。这个我自然知晓，不过你们放心，我的实力还没有那么弱，杀他绰绰有余。没想到你真的敢上来，看来我小看你了。你的确不是怂货一个。师兄过奖了，毕竟不上来，我哪里来的机会找你们萧家算一算你们请杀手杀我的事情？哼，那件事与我无关。不过既然是我家族之人做的，那我不会否认。既然已经是死仇，那今天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走下这个擂台。来得好！果然不愧是萧家大少，实力就是强啊！可恶的小子，你一个金丹5重天，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？我的强大，难道你们家族的人没有和你说？还是说你真的以为我第1轮的时候冲到第2名，真的只是靠运气？哼，实力又如何？运气又如何？你的实力若仅仅只是这么一点的话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是萧家的炎魔血脉，萧师兄动真格的了。是啊，据说这炎魔血脉乃是萧家先祖的特殊血脉，使用之后实力提升数倍。呵呵，雷麻子，你那好徒儿可是要被打死了。这炎魔血脉可是出阙级别的强大体质。哼，那又如何？我徒儿有仙人之姿，小小炎魔血脉，就算现在打不过，以后也绝对能轻轻松松秒了这萧玄。切，以后他能活着从擂台上活着走下来才有以后。这萧家和他叶凌霄可是不死不休，今天叶凌霄不死，以后死的就是萧家。萧玄没那么蠢。哼，你当我吃素的？有我在，他杀不了我徒儿。你要插手宗门大比，宗主，你看这雷毛子居然如此不把宗门规定放在眼里，还有玄法，你这个师傅不说句话？就是，难不成只准他叶凌霄杀我徒弟，不准我徒弟杀他叶凌霄？怎么，玄法你又想要找打了不成？萧天的事情和这一次不一样，萧天犯的是死罪。但这一次只是宗门大比，为了争强好胜，损失宗门天骄。长此以往，我宗门距离灭门也不远了。可是这不公平啊！他叶凌风日后要是找萧家算账，宗主你也要拦着吗？怎么，你是那萧家的客卿不成？还是说萧家给了你什么好处？这么急着给萧家说话？萧家找血砂堂之人灭我道玄宗到此，我道玄宗找他们麻烦就不错了，难道还要护着他们？真的当我道玄宗无人了？宗主息怒，老夫没有那个意思。话虽如此，不过这宗门大比可以杀人，也是宗门数万年的规定，我等也不好坏了规矩。这样我提议，萧玄杀叶灵雕我们不插手，但是叶灵雕要杀萧玄，我们也不插手，如何？好，我同意无风的意思。你们就这么看好那叶凌霄？说这话不就是为了让玄法不去救他徒弟吗？真以为老夫看不出来？哈哈哈哈！没错，就是如此。所以玄法你怎么看？要么都救，要么都不救。我也豁出去了，我也豁出去了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辛辛苦苦教导出来的元婴徒儿，还不如那小子一个金丹5重天。你们两个当初做弟子时候就在比拼，现在成为了封主还要较真，唉，罢了罢了。既然如此，谁也不准插手这一次的大比，违令者严惩。炎魔血脉，难不成这萧家先祖还睡过炎魔？这口味有够重的。炎魔血脉，难不成这萧家先祖还睡过炎魔？这口味有够重的。不过这么说来，人族之中似乎也有很多特殊血脉，那我的神龙血脉只要不变成神龙，只是调用一部分能力，岂不是也很正常？小子，给我死！来得好，给我碎！那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那手好像是龙爪，
这叶凌霄难不成有蛟龙血脉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就说我这徒儿的肉体怎么强大的离谱，原来是蛟龙血脉。玄法，你他儿子现在可是麻烦了，我这徒儿的血脉好像更强。蛟龙血脉，这什么情况？雷霸天，你阴我！明知道自己徒儿有特殊血脉，居然还和我打赌！你可是别诬陷我啊！我之前也不知道，我可以对天道发誓。再说了，这打赌你也同意了，难不成要反悔？宗主，我刚刚的打赌能不能作废？我就这么一个徒弟了。胡闹！你当本宗说话是放屁吗？你为什么就一个徒弟？不就是嫌弃其他弟子出身不够好吗？术法峰有最好的弟子资源，你但凡收几个普通家族的天才，术法峰早就压过剑锋了。可是宗主，我没有可是。那萧家狼子野心，这萧玄和萧天加入我道玄宗，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？若是让他们成为下一任宗主，那我道玄宗日后就要姓萧了。好好想想到时候你们的处境。唉，罢了罢了，都是他萧家自己自作自受。我这个做师傅的，到时候给他们兄弟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算了。哼，有你这个师傅，还真是好福气啊！那你有种上啊！连丹药都卖不过人家，好意思说我？好，好，好，连你玄法也敢来讽刺我？你术法峰的丹药别想要了，不要就不要，我大不了找雷蛮子买，还比你便宜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术法峰来买弹药，我肯定给你优惠价。两个可恶的家伙！那是什么东西？就许你有血脉体质，难道不准我有？好了，让我看看你这所谓的炎魔到底有多强。有血脉体质又如何？你今天套样得死！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会输的？绝对不可能！这就是你的遗言吗？就算死，我也要拉你陪葬！师傅，这令牌果然有用。要不是有这东西的话，我只能跑到鸿蒙空间躲一下了。只是这出鞘级符箓果然恐怖，一下子就把这令牌给废了。可恶！这萧玄居然动用出鞘级符箓，他居然公然违反宗门规则！都要死了，他肯定得先保命啊！哼，你笑什么？你以为我徒儿就这样死了？你以为我没有给徒儿留保命手段？哼，那你还好意思说人家萧玄？你不也违反规则？宗主，我建议取消这叶凌霄入悟道池的资格，不然对其他的弟子不公平啊！死了，也死了。我现在算是一个徒弟都没有了。叶凌霄使用的是护体玉牌，若是正常情况下打不过使用，的确算是违规。不过这萧玄违规在先，叶凌霄属于正当防卫，所以符合规定没有任何问题。丹匣子，你这老东西气死了吧？宗主可不是站在你那边的。哼，那又如何？死的又不是我徒弟，死了也就死了。玄法，你看这老东西说的这叫人话吗？要是我的话，肯定揍他了。丹匣子，你这老东西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死了也就死了？杀你徒弟的人是雷蛮子的徒弟，你有种找他呀！我要是打得过他，还用得着找你？吃我一拳！霸天的智商怎么感觉最近提升了不少，连挑拨离间都学会了。霸天之前只是觉得没必要动脑子而已，毕竟拳头大才是硬道理。现在有了个拿得出手的弟子，也得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，不是？师弟，你没事吧？刚刚担心死我了。这萧玄居然不见武德偷袭你这个师弟。我没事，惊雷令给我挡住了所有的伤害。哈哈哈，还好师傅身有先见之明，给了师弟你令牌，不然师弟你可是就交代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师弟你好厉害啊！而且你居然还有蛟龙血脉，那萧玄简直不堪一击。你之前怎么不说？和师姐我你也藏着。我也是这一次大比才觉醒的天赋，之前一直都不知道，不然也不可能瞒着你们。这倒也是。对了。师姐，你们还不去挑战擂台吗？唉，我们也想去啊，不过实力不允许。我才刚刚突破金丹5重天，比起那些老牌师兄，他们差远了。没事，我们还年轻，等下几次再去也没事。这样吗？对了，师姐，宗门大比可以用丹药吗？可以的，不过最多只能用金丹级别的丹药，而这个级别的丹药能提升的实力并不强。
还有后遗症。是的，所以师弟你就别管我们了。你说了，那是寻常良品丹药，但要是精品丹药，最少能吃3枚，而且若是再加上强化肉体的丹药，一次性吃5枚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我操，精品丹药还是4、5枚，那得几百万灵石了吧？没那么多，我的成本也就几万灵石。这里一瓶有3份丹药，等时间快到的时候，你们挑一个实力最弱的去挑战。这里面还有消除副作用的丹药。师弟，你居然连精品的金丹极品丹药都能炼制？其实用不了这么多，我距离最弱的那个也就差一点点，刚刚差点就赢了。不过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地道？哪里不地道了？我们又没有违反宗门规定，就算不地道，能去悟道池，老娘也认了。还有谁准备上来挑战？赵长老，你这徒儿术法天赋不错啊，还好当初没有跟着选法，不然可就废了。雷峰主客气了，我这徒儿比起道子殿下可是差远了。哈哈哈哈！比起凌霄自然差得多，那小子可是有仙人之姿。我来请教一下。原来是红灵师妹，你不过才金丹5重天，难不成想要挑战我这个金丹9重天？还是说，你以为我战斗了这么多场，已经没力气了？我可不是乘人之危的人，你要恢复真气的话，可以随便，师妹我等你。哦，师妹这么有信心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操，红灵，你吃了多少丹药？你不想活了？要死也得先把你打下去！苏凡无图！我操，红灵这死丫头不要命了，一下子吃那么多丹药！雷峰主，你这徒儿怎么不讲武德啊？说好等我徒弟恢复视线的，怎么偷袭？那个兵不厌诈嘛，谁让你徒弟说什么就相信的？这也算是一堂宝贵的人生教育课。金丹极品的精品丹药，而且不是寻常的精品。雷麻子，你到底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丹药的？而且还有这等神丹，你是不是获得丹道大能传承了？哈哈哈哈！丹匣子，你可是别给我引祸水啊！我的所有丹药可都是我那好徒儿叶凌霄一人炼制的，而且是我亲眼看着他炼制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一个金丹，怎么可能炼制出金丹极品的精品丹药？霸天，你说的若是真的，那这凌霄的丹道等级日后绝对是化神，甚至合体级别。这等炼药大师足以让我道玄宗腾飞。即使是不提他的炼药实力，就是这强大的五行和雷法同修的恐怖天赋也绝对非凡。那宗主，你的意思是要好好培养我徒弟喽？那是自然。虽然我本来就打算将他当作宗主培养，而现在却不一样了。若是炼药水准是真的，我将调动宗门所有资源，让他在最短时间内成为化神境界。唐雷灭！还有谁要上来挑战？好强！这铁塔嗑了什么药？居然这么猛！是啊是啊，之前和李师兄战斗的时候可是败了，现在居然把李师兄给秒了。那边的红灵师妹也是一样，都杀疯了。第2轮考核时间到，还在擂台上的人成功获得进入悟道池的资格。从悟道池之中出来之后，将会从你们10人之中角逐出最强之人，最强者可进入宗门宝库挑选一件珍宝。这里就是悟道池了，而悟道池之中拥有天地规则所孕育的悟道之力，再加上我盗用数万年来坐跨的出窍强者的功法感悟，在这里修炼1天，抵得上在外界修炼几年。你们有1个月的时间，这1个月的时间里，你们能吸收多少的悟道之力，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了。记住，越深的地方，虽然悟道之气越浓郁，但是却也越危险，所以量力而行。那不就是和我惊雷峰的惊雷池一样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先下去了。师弟，我们也走吧。这些就是悟道池的前辈感悟，居然有大量的功法和术法，以及武器修炼的感悟。
就是太过驳杂了。师弟也别担心，只要剔除那些用不上的，吸收那些有用的就行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这样一来的话，浪费的时间就有点太多了。这已经很不错了，即使是浪费一些时间剔除那些驳杂的灵气，我们这1个月也能获得相当于在外界苦修100年的感悟了。这倒也是。师弟，你们下去吧，我到这里就是极限了。不是吧，师兄，你这就不行了，我都没什么感觉。这里的水考核的似乎不是肉体，而是悟性。悟性越强，能下潜的距离越深。师弟说的没错，我脑子笨，到这里就是极限了。师弟，我也就在这里了，你们继续。你的悟性很不错，这都1000米了，居然还能坚持。师兄也不赖嘛，要不师兄我们2个比一比，谁的悟性更强？正有此意。这独孤云的天赋果然强大，这1500米的深处就已经压力很大了，他居然和没事人一样，看来只能用灵魂之气提升悟性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终于甩开那独孤云了，直接到悟道池的底部，到时候直接炼化悟道池的池水。这样一来，不管是功法还是术法的感悟都能留下来，而且炼化之后再吸收速度能提升很多倍。这里就是悟道池底部了，居然种植了这么多的1000年乃至万年的灵草。不过这里最珍贵的还是池水，吸收它1/10应该问题不大吧。这银色的灵气就是悟道池吸收出来的力量，和空间之力的银色力量还略有不同，不知道吸收了有什么效果，先试试看吧。悟道池的池水居然下降了这么多，是谁吸收速度这么快？难道是那独孤云？不对，独孤云的天赋和他师父差不多，他师父当初也就让悟道池下降了半米而已，这才几天就几米了。看来只能是叶凌霄了。看来霸天的话应该是真的，这叶凌霄的确能炼制出金丹极品的精品丹药，只有这等强大的悟性，才有可能吸收悟道池水这么快。不过这也是好事，天赋越高越有培养价值。这银色的灵气居然如此恐怖，仅仅只是修炼了1天，居然就将9天神霄咒推演到了第3种。要是吸收灵魂之气修炼的话，最少也得3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水准，已经是单纯的吸收灵魂之气的100倍了。这种效果已经达到了传说之中的顿悟，就是这消耗有些多，1天的时间消耗了1%的悟道泉水，不行，不能这么浪费，得把这悟道之气的价值提升到最高。对了，我的功法修炼的还是之前在90老祖的密室里获得的道玄宗基础功法，整个道玄宗适合5行同修的功法一部都没有。既然没有，我还不如自己推演。虽然之前也想过这么做，但是之前仅仅只是依靠灵魂之气的话，虽然也能推演出功法，但是推导的速度完全赶不上我修炼的速度。等我推演出元婴级别的功法，可能我都出糗了。但是现在有了悟道之气，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。还好之前到了宗门第一件事，我就是去藏经阁将所有功法都记了下来，数千部宣布功法之中记载的感悟加起来，足够我推演出一部适合我的强大功法了。这1个月来炼化了悟道泉水1/3的水，希望出去之后宗主别找我拼命。不过足足1个月的推演，终于是有成效了。五行轮回现！
这一次不仅推演出来一部五行雷属性的出窍上品修炼功法，同时还推演出这五行轮回的神通，威力比初秋极品的术法9天神霄咒还要强大数倍，让我的攻击力大幅度提升。再加上这一次1个月的顿悟修炼，我的境界直接提升了3个小境界，达到了金丹8重天。就算是那独孤云突破到元婴级别，对上我也没有丝毫的胜算。不错，你不仅剑意达到了4重，而且还提升到了元婴。这一次的大比冠军非你莫属。多谢宗主夸奖，是不是冠军还得比了才能知道。那叶凌霄的确非常人所能及，不过他的境界必究还是差得远。况且元婴和金丹差距甚大，他或许不是你的对手。萧玄也是元婴，不也照样输了？这倒也是，等到时候就知道了。不是说第3轮10个人晋级吗？怎么直接上来就决赛了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其他的知道这一次大比打不过道子殿下和独孤云师兄，所以全部弃权了。师兄，你既然修炼的是剑法，那师弟我也就用剑法和师兄讨教讨教。道子客气了，按照辈分，应该我叫你师兄的。既然道子有雅兴，那我们就先玩玩。师兄用不着留手，师弟我的剑道水平虽然不如你的强大，但是却也不弱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师弟可是要小心了。哈哈哈哈！吴峰，你徒弟虽然精通剑法，但是我看怎么也就那样啊！我这徒弟在剑道之上已经不落下风了。霸天，你别开心的太早，这独孤云的剑意还没施展，等使用剑意的话，凌霄在剑法上可不是对手。哼，就算施展出来，我看也白搭。我这徒儿的蛟龙血脉也没动用，要是用出来，独孤云撑不过3招。没想到你徒弟的境界又提升了，这一次独孤云或许真的要败了。不过剑道一途，还是独孤云最强。果然不愧是道子，剑意居然达到了2重剑意。师兄过奖了，你的3重剑意不是更强？而且我看你应该还有所保留吧？应该是4重剑意，要不施展出来给我见识见识？既然道子想要看，那我也不藏着了。我操！4层剑意，吴峰，你的徒弟这么厉害的吗？连4重剑意都领悟了。我也才发现，应该是这一次悟道池里面领悟的。看来这一次的战斗还是有点悬念的，或许有可能会赢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徒儿有仙人之姿，你徒儿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你徒弟不可能赢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蛮子，就不能让我开心一下？好歹这也是我培养了几10年的弟子。凌霄还是我精心培养几个月的弟子呢。再说了，你剑锋前几届都是第一。我惊雷锋就这一次，我笑一下怎么了？哼，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可怜我那好徒儿啊，渣渣都没了。道子，得罪了。这就是4重剑意，果然强大。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这4重剑意竟然如此之强大！
4重剑意的确比3重强大至少3倍，可是雷蛮子，你这徒弟是怪物吗？他竟然使用出来3重剑意了，连蛟龙血脉都没用。我说了，凌霄有仙人之姿，哈哈哈哈哈！肉体、神魂、剑道、术法，每一项都是顶尖天赋，每一项都比寻常地灵根要强。这等天赋综合起来，即使是在合体大宗也是天才了，更何况还是5行雷属性。霸天，这凌霄剑道天赋太强，你把握不住，要不我也教导他。没事，师傅还是你，我只是教而已。哦，吴峰，你说真的？要是真的话，自然可以啊！你的5重剑里，在整个天极州都没几个人比得过。自然是真的。对我而言，是不是徒弟无所谓。或许日后我还得和他请教剑道，正好他不是缺个像样的护道者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感情好，你守护他，比我可是靠谱多了。等等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就那一瞬间。看到了，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。既然你看到，那就是真的了。啥玩意儿就看到了？你们说的是什么？我怎么没看到？难道我的好徒弟受伤了不成？4重剑意，叶凌霄刚刚那一瞬间展出的剑法，居然有了一丝4重剑意的雏形。我操！吴峰真的假的？那我徒弟岂不是要逆天了？仅仅凭借剑道就要碾压独孤云了！哈哈哈哈！4重剑意，这怎么可能？万剑归宗！我操！赢了！赢了！道子殿下赢了！好恐怖的实力！还有那是4重剑意吗？道子殿下居然连第2轮的蛟龙血脉都没有使用就赢了！是啊，这实力太恐怖了！赢了！哈哈哈哈！我就说凌霄能赢吧，蛟龙血脉都没用，就这实力，谁人能提？的确如此，这等天赋，就算是放在周围几10个州之中，都是最顶尖天骄。日后成为化神，我道玄族就飞黄腾达了。是啊，这下宗主你就不用担心老祖出关，发现你搞的什么道子而生气了，肯定得开心坏了。哼，那是自然，老祖只会开心而已。没想到独孤云输得这么彻底，这天资远比我想象之中的恐怖，居然在战斗之中推演独孤云的戒意，如此短的时间内将戒意从3重提升到4重，简直不是人。悟道池被他吸收了3成，或许是悟道池水的效果还没完全消失，吸收了悟道池水3成，怪不得，这等悟性已经是我的10倍不止了。看来我就算教导他，也教导不了多久，就要被超越了。什么？吸收悟道池3成池水？我那2个孽徒是给我招惹了什么敌人？哈哈哈哈哈！玄法，你放心，你我虽然有冲突，但是怎么说也是多年好友，我会给你求情的。没想到霸天，你还能不计前嫌给我说情。毕竟你死了，我以后揍谁去？赢了，师弟赢了，太好了，师弟最帅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4重剑意，没想到还能染发。你看其他的师妹都快疯了。道子殿下，我要和你做道侣。道子殿下，我爱你。可恶，这些小妮子居然想要和我抢师弟，看我不去揍他们！师妹，你息怒啊！现在师弟是全宗偶像，你总不能把所有女弟子都揍一遍吧？再说了，只要你主动，谁能抢得过你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哼，这些臭丫头要身材没身材，要颜值没颜值，而且我还和师弟住一起，我怕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就对了嘛！就算失败了，到时候师兄我给他灌醉，丢你房间。这可是师兄你说的，你到时候可得帮我啊。那是自然，不过我就怕到时候还没给师弟灌醉，我先睡着了。毕竟他实力可是比我强大多了，还有蛟龙血脉。吸收悟道之气战斗，对剑意的感悟速度是直接推演的数倍。
这悟道之气太离谱了，这么恐怖的感悟速度，什么功法学不会？现在的我掌控4重剑意，实力又提升了数倍。若是全力爆发，独孤云连接近戏我都做不到。就是悟道之气还是太少。之前在悟道池炼化出10万道悟道之气，推演功法达到出窍上品就花了7万，刚刚花了1万道，就只剩下最后的2万道了。要想让功法提升到化神，就算把悟道池抽干，估计也做不到。弟子见过宗主。无需多礼，恭喜你击败独孤云，成为了我道神宗这一届宗门大比的第1。那我是不是比有什么奖励？那是自然，除了可以去宗门宝库之中挑选一件物品，同时我个人决定，你可以随便再提一个要求，只要能做到，我都会尽量满足你。所以，你可以好好想想想要什么。什么要求都行。那我能不能再去一趟悟道池？若是其他的自然没问题，唯独这个不行，因为之前你吸收了太多的悟道曲水，100年内悟道池都无法再开启了。你若是再进入一次，这悟道池有可能会被废了。那个，原来这悟道池水恢复这么慢，我还以为有足够资源就够了。自然不是，悟道池之中的药材什么的，不过只是辅助，最主要的是里面的仙族感悟和天地规则，这2个都无法短时间内补充。感悟和天地规则，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承载这2者的？自然有，那就是出窍境以上修炼者的元婴。出窍境就是元婴和天地规则渐渐融合，可以脱离肉体生存，因此这等级的元婴自带天地规则。当然，虽然出窍强者的元婴虽然蕴含天地规则，但是却无法炼化，很多邪修绞尽脑汁研究数亿年都没有研究出来。你小子可是别打歪主意啊！宗主说笑了，炼化尸体神魂的邪修勾当，我怎么可能做？哈哈哈，我也就开玩笑，你身上没有一丝怨气，自然不可能做那等事情。好了，你再想想其他想要做的。既然悟道池无法进入，那我可否能和宗门合作，开一间出售丹药的店铺，将丹药出卖到整个天极州，甚至其他州？出售给其他宗门？可是你只有1个人啊，供应我道玄宗怕是都难。你要如何弄到这么多的丹药？实不相瞒，我所修炼的5行雷属性，可以将废丹和独门之中的单独驱除一部分，变成合格甚至良品。什么？5行雷属性还有这等逆天的能力？这5行雷属性比天灵根还要稀少得多，能做到这一点，好像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利润的话，宗门和我5-5分成就行。宗门3成就已经足够了。若是确定你说的所言非虚的话，我会代表道玄宗去天极州的天极城开设店铺。对了，店铺的名字你想好了没？那就叫它造化阁吧。这里就是我宗门的宝库，在这里罗列了我道上玄宗数万年来最顶级的宝物，每一件拿出去最低都是价值100万灵石，其中甚至有可能有隐藏的秘宝。这么多东西，只能拿1件。大比冠军的奖励就是1件，当然你若是想要多的，大可用宗门贡献值换取。宗门贡献值的话，是1块中品灵石1个积分，要兑换1件物品需要300万积分。什么？那不是相当于300万中品灵石？什么？那不是相当于300万中品灵石？有点贵啊。所以就要看你的眼光了。若是眼光可以的话，自然能赚不少。当然，要是眼光不行就亏了。这倒也是。那我能不能用丹药换？我这里得到丹药全部加起来，就按5折也价值1000多万。哈哈，自然可以。这么算下来，我还赚了。既然如此，加上原本的1个，你可以选择5个东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可以沟通鸿蒙空间，看到这些物品之中蕴含的灵气。不过和宗主说的差不多，虽然这里的东西价值都很高，但是大多数蕴含的灵气也都是在100到1000万中品灵石之间。好浓郁的木属性灵根之气，这一株幼苗居然蕴含了相当于上品地灵根的灵根之气，而灵气量不过只有不到1万块灵石的量，说明这一株幼苗的年份不到10年。10年皮的灵植有如此浓郁的灵根之气，这东西绝对不简单。若是成熟，其等级怕是能达到合体级别，甚至更高。怎么样，凌霄？看好需要哪些东西了吗？看好了，我就要这几个。好小子，既然将这里最值钱的几种东西全部找到了，果然不愧是天才炼药师。不知宗主可否告知这一株幼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
我只能看出它不凡，却不知道具体是什么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，找了很多鉴定大师，都只是说等级不凡而已。连鉴定大师也没见过吗？这东西居然这么神秘，难不成是什么好东西？我还以为你选它是认出来了它是什么，有可能是好东西，也有可能就是一株稀有的灵植。不过现在它是你的了，能否发掘出它的价值，就看你了。好了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哇，这就是道子大殿吗？好奢华啊！比起这里，我们惊雷峰简直就是猪圈一样。师妹，你这就夸张了啊！我们惊雷峰虽然差一些，但是还不至于是猪圈。不过这里的确看着顺眼多了，真羡慕师弟啊！这道子峰还是挺大的，要不你们都搬过来，我一个人也住不下。我就算了，还得在惊雷峰练体，师傅也不会来。不过师姐可是最擅长照顾人了，就让你师姐留在你这里吧。就是不知道师姐愿不愿意。我当然愿意。你们两个这对话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要结婚了。师兄，你又开玩笑了。走吧，师姐，我们先到处转转，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。你啊，我的手好痛！师兄，你拍我干什么？那个，我就试试看师弟你的肉体有多强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师兄，你要是的话和我说啊，我平时都是运转功法的，你这样偷袭很容易受伤的，要不重新来？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你这怪物，我怕是用法器都无法给你破防。那你下次想要试就找我。师兄，你怎么这么弱啊？说好打晕师弟的，怎么自己还受伤了？我咋知道师弟平时也运转功法？而且我看这情况，就算是没运转功法，我也打不晕他。能不能拿下师弟，只能你自己来了。这东西要是直接炼化的话，似乎是有些太浪费了。但是这么小，我要是给它种下，不知道得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熟。对了，任何的灵植成长都需要灵气，灵田之中一般都会埋下灵石，让药材成长速度提升。灵石的品质越高，成长速度越快。而鸿蒙空间的灵气比极品灵石的灵气都要纯净100倍不止，或许可以用来直接催生药材。我这鸿蒙空间好像没有能种植的地方啊，要不去外面弄点土进来？我去，这鸿蒙空间然还能随意变化，之前怎么不知道有这个能力？而且这些土里面居然还蕴含如此浓郁的灵气。这么浓郁的灵气，这灵植的生长速度应该会很快的吧？仅仅一炷香的时间，居然就消耗了足足3万道灵气。不过，这转化率居然是100%，这药材之中蕴含的灵气量和注入的灵气量没有任何区别。也就是说，我催生出大量药材，就算用不了也可以炼化，不会有任何损失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必要节省了。试试看这一株灵植成长到成熟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300万道灵气，要是给我吸收的话，怕是足够我境界提升到元婴了。可是这小树才刚刚到万年的大小，不过这蕴含的灵气量已经堪比寻常的化神灵植了。不知道这果子有什么功效？这果子居然有问物的效果，虽然远远不如鸿蒙空间炼化出来的悟道之气，但是这一枚的果子效果比寻常人在悟道池1个月的感悟效果都要多。这灵植难不成是传说之中的悟道果树？有顿悟效果，那就意味着能炼化出悟道之气。用灵气换悟道之气，这一笔买卖血赚啊！看来以后我不缺悟道之气了。真正3万道悟道之气，相当于100道灵气可以转化成1道悟道之气。
性价比极高。之前花费了5个时辰让树长大，不知道要让这树再次结果，需要多长的时间。1天的时间就能催生悟道果树万年的树龄，这鸿蒙空间简直逆天了。也就是说，以后每天我都能获得3万道悟道之气。不过这300万道灵气相当于1000万枚中品灵石。虽然这一次从宗门宝库赚了1000多万枚灵石，但是我现在所有灵气加起来也不过只是500多万道而已，还是穷啊！看来造化阁得提上日程了。宗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天机城出了个什么造化阁，把我道玄宗的所有炼药师都抢走了。没事，用不着理会。宗主，你糊涂啊！宗门炼药师都被抢光了，还没事？这样下去，我道雄宗都要完了呀！我道雄宗又不缺丹药，没有了炼药师又如何？宗主，你真的相信那叶凌霄一个黄口小儿就能供应我整个道玄宗的丹药？就算那5行雷灵根真的有逆天的能力，他的实力最多也就供应金丹级丹药，可是元婴和出窍级丹药又要怎么办？丹霞子，你先看看这是什么？精品破阴丹，这可是元婴上品的丹药里最贵的，一枚就价值几百万灵石。宗主，您从哪里弄来的？当然是凌霄炼制的，而且是当着我道玄宗除了你之外所有炼药生的面炼制出来的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炼制出来的？等等，除了我所有人，也就是说，那造化阁……不错，造化阁主就是凌霄。现在道玄宗所有炼药师都是给凌霄打工。现在你还认为他无法供应我道玄宗的丹药吗？我不信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肯定是宗主你骗我！丹霞子，我的丹药！看来宗主已经和叶凌霄穿一条裤子了，这种事情居然不告诉我。不过也不亏，这丹药可就是我的了。这叶凌霄连元婴上品的精品丹药都能炼制，看来我得做些什么了。这不是丹霞子峰主吗？怎么有空来我的道子峰？道子好手段，居然不声不响的把我丹峰给挖空了。人往高处走罢了，跟着峰主你的话，以后饭都吃不起了。他们自然会选择跟着我。峰主前来是准备和我兴师问罪。道子误会了，我这次前来是有大事找道子商议。哦，有大事，不知道是什么大事，说来听听。老夫听宗主说，道子殿下现在能炼制精品的破阴丹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难道峰主你想要和我买丹药不成？这可不是什么大事。不，老夫其实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钻研精品破阴丹，只可惜一直成效不大，所以老夫想要和道子殿下学习丹药炼制。哦，只是这等小事，自然可以。以后我炼制丹药，你可以在一旁观看。多谢道子殿下，多谢道子殿下。等等，你叫我什么？道子殿下，殿下有什么不对吗？你刚刚叫我道子殿下，我不挑你的理。现在你和我学习丹药，你该叫我什么？弟子丹霞子拜见师尊。弟子丹霞子拜见师尊。你也不傻吗？既然拜我为师，我这里有一些炼丹笔记，等一下你就去造化阁担任首席炼药师。多谢师尊，那弟子先下去了。现在造化阁也步入正轨了，有宗门的炼药师给我收过废丹和各种材料，我的丹药销量能提升数倍，后续每天的利润都能达到数百万中品灵石，足够我修炼的开销了。希望别再出什么变故。好，叶凌霄居然胆敢杀我2个麒麟孙儿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主，那玄之子欺人太甚，不仅护着那小畜生，居然还将我萧家在道神宗的所有人撤职了。现在的我们萧家弟子一点资源都拿不到手。哼，那玄机子早就想要搞我萧家，这一次只是找到了借口罢了。下一步他的动作估计就是要将我萧家所有人彻底赶出道玄宗。那老祖我们该如何是好？难不成就等着他们对我们动手？哼，自然不可能。
我那师兄已经闭关100年，要突破早就突破了。而且他早年修炼功法出岔子，寿元损耗了很多，现在怕是已经油尽灯枯。等我成功突破化神，就是我重掌道元宗的时候。老祖，可是那道玄子怎么着也是一个化神3重天的大能，若是没死，没死又如何？老夫我所掌控的异火已经晋级化人灵火，真的打起来，一个行究木的老东西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什么？老祖您的异火晋级了？太好了！这样一来，等您突破，我萧家就赢定了。传令下去，这一段时间让我萧家弟子都给我老老实实，别惹事。另外，老夫即将突破的事情绝对要保密，谁敢泄露，杀无赦！客官，来瞧瞧刚出炉的飞剑，削铁如泥；上好的培元丹，一力助击。护山大阵，保您一方平安。怎么回事？今天的丹药怎么到现在才卖出去这么一点？还有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？师姐，我们的生意都被刚刚开业的造化阁给抢了。师姐，我们的生意都被刚刚开业的造化阁给抢了。他们的丹药品质都比我们的好，价格还只是我们的70%，太过分了。就是，他们这样损人不利己，到底为了什么？这造化阁什么来头？据说是道玄宗开的，现在所有人都去他们那里买丹药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我会去处理。你们继续守着店铺。这就是造化阁，我倒是要看看这里的丹药到底有多好。这位师弟留步。这位师姐，有什么事情吗？不好意思，师弟，我就是想要问问，这造化阁主是道仙宗的什么人？造化阁主。师姐问这个做什么？好奇而已。对了，我看你也是炼药师，你应该不是来买丹药的吧？难不成你也是被这造化阁抢了生意来找他们算账的？不错，师姐你也是来算账的。不错，我是百花宗的。这造化阁破坏市场，害得我们百花宗一枚丹药都卖不出去。我倒是要看看这造化阁主是道玄宗的什么人。那个，这里毕竟是道玄宗的地盘，师姐你一个人来就不怕被欺负了？对啊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要是这道玄宗不讲武德以多欺少的话，我们岂不是亏大了？走，师弟，我们摇人去。师姐，你等等我。诸位天极州的炼药师同僚或许都已经知道了吧？那造化阁用极低的价格来打压丹药市场，明显就是要砸了我们的饭碗。不错，这造化阁简直无法无天。要是都像他一样卖丹药，我们这些炼药师还赚什么钱？绝对不能让他再这样破坏市场。这丹药市场的价格，可是我们多少炼药师辛辛苦苦几代人才拉高到这个水准的。可是，我们要是去闹把价格提升上去，其他的修炼者也不同意呀。哼，大不了我们号召所有炼药师不再炼制丹药，我就不信了，这造化阁能供应整个天极州的丹药。不错，罢工，让他们都去找造化阁买。等他们拿不出丹药时候，那些修炼者肯定砸了他们的店铺。罢工！罢工！不错，我们所有人罢工。我倒是要看看，这造化阁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各位一定要团结，只有足够团结，我们才能把这造化阁压垮。罢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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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，这些炼药师要是知道我就是造化阁主，还不把我给撕了？这师姐的号召力居然这么强，果然不愧是号称天极州第一美女。罢工！罢工！罢工！宗主，你通知我前来，不知道所谓何事？凌霄来了，的确有件事需要拜托一下你。宗主直说就行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一定做。老祖闭关的事情，你应该也知晓了。实话说，老祖这一次闭关能顺利出关的可能性并不大，因为早年他修炼功法出现岔子，寿元已经不多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次老祖有可能无法活着出关。正是如此。而我道玄宗除了老祖之外，一个化神都没有，甚至出破巅峰都没有一个。若是老祖先逝，我道玄宗怕是会被其他势力吞并。宗主要我做什么，或者说我能做什么？多年前我获得了一枚灵寿果，这果子只是元婴极品的药材，却能延寿10年。若是炼制成增寿丹，甚至能延寿几十年。
可惜这一类的丹药必须精品。宗主，你连那些化神中品甚至上品的炼药师都不相信，就这么确定我能炼制出来这增寿丹？你的炼药术我看在眼里，只是炼制元婴级别的丹药，那些化神炼药师绝对不如你。况且你是自己人，比外人强多了。既然宗主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肯定要试试。若只是寻常的元婴极品的话，我还是有70%把握炼制到精品的。我就知道，信你绝对没有问题。这增寿果和丹方，你回去先研究研究，先不急。对了，宗主，我今天回来的时候，怎么发现宗门大阵开着？是因为萧家老祖萧无痕突破化神了。什么？萧家老祖突破了？不错，那萧家老祖本是我道玄宗的天骄，也是那一届的宗主候选人。这件事我也听说过，据说是老祖觉醒天赋，将萧无痕击败，并且率先达到了出窍境界，所以才成为了上一任宗主。不错，正因为如此，那萧无痕才离开了道玄宗。不过即使如此，他萧家天骄一直加入我道玄宗，为的就是重新夺回道玄宗的掌控权。要是没我的话，他们的目标在未来应该能完成了吧？这倒不会，即使没有你，那萧天和萧玄日后也绝对不是独孤云的对手。那小子可不简单啊，当然比你还差了一些。等等，萧无痕突破，而我道玄宗老祖又不一定活着出关，宗主你是担心萧家对道玄宗动手？不是担心，而是必然。这也是我为何将增寿果给你的原因。现如今我道玄宗能否撑过这一次，只能看你了，凌霄。宗主放心，这件事因我而起，我一定尽全力。你不要自责，即使是没有你，那萧家也必然对我道玄宗动手。若是真的不可挽回，我会拼尽全力送你离开道玄宗。只要你活着，我道玄宗就还有希望。好了，宗主，那我先下去炼丹了。希望凌霄能成功吧。老祖啊老祖，您老这一次若是不能成功出关，我们这些徒子徒孙都得凉凉了。这增寿果虽然只是元婴极品，但是据说一枚就能卖到5000万中品灵石，而且之前在宝库的时候都没有发现它的踪迹，看来是被宗主藏了。也是，这可是给老祖提升寿命的药丝，被我选走，还不出大事了。炼制增寿丹，我直接吸收悟道之气炼制，悟性提升100万倍的情况下，绝对能炼制成功。可是，一枚怕是有些不够。这鸿蒙空间的灵田，连悟道果这等逆天的东西都能种出来，种植增寿果应该也没问题吧？果然可行，而且这灵气的消耗量比那悟道果的消耗量少太多了，相当于只需30万中品灵石的灵气就能催化出一枚增寿果，而拿出去卖，最少5000万。也就是说，这利润足足100倍，比我炼化丹药的利润都要大很多。不过这东西可不能随便拿出，毕竟这么珍贵的东西，没有化神境界的实力或者后台，根本把握不住。不过至少来说，有了这么多的果子，我可以炼制一枚融合几颗果子的增寿丹。这样一来，老祖即使成功突破，也能多活最少100年。这一段时间，足够我成长起来了。这悟道之气果然恐怖，居然真的让我在金丹境界炼制出来了元婴极品的精品丹药。主要也是我的真气强度比寻常的元婴4、5重天都要凝力，不然的话也做不到。这一枚丹药的药效是寻常增寿丹的至少数倍，希望能让老祖短时间内恢复活力吧。黑魔胶，那是萧家老祖的黑魔胶。快跑！萧家老祖杀来了，我还不想死！萧无阳终于来了，可恶啊！这狗东西居然真的让他突破成功了，这下麻烦了。麻烦了。
凌霄刚刚才将丹药送给老祖，虽然那丹药比我想象之中的好很多，但是我见到老祖时候他已经油尽灯枯了。难不成丹药对老祖没用？那不是完了？非也，那丹药用处很大，绝对能恢复老祖的寿元，而且能让老祖多100年时光。可是也得时间啊，丹药起效最少得1炷香的时间才行。1炷香嘛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去挡住这老东西，就算用命填也要把他拦下。还是我来吧，在场之中，只有我才能拦住他1炷香时间。师兄，你辅助我拦住那黑魔蛟，萧家老祖交给我。我会动用宗门护山神兽辅助你，一切小心为上。我自会小心。道玄秘典，麒麟吞天。黑魔蛟杀过来了，宗主他们怎么还不出手？完了，黑魔蛟来了！很强大的剑意，不错。师叔，好久不见了。师叔，好久不见了。不知道这么多年，师叔你的剑法有没有长进？师侄特地来讨教几招。无风师侄，居然达到了5重剑意，果然不愧是你啊！不自量力！哼！宗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只是透支太多而已。这半部化神的黑魔蛟实力果然强大。敢杀我黑魔蛟，找死！现在怎么办？吴峰已经燃烧自己的真气了，但是比起那萧无痕，还是弱了太多了。我也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办，也不知道老祖那边情况如何了。希望已经恢复了吧？要是还没恢复的话，那我们道玄宗岂不是要灭宗了？我们这些老骨肉死了算了，但是那些弟子可都还年轻啊！不怕，我已经将我宗门的天骄全部送到传送点，一旦我们败了，他们会在第一时间被送走。从今天之后，世间将再无道神功。不好，那萧无痕这是要灭了我整个道玄宗啊！他疯了！宗主，你快点送凌霄他们离开。好，我这就。道玄金莲，道玄子是你，你居然还没死！这怎么可能？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老祖出手了，
老祖肯定已经突破了，这下我们用不着死了。老祖既然出关，那不管他有没有突破，这萧无名都必死无疑了。这下用不着担心灭宗了。希望老祖真的成功突破了吧。师弟，好久不见。师弟，好久不见。你还是如此之任性。道玄子，你少在这里教训我，告诉我你到底是如何恢复的？按理说你的寿命不是已经到极限了吗？你怎么可能还有如此之活力？既然师弟想要知道，那我这个做书香的自然要满足你最后的遗愿。叶凌霄你应该很熟悉吧？他炼制了一枚增寿丹给我，让我多有了100年的时光。增寿丹？不可能！我整个天极州能炼制的人一个都没有，那小子怎么可能炼制出来的？这个你就用不着知晓了。师弟，你我的恩怨今日也该有一个了断了。道玄子，你不得好死！赢了，赢了！老祖的实力居然如此之强大，那萧无痕居然一招就被秒了。老祖的实力非常强大，远比外界的传言要强大数倍。当然，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，不过今天之后，怕是要传遍天极州了。哈哈哈，那不是好事吗？有了老祖的实力做担保，我道玄宗有几个宗门敢招惹？话虽如此，但是老祖的寿元问题若是不解决的话，只能护佑我道宗100年。不过好在有了凌霄，希望他100年之内能成长起来吧。师弟，你我从弟子时期就一直争斗，今日终于是结束了。玄机子，带叶凌霄来见我。外面的声音好像没了，也不知道师傅他们是赢了还是输了。有师弟的丹药，老祖或许已经出关了。只要他出关，肯定能赢。增寿丹只能增加寿命，但是老祖若是已经彻底油尽灯枯，或许没有太大的效果。那要是老祖没有恢复，我们怎么办？难不成真的只能逃离苟活吗？不是苟活，是保留火种。只有我们也活着，未来才有复宗的希望。师弟，是宗主发来的消息吗？外面现在什么情况？赢了还是输了？赢了，老祖出关，大获全胜。赢了，真的赢了！哈哈哈哈！我们不用逃走了，真的赢了！道子太厉害了！是啊，要不是道子的丹药，老祖也不可能出关。师姐，宗主发来消息说老祖找我，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师弟你小心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弟子拜见老祖。老祖，我把叶凌霄带来了。弟子叶凌霄拜见老祖。果然和玄女子说的一样，是一个俊逸非凡的少年啊！这一次多亏了你，老夫才能再次活过来。老祖无需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唉，只可惜老夫见不到道神宗崛起的那一日了。老祖，您这是说哪里的话？现如今有100年寿元，你只要突破到5重天，就能再活1000年了。老夫已经活不过100年了。老祖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生机消散了这么多？不应该啊！我的增寿丹不可能药效过了。你的丹药没问题，是老夫修炼的功法出了岔子的原因。好了，玄机，你先出去，我和凌霄单独说几句话。老祖，可是您的身体……我活不过今天了，出去吧。让我最后和凌霄交代一些问题，我也能死而瞑目了。弟子知晓了，弟子告退。你应该好奇老夫为何会如此，还有为何会单独留下你吧？是的，老祖，还请老祖解惑。老夫年轻时候获得一功法，名为道玄天经，只可惜是残本。即使如此，其等级也是合体功法，只是正因为是残本，所以老夫修炼到一半就出了岔子，寿元大量损耗，导致我不到2万年的年龄却已经大限将至。正常我的境界可活4万年。残本都是合体级别，那完本得是什么等级？至少也得是合体上品甚至极品的功法吧。老夫留下你，就是想要把这功法和老夫毕生的修为给你。功法练不练取决于你。要把全部修为传给我，